多恐怖的连招，用吸力把小燕拉入攻击距离，然后出其不意的猛攻。这条恶王确实厉害，如果不是小燕反应快，用火焰爆发的反冲力躲过那条巨尾，这场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小燕，它的属性有风属性，你要小心点，千万不要被它的风属性攻击到了。明白。这只鹤是火属性，而且会飞，你要注意安全啊！还有，不行，我只要被动承受啊！利用地形产生元素屏障，毕竟是别人挑的主场，果然藏了一手。以为水就能挡住我的火焰？就烧焦你的壳，焚尽你的水。哪怕隔着数百米，也能感受到磅礴的热量。这恶王即使不死，也得脱层皮。小桃，没那么容易，这次我一定要烧死他，为我母亲报仇。火焰的热能居然比之前还要高出不少，这鹤不是一般的领主级，再不想想法子，我可能真的要被他烧死了。对了，御史，只要干掉他的御史。不对，你要做什么？恶王，你疯了吗？不要攻击他！快，我们去阻止恶王！等一下，你看，身边那只亡灵系御兽只枪不入。别跑！这头恶王居然也学会靠着反冲力来逃跑。不过小燕已经赢了，鳄鱼的动作很灵敏，而且爆发力强大。如果小燕没有我的帮助，只是普通的成长为领主，还真不一定能报仇成功。二舅，放心吧，我输了就是输了，不会再做什么小动作。二舅比想象中的还要配合。目前二舅那边的人也都逐渐听从母亲的管理，虽然钱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至少比之前更凝聚了。二舅受到的反噬这么重，看来恶王是凶多吉少了。恐怕从今天往后，江南基地市再也没有恶王了。高少，钱家愿意将整个恶灵沼泽割让给南天集团，另外还有一大笔补偿金。不必，原本就只是两只御兽之间的恩怨，恶灵沼泽我收下，按市价该给多少给多少，那笔补偿金直接退回。是。另外，跟三大家族的合作盟约已经签好，之后由集团分部协助探索者工会将恶灵沼泽建设为探索者工会的第2个会员项目。最后，集团已经按照您意愿，定期派驻相关工作人员探查火焰鹤的生活状态。辛苦你。小燕，你真的不去看看你的族人吗？没有我，他们也许会找到独属于他们自己的进化之路。高鹏，你能帮我报仇，我就很开心了。其他的事，还是顺其自然吧。这是什么？净补玄龟，可感知符韵。哦，难道是这只乌龟居然慧眼识珠，过来投奔我？那我是收不收呢？这个玉给我干什么？太湖银龙太子，莫非这只大龟是被银龙太子派来找白龙的？陈经理，派人把他送回渝州给白龙看看吧。我接下来还要去一趟长平村。是，高少。好像快到长平村了。报告说里面都是亡灵系怪物，我们先把亡灵粉擦上吧，动作快点。这个保质期不长，只有4个小时。这是血剑矛，市面上能卖10几个信用点，也就是10几万。发了呀！这里的危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啊？为啥？
遍地都是值钱的材料，可就是没人采摘。你觉得是为什么？你这亡灵粉还真有用啊！之前2批队伍来到这里，一路上遭遇了很多袭击，居然直接走过来了。小心点，我们只是遮掩了身上的气味，如果距离太近，怪物还是能够察觉到。是阴兵过道。这批阴兵数量不少，高鹏学弟的这个委托真是不好接。降蛊和千载阴心一般在中心区域，但玄阴明火诞生的地点随机。我们先在附近找一找。1个小时时间，超出时间后，我们就直闯中心区域。好冷啊！这里真的有人住吗？资料上说，灾变发生后，长平村的人都陆续搬走了。但是那墙上挂着几串干玉米，好像是这几天刚挂上去的。什么人？你们好，将军想要见你们。哪个将军？赵尚将军。长平之战是赵括。那我们先过去吧。相信堂堂赵括将军不会使用一些下三滥手段。请。到了。这是捅了阴兵老窝了。林新蕊见过赵尚将军。赵尚将军，赵尚将军，我可以理解为在羞辱我吗？我们岂敢羞辱上将军阁下？你们是我这些年来遇见最强的一批人，我要和你们合作。如果你们想要这儿的东西，可以，但你们必须拿同等价值的东西来和我交换。将军阁下需要什么？我们属于的南天集团，至少在财力上，绝对能够满足将军所有要求。先说说你们想要什么吧。一份降蛊，和一份千载阴心。降蛊，想要我的骨头，也可以，不过一根骨头而已。但千载阴心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千载阴心，就是你的心脏。星雀尾螳螂虾这一击发出后，恐怕接下来1个月都不能动手了。你这螳螂虾是刺客吗？是又怎样？不好，外面被阴兵包围了，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上明路。看来暂时镇住这群阴兵了。废墟之中有东西在吸收阴气，赵括应该没有死，趁他病要他命，再说。不急，好痛！能给我下！阴气凝如血云，不妙！要是让血色阴云笼罩这里，我们会被那群阴兵活活耗死。毛团子，布置黑夜，其他人撤退。走。怎么又陷你一下？圣殿正在驱逐血色阴云。雷龙，是剧斗。什么赵括、李括？既然敢挡在我们路上，那也就认命吧。说的还是你，几个？带走，下手轻点，别打死。小伙，我不懂你说的降蛊和千载阴心是怎么采集的，就把活物带回来了。林新蕊采集的玄影明火
也一起带回来了。材料又这么轻松的挣到手，总觉得一点也不艰苦奋斗什么的。这样的话，只差最后一位就能凑齐阿呆晋级神话品质的所有材料了。白龙，白龙！那个银龙太子给你说的什么呀？那是不是你的儿子？不会吧，不会吧！你年纪轻轻就有了儿子，孩子他妈是谁？对了，有件事走之前没来得及跟你说，百叶区出现了空间裂缝，以你现在的实力，应该不会出岔子，去见见世面也好。啊，空间裂缝。空间裂缝就是在这里面。是的，白天正午的时候，黑雾受到的削弱最强，它的扩散范围会被抑制很多。晚上的时候，整栋烂尾楼都会被黑雾包裹，完全不会露出分毫。高少，你看，这种怪物是黑雾里数量最多、最主要的怪物，而且一般的枪械无法对它造成什么伤害。里面应该没有领主级怪物。小黄，你去里面探探底。啊！第二队，准备协助支援。不用，你们不用进去，小黄一直压可以解决。好像是黑雾蜥蜴的残件。嘎，里面所有的怪物都被贫僧解决了。嘎，嘎嘎嘎！你看，里面的怪物都是鱼，4条腿的鱼，这个也可以500一条吗？嘎。这是壁虎，还有啊，你那个佛珠又是哪里弄来的？里面所有怪物应该都已经被清理完了，我们先进去。空间裂缝居然算是物品，既然是物品，那就肯定可以随时带走。或许我可以去捕捉2个空间裂缝带回家，当后门放着。震动，什么情况？黑衣壁虎，黄衣魔章鱼，只是不知道这所谓的黄衣黑衣究竟指的什么？或许指的是他们的属性，黑衣代表阴暗，黄衣代表心灵。什么丑东西，难看死了！还学贫僧穿黄衣？你们有探索过空间裂缝另外一边吗？我们曾尝试过将电子设备丢过去，但接收不到任何信号。后来用怪物进行实验，结果全部被杀死。阿呆，你让海王电鳗骷髅过来，让他帮我们探探路。别怕，不是敌人。主人，裂缝另外一边只有少量黑衣壁虎尚存，没有其他强力的怪物了。我也进去看看。主人，安全。行，小燕、小黄、大紫都跟上。门后的黑雾不多，视线没有受多大影响。这些墙壁怎么看上去像是一个迷宫？动作快点，优先测量数据和采集样本。原来异世界是这样的。什么声音？队长，你看，黑雾世界，空间查找，都有武器了。难道这片世界也有自己的文明吗？装神弄鬼！糟糕，怪物追上来了！大紫，拖一下！竹子，我来帮你。等一下！你要是一会儿变大了，无法通过空间裂缝，那就麻烦了。好大的斧头！沙巴哥，快来帮忙！我们来自空间裂缝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是抱着和平善意前来的，
我其实并不是想伤害你，只是因为刚才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又来！1、3、7个！原来你来自其他世界，迷宫外围有结界封印，只有一条路可走。我还以为是迷宫的防御出现了漏洞，没想到是空间裂缝。我们对你也没有恶意，只是需要你们的帮助，想让你们去唤醒我们的主人。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准备，等我做好准备了，我再来。谁知道这些看着浓眉大眼的家伙，会不会偷偷的把我们当做祭品献祭了？好，人类，我希望你们不要欺骗我们。对了，你们可以送我们几头黑衣壁虎给我们饲养吗？你们饲养不了，这些小虫子不能相互繁衍的。不过你们要是能够唤醒我主人的话，我相信主人他愿意和你们进行交易。其实我们荒芜迷宫相比黑雾世界的许多势力而言，并不仇视人族。哦，在黑雾世界也有人类的存在吗？他们距离迷宫近不近？人类？我已经有70多年没有见到过人类了。那群骗子逃到其他世界去了。好了，人类，你先回去吧。等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唤醒我们主人的时候，再来找我们。好像人类在这片世界也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但名声很差。其他族群的人类，双方实力相差不大还好，如果实力相差太大，带来的只会是战争和侵略。阴阳金簪草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1级，这种看着像是果冻的冻晶土，果然名不虚传。唯一的缺陷就是价格比较贵。阿丹要提升为亡灵主宰的材料，只差一位死星之魄。本来以为在长平，但长平并不符合宁河的死亡之地这个概念。那40万人死前，肯定怨气冲天。学校那边会有啥事儿呢？校长，校长，校门口的活化铜像多了一尊。啥？一个领主级的铜像怎么会突然跑到家门口来？先把他带回去，让他陪阿班耍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他来当门卫。大子，打倒他！这就是电疗法。接下来嘛，就到我的回合了。这可是几10吨重的铜像，高少居然单手拖走！我现在的力量是阿班的1%，而阿班的力量何止1000万吨。吓着你们，真是不好意思啊。阿班，我给你带了一个玩具过来。大子，松绑。玩具可不能调皮了。大鹏，玩具不会被我踹坏了吧？不会的，只要你别用力，它就不会被玩坏。那真是太好了。高鹏，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起出门呢？这里虽然也很好，但我很想你，还想念大家。阿班，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方法。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去冒险。阿班，过段时间再来看你。阿班不笨，阿班越来越大了。高鹏，以后我会不会再也没办法跟着你呀？救命！我只是好不容易看见了一个同族，有些激动好奇而已。你们究竟要对我干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好奇了。
没有人认识这些字符究竟是什么意思吗？语言学教授看过了，他们说这不是地球上现存的任何字符。有一个教授说，这有点像阿特兰蒂斯文字。我管它什么阿特兰蒂斯还是亚特兰蒂斯，我只想知道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别只会是，那你告诉我，这里是什么？老大，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未被探索的城市。我们黑环公司实力不比赤豹九头狮他们弱多少，我们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一个全新的、还没有被发现的城市遗迹，这就是一个机会。准备行动。是。城市遗迹，可是怎么看都像一个迷宫呢？这就是空间裂缝吗？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不过去了，我给软软说了的，让他听你的话。谢谢糖糖姐。我们走。我就知道你们会回来的。啊，这些都是我的御兽，他们和我一起过去，没有问题吧？当然没有问题。刚才我故意说御兽2个字，但是迷宫监察者毫无反应。所以说这边世界的人类也是有御史这个职业的吗？异世界的食物啊，好，味道不错。到了，主人就被封印在大殿内。你是希望我能将你主人唤醒吗？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解除封印，应该不是用火烧这么简单吧？主人他是自我封印，只要御史走到宫殿里去，就能自动唤醒他。小黄，你和我一起进去。这究竟是什么冰？怎么这么冷？要不是有元素屏障，5分钟我就可能冻死在这里。啊，这是……没想到地面上被冰冻的这具尸体是血腥逐猎者。那王座上躺着的是……迷宫监察者说，他们的主人是血腥逐猎者，那杀死他的很可能是这头寒霜祭师。现在他们要我唤醒他们的主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主人已经死了？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个陷阱？果然，高鹏，外面好多怪物！小叶，该死！小黄，我们出去。啊，这小家伙醒了。不管他了，我们快走。徐叔，什么情况？高少，你们进去后，那群监察者突然袭击我们，多亏你的这只亡灵御兽召唤了海王电鳗骷髅，堵住了门口，不然他们就要把我们围杀了。小叶，你伤得怎么样？要不是那群拿斧头的偷袭，不然……疼！小花朵，你轻点儿！可恶！我要去给小叶报仇！哎，小黄，他们人数众多，不要大意。起手了，有点难打。嘿，啊，你怎么跟过来了？小狮子，这里很危险，你先躲起来。你们竟敢！哎呀，我听不懂你说啥，要不你直接跟我签个血契？哼！你以为老夫是那些刚诞生灵智、傻乎乎的小怪物？3言2语就被你这些狡诈恶毒的人类骗走？那我只能说，这只祭师的意识空间很大，感觉一个庞大而又虚弱的意识匍匐在意识海深处。这只寒霜祭师的等级
绝对不止11级。现在只是在爆发力量后进入了削弱状态，只要吞服冰系宝物，就能快速恢复实力。如果你真的想和我签订血契，也可以，但是你会多出很多强大的敌人。你想好了吗？您巅峰时期是什么实力？您那些敌人是什么档次？我巅峰实力可是只差一步就晋级D级，能够成为我敌人的自然最低都是黄级。所以你怕了的话，就放我离开，我也不怪你胆小，因为我知道这是你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重担。好，签订完毕。小子，你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吗？黄级我当然不会怕，唉，还以为你是大佬，突然觉得也不够大呀。你居然觉得我弱？人类你太飘了！虽然我从血气里感知到你有一只王级御兽，但你这辈子也不一定能够拥有一只黄级。此时此刻能有机会在20岁就拥有只无比接近D级的黄级御兽，你可是赚大了！但你现在只有精英级。我今年活了126岁，比你爷爷年龄还大。但你现在只有精英级。曾经被我杀死过的黄级怪兽不下10只，我称霸方圆千里，他们都称呼我为寒霜狮皇。但你现在只有精英级。你先别废话了，快说，怎么对付现在的局面？怎么应对？当然是跑啊！啊？嘿，这些家伙体格这么大，如果肉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当然要跑了。放心，这个迷宫就是我的，我建了一个地道，只有体积不大的怪物才能够通过。那算了，我不能扔下小黄。徐部长，你先带这只奶狮子离开。别啊！我们刚签血契啊，你就要去送死？放心，我还有只王级的御兽，虽然他不在，但依然有他反馈给我的力量。你在开玩笑吗？就算你有御兽反馈的肉体力量又如何？一头王级御兽能够给你反馈多？那咋的？快用雷音和血魔之心！阿准，快去治疗小黄，敌人都是领主级，大紫和阿呆的控制技能撑不了多久。不是，你去看看。不好，控制技能失效了！小黄、阿准，快闪开！你们刚才打爽了吧？现在到我的回合啦！送你！一起上！就这，你压压怪兽拳！这鸭子太古怪，我们撤！短脚想跑，做梦！回来吧，敌明我暗，等这里的事情结束后再全部解决。哦，这天赋至少也有史诗了吧？不对，史诗天赋不可能越级挑战这么多怪物。邵董，那这些尸体如何处理？一次性整整8头，如果传出去，恐怕能够轰动整个世界。毕竟1头领主御兽就能守护一座基地市啊，同时也代表着8颗领主级怪兽的晶核，还有大量稀有材料。原来这才是邵董真正的实力啊！我在这守着，徐叔你先回去叫人过来。是。这只紫色大蜈蚣打了10几分钟酱油啊，有点弱。弱？哎，大紫好歹也是史诗品质，你有点故意挑刺了吧？史诗品质？那应该已经有天赋特性了呀。怎么会呢？你不会根本没开发它的特性能力吧？开发？
你的意思是天赋特性觉醒之后还可以继续开发？看来我们需要好好的互通一下信息啊！你说什么？你所在的世界刚发生进化才4年，最强的也才王级，你傻呀？家里有矿不挖，跑到我们这边来吃土。你的意思是，世界最初进化的时候会诞生一些比较特殊或者很厉害的宝物？是的，黑武世界现在真正的宝物都被那些强大的怪物占据了。想找到一个无主的，比登天还难。想要获得宝物，就必须要和那些怪物硬碰硬的打，或者想办法偷。而你所在的世界刚进化4年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有未知黄级，45路就是白捡呐。你也说了，才进化了4年，能出世的宝物，我当然会争取啊。哎，这些宝物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呀，你懂不懂？你要主动去搜寻，然后把你的宝物全部抢回来，放在家里，看着它们成长。等，怎么就都成了我的宝物了？宝物当然属于强者啦。比如你这种强者？混蛋！失落迷宫被人骑，虎落平阳被犬欺，你给我等着！好了，说正事儿，你看看这个，有没有能够让它体积缩小的办法？第一种就是继续进化，有可能觉醒自由控制体积大小的能力，但是具体怎么觉醒我也不知道。第二种的话，牵一只高等级的空间系怪兽，开辟一个随身空间。只是你这只玉兽体积很大，开辟的空间要求也很大。这个就跳过。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记得黑凤山脉有一种伪装果实，可以让怪物体积最低缩小1000倍。但是很鸡肋，进入战斗状态就会失效。而且那边有一只不好惹的黑毛麻雀，就算我厉害的时候也不敢硬扛。黑凤山脉距离迷宫远吗？只有5000多公里吧。5000多公里虽然不远，但黑雾世界的危险性要远远超过地星，王级怪物也不稀罕。不过为了阿班，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谁让我答应了要带他一起探险呢？高少，公司已经收到消息，后勤人员会陆续跟进。按照你的要求，我把能调来的冰系果实都带过来了。你居然用这种低等食物来供奉本神师！我告诉你，这种低等食物，我就算是饿肚子也不会吃一口。呵呵，那就希望你不要到时候真香哦。阿纯，把这些装起来，我们再去探索一下这个迷宫的其他地方。真是壮观，这简直就是奇迹啊！我们是最先来到这里的，这里面所有的宝藏都属于我们。这么大的遗迹，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好东西。不好，有东西要出来了！这是什么？我都逃这么远了，你们这群人类还要对我赶尽杀绝！是阴影之力，快用元素护盾！不行，元素护盾也不安全，大家快退！为什么当时那些迷宫监察者没有袭击你？我可不觉得一个石殿就能保护你。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我在迷宫外设置了禁制，如果那些家伙敢闯进来，爆发的寒冰气息绝对能将他们炸成冰块。这家伙果然留了后手。那些迷宫监察者也是让我去探路。好吃，好吃啊！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攻击我？因为你是人类呀。
有战斗。不，快，我们快过去，我们快点过去捡便宜。嘿嘿，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捡便宜了。嘿嘿。是之前逃走的迷宫监察者，正在和御史战斗。小黄，去救人！救命啊！挺悍的呀，刚刚让你跑了，这次看你往哪里跑！这是你们这里的本地土著？不，这些不是黑雾世界的人，哪怕隔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和你同处一源的味道。换句话说，他们和你来自同一个世界。来自同一个世界？不可能吧！迷宫这边的入口被严密封锁，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出，更别说这是一群特征明显的黑人了。那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了。黑雾世界与你们所在世界的空间裂缝不止荒芜迷宫这一处。空间裂缝，最新的也就是非洲卢卡萨的那一个了。灾变前，非洲距离华夏区足足有上万里远，灾变后地心体积变大，两地直线距离至少也有数万公里。但是在空间裂缝里面，我们一路走来并不算太远。如果这样的话，或许可以通过这个空间裂缝形成一条贸易通道。几位大兄弟，你们有没有受伤？华区人。再见，华区的兄弟，永远朋友，拜拜。这些人也真是蠢，被某人套话套得一干二净，还感激得不得了。哎呀呀呀呀！根据黑人兄弟的说法，距离荒芜迷宫西边1000公里外的城市废墟中，有一道通往卢卡萨基地时的空间裂缝，到时候通知探险者工会来开发整理。哈哈，又是一笔巨款。走，我们先去探探黑凤山。我只知道那果实是从黑凤山脉里产出的，但具体长在哪里我不清楚。没事儿，会有好心的土著居民告诉我们的。哪儿来的土著居民啊？哦，你看，好惨的金丝鹿龟啊！小朋友，你放心，我们保证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找你打听一件事儿。你知道哪里有伪装果实吗？就是一种长在树上的果子，白色的，表皮有很多小黑点，吃了后体积会短暂变小。你谁？快滚！你找死呀！我老大问你话呢。我不会加入了反派队伍吧？哎，你也听见了啊！我这小兄弟啊，脾气一直就这么火爆，有时候我都管不了他，所以就麻烦你再好好想想。我在黑凤山脉东边山脉见过这种果子，翻过5座山就能找到。我就知道大山里的主人热情好客，那就带我们先去东边的山脉。那种果子就在山里，山里有很凶的怪物，他不敢进去。小叶，你先去天空看看，帮我们警戒四周。有领主级怪物的气息。糟糕，被发现了！变大，有怪，还是先远离一点吧。变大，等一下，白色，布满了针尖大的黑色小点，是高鹏要找的果子。高鹏，我找到了。哦，找到了吗？那种果实就在山上，但是有领主级的怪物守着。这头怪物绝对不好招惹，不过伪装果实，我势在必得。这是我对阿班的承诺。大紫，释放雷电，攻击小黄。我讨厌所有比我高的怪物。火焰鱼盾。不好，快去救小燕！
这家伙的爆发力很强，我曾亲眼见过这种怪物一招秒杀过同级的怪物。大个子，你和阿蠢去救小燕，我去会会那只臭虫子。哦，你们真的柚子，别过来！所有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大个子，要和他单挑！来呀，小矮子，继续用你全部的力量来摧毁我的肉身，让我再一次亲自感受死亡的痛楚。既然敢骂我小矮子，想抓住我，再回去练个几百年再说吧。就这，痛苦只会让我更强大。伤口恢复了。强行控制肌肉来避免过度出血而被耗死，同时叠被动，这是对身体有极高控制力的表现。不过，小黄这家伙怎么越来越中二了，连阿呆都受不了了。看来得速战速决，这家伙看着怪怪的。狂风万千，对空斩！这家伙体积怎么越来越大了？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感觉。来，用你全力继续来杀我！你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你。就是现在，抓住你了！把我打成重伤又怎么样？但被我抓到！果实只有4颗，不把树也带走的话，总觉得有点亏啊。阿呆、大紫，把树挖了，一起带走。哎，话说回来，树都没了，那我把老乡你也带走吧。无耻！不要脸！放开我！这是魔鬼吗？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最开始阿班跟随我的时候，他比你还矮。你看看他现在。你放心，我觉得你是一只很有潜力的怪物。你想要长阿班这么高，可能有点困难，但是长这只骷髅这么大是不难的。虽然我被这个男人的御兽打败了，而且他也应该可能会有让我变大的方法，但是直接同意会不会显得我很好骗呢？这，他同意了，但他说如果没有把他变大，即使签订契约也不会听你的指挥。没问题。阿班，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们一起冒险吗？你看，吃了这个，你就能缩小体型。但是高鹏，如果我变小了，是不是就不能保护你了？放心吧，没关系的。只是这果实吃下去后，你不能随便和其他怪物打架，否则会失效的。我从来不打架的。虽然还是很高，但至少可以勉强带出去了。哎，鸽子，你不错吧，嘎？回头咱俩再练练。新来的，这你能忍？谁怕谁呀，死鸭子！上次是我大意了。数量已经突破2位数，团队的阵容也初步成型，能打能扛能奶。现在最后一个刺客的短板也补齐了。这阵势挺不错啊。外公，给你家小黄送个装备。这斧头怎么这么眼熟呢？就是你带回来的那什么迷宫监察者手臂上的斧头，我看着挺顺手的，就让实验室拆卸下来改装了一下。太轻了，太轻了！老龙王，还有没有再重一点的？你给我少看2集《西游记》。外公，在荒芜迷宫外，我遇见了非洲大区卢卡萨基地市的御史。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荒芜迷宫向西1000公里，
就是卢卡萨的空间裂缝所在位置。只有1000公里，这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只有被我救了的黑人知道。他们一方是当地的实权高官，另一方是黑欢安保公司的高层。我已经和他们约定好，到时候进行商路合作。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安心办你的事去。不过刚回来就又要出门，都准备好了吗？这一趟可能去比较远，先去圣耶了。最有可能诞生死星之魂的地方就是那里了。阿呆晋级神话品质的材料就剩死星之魂了，早拿到早安心。先去圣耶了，最有可能诞生死星之魂的地方就是那里了。阿呆晋级神话品质的材料就剩死星之魂了，早拿到早安心。圣耶冷是黄墨国的首都，我们前往黄墨区的路途会顺带经过金沙区，而白金之手的总部就在金沙区内，所以有可能再顺便去看望一下老朋友。你现在也是大人了，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装备物资都准备好放你的小水母那里了，路上小心点。高鹏，前面的山峰下有宝贝。宝贝，让我看看。那边是天珠峰啊。那边也顺路。阿班，我们先去那边。哇，这水对我有大用，你们等我一会儿啊。系统描述的倒是挺玄乎，但这不就是一池子冰水吗？这也能算是宝贝？爽！这就突破了，还真是宝贝！哎，怎么不继续吸收了？我突破领主了，这些寒水对我作用不大，除非找到寒冰之力更浓郁的水，才对我有效果。行吧，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晋级领主后个子还是这么小？哼，肤浅，浓缩就是精华。翻过天珠峰，马上就要进入金沙区了，随身携带着这么多领主级御兽，而且还有王级的阿班，世界之大，尽可去的。白金之手，老朋友，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地图上明明记录了，不仅有镇子可以进行补给。哎，这种远离基地式的区域就是麻烦，连个定位都没有。高鹏，前面有房子。终于有人烟了。哎，穿衣服的猴子，跑得好快，被阿班的气息给吓到了吧？是有人在养这些猴子不成？有人吗？没人。哦，原来屋里没人呐，谢谢了啊。不用谢。我就说嘛，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说出这么蠢话呢？原来是你这只蠢猴。这猴子在干嘛？像是在找东西。这猴子看上去对我们没有恶意，但也得保持戒备。而且，这个房间味道不对劲。客人吃。这好像不是你刚才吃的东西，我倒要看看这是藏了什么。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却没有见到人类。房子里有隐隐的血腥味和煮肉的味道。果实。哎，你喜欢吃锅里的那种东西？你们吃我们，我们就吃你们。他吃了我儿子，我就要吃他，我就要吃他，吃他！
我明白了，我没有立场指责你，那样太虚伪了。但亲疏有别，我毕竟是人，而且今天我也看见了，那就不能坐视不管。给他个痛快吧。应该就是这里了，白金之手的总部。要不是外公朋友提供的消息，还真的很难找到。不仅鼓动山林危害宇宙场，伤害阿班，还持续派人暗杀我。那我也就送你们一个惊喜吧。买单，动手！复苏吧，沉睡的死者们！沙漠之翼还没有收服吗？我已经受够了每天重复的场景，我讨厌这些沙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服那只该死的怪物？稍安勿躁。事实上，根据我刚得到的消息，经过这半年的努力，沙漠之翼的态度已经松动了。这一次，他准备过来看一看。看什么？有没有合适的御史？如果有看得顺眼的御史，他今天来了，直接决定御史都说不准。哼，看顺眼？怪物说的话，你们也信？不好了，不好了！武州大人，小镇周围埋在地下的尸骸复活了，正在袭击我们的人。什么？快跑啊！救命啊！亡灵们，为你们的荣耀而战吧！11个月前杀死的沙漠巨鲸骨系领主级。是兰陵四壁水源，主教们来了，我们有救了！没想到小镇附近居然有这么多的尸骨，仅仅只是阿呆的能力，就彻底让白金之手总部手忙脚乱。有东西来了！原来是幻境遮蔽了我们的感知，能够让小燕他们都没有察觉，这幻术能力的确很强。去吧。集团原本上，轻轻松松。秒杀银翼主教的幻光银翼蝶，居然被秒杀了！危险！地牢，快回来！哼，这种小角色也要让我动手，真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别废话了，赶紧的吧。去，无聊，弄个冰牢笼困住他算了。说的好听，你这冰3两下就被地龙给腐蚀了呀！哼，我讨厌沙漠这种环境，空气中的冰元素太稀薄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稍微认真点吧。地龙也已经解决了，现在就只剩下他了。死亡是所有生者的归宿，而你对亡者没有丝毫敬畏。哼，阿呆竟然将异火和血腥结合成新的技能，在控制的同时也能完全释放异火的威力。这只领主级的兰陵四壁水源只能爆发自己最后的元素之力了。老大，要不要去帮一下大个子？切，没见识的小不点儿，这水元素旋爆看着阵仗大，但也就能给傻大个的骨头冲掉些灰尘。说的没错，这种攻击对阿呆来说，这里差不多了。小燕，你继续在天上盯着，不要让其他人逃了。走吧，还有一个地道，就让这些人帮我们坚持一段时间吧。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几个的御兽要么死要么生，只有你的御兽还完好无损。我们还真怕你一不小心做什么大胆的事儿，让你的领主御兽去拖延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从地道离开这里。没错，你的领主御兽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不然今天谁都别想走。好吧。行。本来想让你们体面的退休，金钱美女不会少。现在嘛，你们安心的死吧，我一定会把白金之手发扬光大的。等一下，有话好说。下一位。咦，消失了。幸好我一直掩藏实力，没暴露出最后的保命手段。哦，什么？哎，这家伙还兴自投罗网的。主人，想要逃走的这人被我捉回来了，这是他的御兽。太惨了，没想到让宣和一时的白金之手栽了的，居然只是一个年轻人。这俩已经算是俘虏了吧？带着太麻烦，不如直接杀了。阁下，饶我一命！我知道白金之手宝藏埋藏的地方，我全都告诉你。求您了，还有一些外区基地的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只要您一个命令，我就是您的一条狗。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哦，听着倒是有点吸引力。来，先给你解除冰冻，咱们细聊。高鹏，有一个不弱的怪兽正在靠近。啊，阿班可是王级的存在，一般的领主在他眼中就和一些小虾米差不多，现在居然说来者不入。来了，又是一只王级怪物。大人千万小心，这是王级怪物。我们白金之手在这里建造小镇，就是借沙漠之翼的存在庇佑我们。知道了。阿班，会会他。这绝对是王级，绝对是王级！没想到他居然有一头王级御兽，原来这才是他的底盘。这小子实力堪称恐怖，我看着年龄不大，或许心性不定，只要我态度放低一点，又展现出利用价值，拖一会儿，等他们打起来，我就找机会逃走。我说，你们白金之手的宝藏在哪里？大人稍等，还容我回想一下。那你知不知道怎么降服沙漠之翼？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服沙漠之翼。大人，毕竟这是王级，已经有王级御兽了，还想收服沙漠之翼？如果再让你得到一只王级怪物，那还得了？那人类世界就没人能够治得了你。哦，这也不说，那也不知道，那么你也没什么用处了。阿呆，等下，大人，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宝藏在哪里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的首脑，还这么天真，以为装装可怜，放出点不知真假的消息，就能让我饶过你这一条恶贯满盈的命吗？很好，人类，你竟然敢无视我！哼，我警告你，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哪里学的霸总台词？小狮子，解决了他！元素攻击，你能感受到这个人类拥有的王级体系的御兽像是土元素吗？我用最强的御兽跟我对战，是故意抓我的弱点吗？看来必须要抓住他，问问清楚。先从那只大的开始杀起。稳着！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变出了一座大山？不好，你沙地太高，沙漠给予的加持也越来越少。找到喽！什么？这是那只土蜘蛛？怎么会变得那么大？好浓郁的热能！不好！我讨厌蚊子！诸魔兽击破阿班体表伪装果实的效力后，阿班体积恢复原状，一招就把对方秒了。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碍事的走了，我们来继续处理俘虏吧。一条金斯坦成精了，一个金衣教主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这个金斯坦精，真想好好研究一下。你想收服这只怪物？不是，我没想收服它，我只是想研究一下它而已。如果能力不错又无主，我倒是可以交给自己的下属。但是这已经是有主人的预售了。有了主人又怎样？这血气又不是不可以解除的。你说什么？血气可以解除？只要有解除血气的咒语，以及在御史和御兽都是自愿的条件下，就可以解除。但必须是心甘情愿。如果是用魅惑、控制、幻境之类的攻击，是无法生效的。好聚好散嘛，或许这就是对血气最好的诠释。这个方法如果流传出去，对于才变异几年的地心来说太危险了。看来要联系外公，先把他们带回去。如果能成功，就把这个毯子精给黄亚。我先替黄亚好好谢谢你。快，让后面的工程队跟上！高鹏，后面那些人跟我们一路了，好讨厌呐！没事，我们相当于免费开路了。如果他们真能跟一路，那也是他们的本事，应该也离目标地点不远了。曾经这里是圣光教建立的庙宇，圣光教崇尚白色，所有建筑都为白色，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屋顶，白色的窗户。但偏偏头顶这座雕像变成了黑色，那意思是庙宇里所有黑色的东西都是受到污染变异的。有宝贝，有宝贝！哇哦，我现在都快晕过去了。这表现，说不定是个好宝贝。阿班，掉头去阿叔指的方向。好。阿叔说的宝贝就是这玩意儿，看来还有些守护者。哎呀，会不会就是我们家种的呀？哎，对对，这就是我们家的。啊，这样吗？既然是我们家的东西，那就让我来拿回吧。阿水，给我斧子。啊，还真信呐！就这。小小蜈蚣，可笑可笑！高鹏，这是什么宝贝？这可是好东西，在小燕进化时用得上。终于到了，在照片上这头石像还只是4只，现在已经是晋级为灵种了。小燕，这些树妖交给你了，白刚，杀掉这座石像。哦。受到如此伤害依然神情坚毅，一般的领主级甚至会被秒杀，不能小觑天下英雄啊！有罪者沉沦黑暗地狱。不止状态发生了变化，等级上也有一个临时的强化状态。小焰燃烧这些树妖的伤害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黑暗化后，他们对火焰的抗性提升了不少。小焰退下，换大子上。临走前，雷公师傅又教了我2招，看我给他整个大的。雷王爆！瞬间击倒4只，其他也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小有长进啊！这笨蛋，轻一点，怪物晶核都碎了。本大爷的攻击就是这么犀利。哎，高鹏。这些树突然不动，还逐渐枯萎了。他们之前其实是靠着受罪者石像供给的黑暗之力，才能继续战斗。源头没了，自然就枯竭了。阿班，你在外面待命，其他的都随我进去。哎呦，装的倒是挺像的，也是时候给小黄叠加几层被动了。小黄。去砍碎它！给，好好吸收。小草现在已经36级了，将这一颗晶核吸收，
应该就能尝试突破领主级了。哦，前面已经完全被黑暗之力侵蚀了吗？看来目标物就在这片黑暗里。小叶，制造一个照明用的火球。停下，前面有东西。这是在死星之魄附近。有了，小叶，火焰升大点。找到了，净化灵魂后的残渣变成了侵蚀这里黑暗之力的源头。总觉得有点讽刺呢。阿呆，你去把那死星之魄拿出来。接着把死星之魄放入眼眶，把千载阴星放入胸口。强的威压，阿呆都有些支撑不住了。快进这个池子！加油，阿呆，坚持住！灵魂强度不足，无法观看，所以增加灵魂强度就是升级系统的方法吗？出现了5级的能力，目前还没有在王级以下的怪物身上发现过。也就是说，阿呆在某方面已经毫不逊色于王级。如果把亡灵之焰的加成也算上，就是双5级能力，再加上能够永久性增加灵魂之力的天赋，阿呆拥有无限的可能啊！目前最强的依旧是王级的阿班，但就潜力来说，阿呆在灵魂上的造诣肯定要超过阿班。可以把灵魂锁链换到阿呆这里。阿呆，我们现在需要测试一下每一只被杀死的怪物能够给你提供多少比例的灵魂之力，以及你的亡灵属下击杀怪物能否给你提供灵魂之力。小黄，去阿班那边带一只被我们俘虏的树怪过来。好，来啦来啦！主人，如果我自己吸收，大概有1/5；由这头亡灵吸收，大概会给我1/10。它也能吸收等额的灵魂之力。被阿呆复活的亡灵也能吸收一小部分灵魂之力，爆冰流加上可以不断成长的特性，神话品质恐怖如斯啊！你这些亡灵小弟也太多了，40级以上包括40级的亡灵留下，其他的你全部吸收了吧。这种升级速度太作弊了。现在阿呆距离王级只有1步之遥了。地心世界现在还在发展中，不适合骸骨主宰这种能在杀戮中滚雪球式变强的御兽发展。而黑雾世界不同，这片大地深处埋藏着无数的尸骨，只要你等级足够高，就能将它们全部转化为我们的战力。阿呆，等我们回去后，你就带着你的仆从们去黑雾世界发展吧。主人，你不要我了。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只是你待在我身边会大受限制，你的潜力不应该浪费在我身边。我明白了，放心吧，主人，我会变得更强的，强大到没有谁能阻止我们在一起。老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高少，您出行需要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妥当，辛苦你了。家里都还好吧？一切都好，季董身体很好，学校那边一切正常，关老师待得越来越安稳，前几天还救了几个学生。是吗？回头可要好好听你讲讲。哦，对了，小黄，把毯子拿过来。这是御兽，这段时间你也是费心了。这只领主级御兽，你喜欢就收下吧。又是一只领主，给我的。好了，阿呆去黑雾世界的事你也多留心，小黄大子也帮我先带回去，我这边就直接动身去北极了。走了，多谢高少。嘿，好厉害！小意思。
啊，如果北极这里没有符合你要求的材料的话，那就只可能在南极了。隐约有感觉，再往东北方向走一段吧。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高鹏，再坚持坚持。好。就在前面，就在前面。这是一座冰城，这不像是我们能够制作出来的宫殿。啊，王级怪物！阿呆和阿班都没带在身边，现在战力最强的应该就是50级的白钢风刃兽了。而且这里是这只寒冰修罗骑士的主场，看来是不可能硬闯了。高鹏，里面有好东西啊！废话，我能看不出来里面有好东西吗？人类，离开这里！会说人类的语言，说明这不是野生的怪物，肯定接触过人类社会文明，甚至有可能是别人家的御兽。啊，我们不进入宫殿，我们只在周围看看，不进去好吗？嘿嘿，拜托了，我们会很守规矩的。哦。啊，其实回去了，应该是默许我们在周边探索了吧？哇哦，高鹏，这里有极冰寒潭。等等，从41级升到了43级，可能已经是这个寒池给到的极限了吧？什么时候到我身后的？你们和我过来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走。这是纯阴冰泉。哇哦！哇哦！放开我！快放开我啊！哦！你给我老实点儿，人家主人正看着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你的实力衰退了，这个可以帮你快速恢复一部分实力。谢谢您。啊，这骑士神出鬼没的。阿纯，给我水桶和水缸。咦，井里的纯阴冰泉被舀出来后，就变成了纯黑色，也没有寒气再冒出来了。嘿嘿嘿，没见识了吧？这样就能保证泉水里极其强大的寒冰之力不会流失，是难得的天才地宝。搞定，来吧。呜呼！这是你的御兽。嗯。红色的莲花状花纹，倒是很少见。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些东西？啊，是的。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晚上7点钟。很久都没人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元素之力正在复苏。现在距离元素复苏过去多久了？5年。我沉睡了这么久，元素之力才复苏了5年吗？能在最初的5年的时间里拥有几只领主级日兽，也是很不错了。而且你那狮子也不简单，以前等级应该不低。啊，要不要尝尝我手艺？我烤鱼水准很好的。这种随时让人吃东西的行为，总觉得很熟悉啊！不用麻烦了，我有罐头。罐头？罐头是什么？阿纯。那，请试试。啊，主人，这看起来太不健康了。先别急，这个东西味道很有层次呢，有试一试的价值。没有了呢。没关系的，要是喜欢，我还有很多。主人，你
大爷，我又是王级了！这片世界的压制力还没有彻底散去，目前最高也就能允许出现王级，更高等级的怪物无法晋升，其他世界的怪物也无法穿过来，这应该是世界本身的一种保护机制。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次过来，我就是希望能让我的御兽等级提升。那我送你个礼物吧。这是磁弓兽，它能够感应慈母兽的位置，慈母兽就在后点。有了这个，你下次来一定不会迷路。记得带上罐头哦。谢谢。对了，我家里还有很多其他比罐头更好吃的东西，等我回渝州后就给你寄过来。我叫高鹏，方便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们部落的人都姓北，我的名字是北青岩。那当我等的人回来后，我就去渝州找你蹭吃的。那我们就说好了哦。来的时候着急，回去就不用着急了。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北极，总得带点土特产回去吧，空手回家可不像话。咦，那边冰块怎么围着一群怪物？这是企鹅？好吵啊！哎，他们都在说啥？在警告我们不要靠近他们的地盘。切，一群小东西！白高，别急。本应该在南极的企鹅出现在了北极。我们只是路过，把挡住的这几只冰柱威吓一下就行。被冻住反而还激动起来了。白高，去稍微吓一下。突然，好丑，丑瞎了！我居然摔发霉了！总算走了。这是刚刚这群企鹅聚集的地方，居然有一艘冻住的船。这是北雄区的标志。船上的炮膛还有雷达等装置大部分都被摧毁了，然后又被极寒冰封了。有点意思。白刚，那群企鹅往哪边跑了？这边。走，我们去山洞里看看。看上去像废弃的实验室。这些企鹅应该是被抓过来充当实验品的，可能是实验出了问题，或者被怪物袭击摧毁，导致实验室被遗弃，于是企鹅逃出来疯狂繁衍。实验室虽然被破坏，但里面并未发现人的尸体，可能是离开的时候被带走了，或者是葬身于怪物的肚子里。上面有东西。喳喳喳喳喳喳喳！他在说什么啊？语气好像很不好的样子。他把我们误认为害死他全家，还抓了他去做实验的人类了，并且还要把我们全部吃光。这你不用说，我都看得出来。这里场地不适合我们作战，出口离这里不远，先撤出山洞。糟糕，居然用冰墙堵住了出口。技师，你……嘿嘿嘿嘿，吃了你们家那么多东西，好歹也要出力呀！咦，别放！不愧是变异体，依靠特殊能力居然能解除我的冰封，只是恢复到王级还是有点弱呀。别上去！哇！不错不错，
有5分饱了，再接再厉。想逃？嘿嘿嘿嘿，说好的浓缩就是精华呢！你这个骗子！这是寒霜技师在恢复王级实力后恢复的新能力。在王级之前，这个能力一直显示的是问号，也就是未觉醒的状态。虽然局限性很大，但在面对冰系属性的怪物时，就会变得十分有针对性。阿准，把尸体带走。将2种不同怪物的血脉融合在一起，这说不定就是北雄区正在研发的方向。灾变后，即使成立了联盟政府，各个大区也在暗地里使用手段争抢资源。走吧，我们看起来要转到北雄区了。这种融合怪物的方法也有弊端，先不说成功率，即使成功了，也会有天赋缺陷。你们人类就喜欢搞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研究结果出来了吗？这怪物是什么级别的？禀报将军，这只被我们命名为黑暗耶梦加德的巨蛇，应该超过了王级。一头王级之上的怪物晶核，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培养出一头王级御兽，而且它身上的每一处都是很珍贵的材料。如果成功了，我也会成为果冈的功臣，被铭记在历史上。甚至能够让果冈区从一个小区发展为一个大区。什么情况？地震！有人危险！完蛋了！高少，在这边开店需要的人手以及准备售卖的预售，第一批已经一起到位了。辛苦了。据我这段时间观察，北雄区的人崇武好斗，民风剽悍，只要预售足够强大威猛，就会极其受欢迎。所以麻烦你跑这一趟了。宇宙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倒是有个大消息，卢卡萨基地室的空间裂缝关闭了，听说是有人误判，以为一只正在深度睡眠的王级之上的怪兽已经死了，于是试图剖开人家脑袋，取出晶核。更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我只听说现在空间裂缝另一边已经成为禁区了。什么？外公现在应该就在黑雾世界那边。卢卡萨距离荒芜迷宫只有1000公里的距离，这个距离对于王级之上的怪物而言并不算远。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在我动身之前，季董已经回到渝州基地了。季董还说，非常赞成高少您开辟北雄区市场。行吧，总之北雄区托木斯克分店明天就要正式开业，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在整个北雄区扩展业务。哦，这就是这次的主推预售吧？是的，按照您的吩咐，这次带来的都是能够在北雄区生存的各种首领级怪物。这种6角恐怖狼就是这次贩卖的主力。正面战斗能力不俗，同时可以吸收血液恢复自己伤势，拥有极强的嗅觉，对鲜血十分敏锐，适合野外追踪。在地域辽阔的北雄区，算是非常实用的预售了。不错，你办事我一向是放心的。明天开店时，可以安排我们的预售跟当地的代表性预售，比如说冰瀑暴熊来打一场，让老毛子们亲眼看到我们预售的实力。是。哦，对了，我最近交了个朋友，叫门萨夫，是这里一个大家族的次子，算是毛子里难得的聪明人了。我拜托他给咱们找了2个托，你跟他联系下，到时别忘了给人家酬劳啊。我们还需要托吗？当然啦，气氛烘托也很重要。去吧，好好休息。黑雾世界那边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道阿呆怎么样了。这么强横的一只怪物，如果能够杀死并复苏为亡灵的话，一定是非常强大的战力吧？哦，好像还有一股庞大的气息埋葬在沼泽。北星锤为什么会突然复活？如果我能杀你一次，
自认能杀你第2次。去，围剿他！烦死了！全部都给我消失！还以为水底召唤的亡灵能打上一场，真是弱呀！看来还是要我自己来。这就是千禧之地霸主的实力吗？不过如此。从今天开始，就是千禧之地的主人。今天我们来探访一家最近新开就极其火热的预售专卖店，它就是来自遥远华区的南天集团。正如你所见，不到8点，店门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在店门口的展示区里，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器正在播放他们的主推产品六角恐怖狼的战斗画面。从这场和冰兔暴熊的战斗也能看得出六角恐怖狼实力非凡。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顾客，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六角恐怖狼真是太酷了，我这次就是专门来购买来当主力预售培养的。没错，我听说有个大家族成员前几天一下子买了20只，组成了新的保安队，就来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结果六角恐怖狼确实让人觉得惊喜。看来老毛子对这次的主推预售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北雄市这边就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黄亚跟进就行。我也可以推进下一步了。黑雾世界那边有一头王级之上的怪物在，也不知道具体是皇级还是地级，暂时是不能过去了。怪物？什么怪物？不知道，没有影像资料。据说是一条黑色的大蛇。哼，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只怪物最多只是皇级巅峰，绝对不可能是地级。你这么肯定？当然，愚蠢的人类，有哪只地级怪物敢在另外一只地级怪物的眼皮子底下沉睡？先活得长了。小鹏，长安又出事了，有怪物入侵，是从塔克拉玛干里面出来的。而且根据最新消息，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逐渐向长安基地市靠近。按照现在的速度估计，大概10年后，沙漠就能移动到长安基地市，将整个长安吞没。长安真是多灾多难啊！但是沙漠也会活化，这么庞大的一座沙漠，如果真的变成了怪物，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明天就动身去长安看看实际情况。你回渝州之后，就好好看家。还是我现在跟您一起去吧。嘿嘿，我现在有了冰系预售了，刚好可以克制沙漠系怪物，专业对口。行，都带上。这次情况确实奇怪，塔克拉玛干最初位于西域的西南，但是现在已经移动到长安的西北方了。根据这个速度推算，很可能在灾变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往长安靠近了。或许在长安有吸引他的东西。啊，没有活化，没有看见任何属性。塔克拉玛干在吞噬外界的土壤，不断强大自己。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有变异成任何怪物，但这不是移动，这是在吞噬。白龙，不对，太奇怪了！偌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居然没有看见一只怪物，再贫瘠的地方也会孕育生命，太奇怪了！哎，小心点，这可是高空！这应该是超级兴奋的状态。白龙，有什么发现？找到了。这些就是吸引你的东西？不是，在下面。外公，接下来我试试吧。一切小心。小黄，把这些冰打碎。
原来搞鬼的是你啊！话说回来，这长得也太恶心了。哎，想跑？小黄，抓住他！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哪里跑？这是哪儿？怪丫丫和大脑袋呢？小黄，你走吧，我不要你了，我已经养不起你了。每抓一只鱼怪都要足足500块钱，你太能挣钱了。我根本养不起你这么勤奋的小鸭子。难道是我每只500块钱要价太高了？而且我还把其他不是鱼的怪物蒙混过关，来骗高鹏的钱，高鹏都亏死了。所以高鹏养不起我了。刚刚是精神冲击还是心灵入侵？还好有阿呆灵魂之火的威能帮我减免了大部分的影响。你们干嘛？嘿嘿嘿嘿，看戏呢。他们都还没有从心灵类能力里恢复。养得起，养得起，少50行不行？宝物都是我的。哈哈，高鹏，我再也不偷吃你的东西了。下次我也不往你杯子里吐口水了。你不要打我。哎，要不我还是把那个脑袋怪抓过来，让他们恢复正常。等一下，先别动手，我倒要看看这些家伙都还能出什么洋相。抓住了。应该是没问题了。这玩意儿倒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大脑瓜子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脱水，有趣。这叫生长之脑，是一种心灵系的怪物，可以操纵死物。塔克拉玛干就是被他操纵的。外公有没有兴趣养一只？老头子，我灵魂之力不够，签不了。这至少也是王级吧？领主的话，我倒是可以试试。哦，这样我就收下喽。难得遇见一只心灵系怪物，而且等级还不低。哇，脑花超好吃的，我想吃，我想吃。大哥哥，你放了我好不好？求求你放了我！小孩子的声音是要和我交流。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去长安？哎呀，好冷漠呢。如果我告诉了你，那你会放我离开吗？看你表现。你好，我叫王章，长安人。我是一个沙漠徒步爱好者。5年前世界发生灾变的时候，我正在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灾难发生后，沙漠里发生了特大沙尘暴。我尽力了，但我最后还是死在沙尘暴里。还有7天，就是我女儿满3周岁的生日。我想回去看看她，给她唱一首生日歌。我只是单纯的想回去看看我女儿。太可怜了。所以这就是你要带塔克拉玛干回长安的理由？我的身体已经和沙漠融为了一体，无法脱离沙漠。我真的只是想回去看看，顺便再吃点人，是不是？行了，就说你愿不愿意臣服。如果愿意成为我的御兽，你今天就可以活下来；如果不愿意，我家御兽它也饿很久了。想要我臣服你，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呢？能得到你小黄爷爷我的爱。怎么和我老大说话的呢？老大招你做御兽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踢条子啊？我愿意臣服。这应该是生长之脑的天赋能力，在吞噬其他生命的大脑后，读取里面的记忆。生长之脑意识空间里的记忆倒是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没什么智慧的低等生物的记忆。属于人类的7个，几乎都来自于
灾变初期的那场灾难。这眼珠是生长之脑的视觉器官，也是它的进食通道。从这里释放出一种名为记忆碎末的东西，可以短暂增幅生长之脑的心灵之力。所以，记忆也是一种物质。它们虽然不能触摸，无形无色，但它们真真切切的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在特殊的情况下，记忆也能被撕碎，以化为心灵之力爆发的燃料。有意思。哎，你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夺舍取消吧。失去了生长之脑的控制，塔克拉玛干虽然还是流动沙漠，但却不会继续有意识的向长安基地市移动。怪丫丫，这只老鼠不会死了吧？不会的。下面还有其他怪物？请获得1点寄生兽。这沙妖树居然也是一种寄生的怪物，而在沙妖树上又有依托它们而寄生的沙比特甲虫，一环扣一环，倒是有意思。怪丫丫，你看，怎么了？老鼠它钻进了之前的大洞里啦！哎，还真找到好东西了。小黄，过去帮忙。之前在大力沙漠就找到过一块类似的白玉骨头，两者材质几乎一模一样，上面都有着同出一辙的复杂花纹，在残玉断裂处能看见猩红的赤色斑点。嘿嘿，看这小老鼠的样子，这还说不定真是个宝贝，咱们也算没白来。行了，这边的事儿算是了结了，一会儿咱爷俩顺道去趟汉中。汉中？汉王刘邦以汉中为发祥之地，拜韩信为将，以此逐鹿中原。蜀魏争霸时，黄忠于汉中定军山斩夏刘，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诸葛亮屯兵于汉中，最终葬于定军山之下。这片龙兴之地也在异变后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之前有传闻说，定军山里传出杀喊声，还有人看见定军山里军营密布，营旗精展。当时汉中基地市的领主御史前去探查，之后却对外宣称一无所获。外公这么跟我说的话，实际的情况是并非如此喽？那确实只是对外的说法而已。实际上，那名御史在定军山发现了一面旗帜。一面旗帜？难道是旗帜成精了？那在定军山可能出现的旗帜太多了，从春秋战国时期能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不用想了，你马上就能看到它。哦。杀！山顶上居然传来了厮杀声，刚刚往下看的时候，不是没有人吗？老臣必不负先王所托，当振兴汉室，鞠躬尽瘁矣。信，必为汉王横扫天下，大丈夫当世矣。外公，这……我们过去吧。这是喜欢听军歌，看战争电影啊，难怪。哈哈，怪不得今天天色这么好，原来是有贵客来了。你这日子过得挺悠闲嘛，怎么年纪轻轻就像一个小老头子一样？也是迫于生活，不然官方的人太烦了。这是陆王，你叫陆叔就好。你上次说想要的材料，就是多亏他才能找到。陆叔好，辛苦陆叔了。不用客气，这是我在收服败将旗的时候找到的，我也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这不，偶然听说你们在收集某些材料时，才想起来的。多谢陆叔了，如果陆叔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高鹏绝不含糊。哎，那都不是事儿，咱们先吃饭。
一听说老季你要来，前2天我特意去秦岭打了一个领主级的鬼火明雀，咱们一起打打牙祭。那给我抱好了，不要丢了啊！这是你进化用到的材料。哦，哎，我只是个小蜈蚣，怎么拿都不方便。等等，小光，我给你3000块钱，你帮我把盒子和里面的东西带回去。啊，要去你自己去，就这点钱还想请你黄爷爷帮忙，简直吓死鸭子了。事成后再给你7000块，再加上10条咸鱼。呀，成交！嘿嘿，这样才够意思吗，子老板？嘿嘿嘿嘿。对大子深得高朋宠爱，价兼顾丰厚，一言不合就来1单上万的大买卖，倒是可以长期合作，可比我卖鱼赚钱多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哎，又砍卷认了一把。说好了请我们吃鬼火明雀，结果连食材都处理不好。说好了请我们吃鬼火明雀，结果连食材都处理不好。老季，你也别说风凉话了，鬼火明雀再怎么说也是巅峰领主级，哪怕死了也不好搞。快过来搭把手。陆叔，这个小麻雀就交给我吧。哦，行啊，年轻人确实也该多锻炼锻炼。大子，把这个爪子咬断。嘎嘎嘎！陆叔，你看，不错不错，年少有为啊！就算鬼火明雀的爪子很锋利，想要这么轻松地剖开它坚韧的毛皮，绝对要有十分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这小子，自身就不简单。前辈，你们是？陆王前辈，我们是汉中基地市的人。老季、表哥，你们先吃，我过去一下啊。什么事啊？陆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了瘟疫，现在瘟疫已经在汉中城内扩散，整个城区已经被封锁了。发生瘟疫，你们找研究员呢？找我干啥？我能治瘟疫吗？你们让我去杀怪物还行，这治病我不会，我又不是医生。现在瘟疫爆发严重，所有被瘟疫感染后的怪物都很有攻击性。汉中市的顶尖御史只有您一人，现在只有您才能平定局势了。老季，怎么回事？嗨，你也知道，我的2只御兽都是稀里糊涂白捡一样得来的。我这个顶尖御史，说实话，水得很。这不是汉中出大事儿了，我不能不管。可是我这个能耐，外公，我们去看看吧。陆先生、季先生、高先生，你们请看，这3个人分别是1个月前、2周前、3天前感染瘟疫的患者。这是感染3天的患者，这种病毒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看上去倒是有点像某种经典系列电影里的某种东西。这是2周的。接下来这个患者没有传染性。是的，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测验，确实没有了传染性。带我去看看这个患者。这里是经过特殊改造的病区，哪怕遭受巅峰首领级的袭击，也能撑1个小时。请高先生放心，患者就在里面。幼虫子体，那也就是说，果然已经不是人了。夫子，你扫描一下医院。好。这是怎么了，高先生？你的表情很古怪呢。不好意思啊，刚才那名患者看上去有点恐怖。哦，没关系的。不知道高先生是有其他发现吗？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啊。我还是回去找陆叔
问问他有什么法子吧。要杀死这些小虫子吗？等等，你扫描下整个城市，就不用给我传画面了，直接告诉我什么情况。目前还没有遍布整个汉中市，但在汉中市的一部分街道，还有墙壁和行人的衣服上，都寄生着这种幼虫。虽然可以消灭这些幼虫，但如果无法彻底掐灭源头，光是消灭一些幼虫根本无济于事。哎，真是麻烦。高先生，有发现吗？带我去瘟疫的最初爆发地。好。我们已知的第一处病例，就是在南乡骨科医院里发现的。里面已经被封锁了，因为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南乡骨科里几乎90%以上的人都被感染了，包括很多医生。又是医院。哎，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像这种寄生类的虫子，一般打死大虫子，小虫子也就差不多全死了。和我想的一样。现在难题就是怎么把背后的这只母虫找出来了。哎，瘟疫最开始是怎么爆发的？你们应该调取监控了吧？有没有什么发现？那个，我们确实有一些发现，只是没有明确证据，不能肯定。啊，我是汉中市刑侦调查大队李猛。你好。其实我们早就有怀疑对象了，只是一直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拿下他。更棘手的是，我们不能保证在拿下他后，瘟疫不会彻底失控。现在高少来了，一切就拜托了。哦，原来是他。这是我的，这就是我的力量。那些所有嘲笑过我的、看不起我的所有人，我随时都能让他们去死。等我的子虫布满整个汉中市后，我就可以控制整个汉中市。或许可以装作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办法，这样可以更快地获得明面上的身份地位。不，这容易被拿到把柄。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聪明人。哼，那就先杀几个人过过瘾。反正现在瘟疫爆发，在瘟疫中死几个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终于找到了。谁？好奇怪，我怎么越来越……无聊，这也太容易了。哼，这诸不亮自以为隐藏得深，实际上他的身份早就被怀疑，只是为了避免事态失控，才没有直接逮捕他。唉，不能小瞧了一个政府认真起来后能够发挥出来的恐怖力量啊！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依仗吗？还没有领主级，只是首领级就能制造这么大范围的瘟疫。哼，不自量力。秃子，哇！哇！硬吃一次秃子的心灵冲击，居然还那么有精神。秃子，再给他来个猛的！哇！可是刚刚那个已经是我最强攻击了。最强居然打不死一只领主级，王姬之耻啊！要不还是我上？先别急，反正情况已经基本掌控，正好让我练练兵。秃子，用你的心灵暗示不断叠加，最后听我的口令，一次性爆发。成功了！搞定，我先上去了啊。小狮子，冰冻一下这虫子的尸体，回头好交差。2箱冰脆果啊，好说。如果没有人引导，生长之脑可能也就是在沙漠里
饿死壳子几只猎物，能力还得开发练习啊，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嘿，说不定还可以用来给别的怪物进行洗脑。如果能够从小洗脑的话，就算不签订血契，我也能拥有一批怪物军团。下一步就是让生长之脑去将汉中城里残留的子虫全部解决。不过在此之前，先得给你穿个衣服。好看的小衣衣，好看的小衣衣。记得杀干净，不要漏掉一只幼虫。哎呀，这次帮汉中基地那么大一个忙，官方的回报肯定不会少，外公也会争取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出来，就不用我下山河了。终于结束了，这次出来时间有点长了，该回家喽。只有强者才能制定世界的规矩。从今天开始，圣特尔城宣布独立，我们隶属于世界联盟政府，但圣特尔城内部的职位任免和一切内务严禁任何人插手。你们看，天上飘着一副圣冠，这世道是越来越怪了。听说别的区还有神像活过来的。特鲁城从今日宣布独立，只隶属于世界联盟政府，但特鲁城一切内务由特鲁城内部决定。樱花神有令，从今天开始，神会接管上田城一切事务。我们都完成聚集了，可为什么你们华夏区还没有任何动作？哼，我们玩的是同一个难度吗？隔壁就是渝州，还记得渝州是谁的大本营吗？一只王级御兽而已，华夏人就是胆子小。说的轻巧，王级御兽还而已。一行，你来试试。而且，谁说是一只？最新消息，老家伙现在是2只王级御兽的主人了。什么？2只？消息准确吗？我们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目的，才聚在一起的伙伴。现在目的差不多快达到了，其实就算少1-2块拼图，也无伤大雅。重要的是下一步的行动。山雨欲来啊！好不容易来的安稳日子，没几天又要乱了。哼，这不是很正常吗？在面对足以威胁生命的灾难时，尚且不能做到所有人齐心协力，更别说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不过真有意思，其他大区都乱了，就我们华夏区挺安静的。因为他们拿不准我们的态度。御史是一个让所有权力关系洗牌的新职业，不管你在灾变前是什么身份地位，只要敢打拼，加上一定的运气，就能成为强者。这些人需要庇佑一座城市，有时候还要直面领主级怪物或对抗怪物潮，这都是有风险的。承担着这样级别的风险，还要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管，得到的又不如预想中的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产生别样的想法。就算这些人自己不会有什么想法，他们身边的人也一定会让他们有想法。就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都是身不由己啊。调皮，现在出头的这些人只算借选之极，放到古代就是一些散兵游勇的小诸侯叛乱，只要朝廷大军集结，平定就是时间问题。是啊，其实朝廷真正忌惮的是那些大诸侯，比如拥有2只王级御兽的您。2只王级，唉。小白真是厉害，好好的在家待着，那么大一条媳妇儿，大老远自己找上门，还带着一个大胖儿子。
大胖儿子，哼，那可真是太胖了。哦，话说，叛乱的应该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吧？毕竟看他们的行动模式，不像是有纪律的样子。有的人是挑战12元老，但有的却直接袭杀元老。一群跳梁小丑而已，而且12元老只是面子工程。当初还邀请过我寻思着是我董事长当着不舒服吗？还要去给别人跑下腿。进来。高少，季董，事态有点严重了。昨天5个区宣布独立，世界联盟政府紧急宣布将这5个区列入黑名单，同时制裁这5个区，派出军队和御史对其进行武力审判。然后今天一早，独立地区增加到了7个，其中还包括人口大国阴阳区。而且最新消息，阴阳区的12元老之一波金多跌血于普陀山之巅。波金多的御兽地形夜叉被撕成2半，血液染红了半边山岸。击杀波金多的御史全名华伦，今年只有22岁，被称作阴阳区最具有天赋的御史。他的御兽是一只王级御兽，叫黑暗阿修罗。我现在就把目击者拍到的画面传给你。这怪物卖相还不错，拥有一种怪物特性，说明这只怪物的巅峰品质也达到过史诗。完美级品质的王级已经不算弱，看黑暗阿修罗的属性，应该是黑暗属性加上近身肉搏特性，有点类似于白龙。季董，那华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昨天在当地的一个酒会上大放厥词，说他的御兽绝对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完美的御兽，比您和高少的御兽更优秀。这真是井底之蛙。哼，还是季董和高少大气，不和那货计较。哼，虚名而已，只要不来招惹我们就好了。至于放嘴炮，谁都吹过牛。继续收集信息吧，多加监视。是，高少。哦，还有，定神石，你不是说有线索了吗？怎么样了？邵董，消息确认了，有人曾在神女峰山脚下看见山石在夜里化为飞禽走兽，白天重新凝聚为岩石的画面。定神石的消息应该是真的。万扎朝皇新章开启，每周3连更，精彩呈现，不容错过。请看苏立夏移心换斗，逆袭配角的别样人生。神女峰嘛。外公，择日不如撞日，明天大年初1是个好兆头，向着神女峰出发，大紫也能早日进化。啊！听见没？听见没？高鹏说的，我这应该在今天进化，比你们都厉害。姐，那人好装啊，居然在这里钓鱼啊！嘘，出门在外不要乱说话，小心祸从口出。切，装神弄鬼！啊！是白恶王，怎么会惊动白恶王？我们今年的供奉可是按时交纳了。姐姐，你看，白恶王的目标不是我们，是车上的那个钓鱼人。大哥哥，快走！危险，会死人的！哦。找我有事？这是什么？我就是以为领地被侵犯，然后出来看一眼而已啊！放弃查获，走！想跑？阿班，拿下！好强的浪！快稳住船身！姐姐，白恶王死了。已经穿过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前面就是神女峰了。怎么有翻书的声音？右边是飞凤山，据传当年大禹治水时遇见困难，瑶姬于此授书大禹，
赐予他治水之法。治水之法，难不成还会从里面飞出一本书？什么？来真的？这书居然飞向了神女峰，看来此峰确实有古怪。阿班，你现在目标太大，等等吃一颗伪装果实，我们爬上去。好。哦，定神石，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阿班，我们过去。没想到跟随着书本会来到一处连地图都没有记载的山谷，倒真是别有洞天。哎，山谷中怎么还会有女性？这就是各类传说中的神女吗？哎，怎么是石头？不对，本来就是石头。仙女是她幻化的形象吗？阿班，我们探索一下周边。什么？擅入者死！这是想打架？前有狼后有虎，看来冲突是在所难免了。居然还是一只野生的传说品质怪物，这是投影。这3具投影都不过50级，而且还只是阿班在伪装状态下的投影，完全无压力啊！你们拦住我干什么？如果你们还不让开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感觉像是在体表套上了一层塑料薄膜，这应该就是斩龙篇章的水域玄靴。不过，哼，这个能力对我和阿班都无用。啊，好，这是你先动手的，阿班，击败他，给他留一口气。万家朝皇新章开启，每周3连更，精彩呈现，不容错过。请看苏律下移心换斗逆袭配角的别样人生。这就是被打破本源陷入沉睡的圣灵泉。诶，可融合，这倒是第一次看见。想跑，你跑得掉吗？好刺眼的光！天在乌云。呀！唉，沈女士被烧得漆黑焦臭，还冒着青烟，真惨呐！哎，又是可融合，镀地，倒是挺有创意的嘛。不过嘛，阿班刚好是地属性的哦。现在应该没有东西来阻止我寻找定神石了吧？走着。哇哦，一大一小2块定神石，再附赠3只优秀的怪物，嘿嘿，太客气了，实在是太客气了。哎呀，巫峡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啊！满载而归。呀！定神石搞定的话，其他配方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猪主人，吃橘子嘛，好吃。橘树妖？难道是阿班身上那些半死不活的橘树变的？倒也有些机缘。等等，定神石？难道？啊，还真是，幸亏碎的是小的，大的那块足够大紫进化的了。行吧，以后在外面你们就自称是阿班座下的送橘童子。你叫南橘，你叫北芷。好的，猪主人。高鹏，上面的是高鹏吗？是陈汉桥。李叔，这是我高中同学，我和他聊2句。行，别耽误任务。
不错呀，老陈，都已经拉出自己的队伍了。咱们那一届只要是用心学习的，现在不少都可以独当一面了，也算是对得起老教官们的栽培。倒是你，现在都是世界顶尖御史了，我们班级老同学里就你最厉害，平时出去说是你的高中同学，还挺有面子的。橘子吃。嘿嘿嘿，趁热吃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一见面就要占我便宜啊？你们这是执行任务？刚接了一个单子，清剿金佛山，有人在那里看见了一群变异的怪物，让我们去清理。那怪物也是在探索者工会里颁布的任务，听说是一种很罕见的变异怪物，对人类攻击性很强。走了，有时间再聚。啊，记得来渝州，我请你吃饭。探索者工会，不是外公还有联合政府一起成立的工会吗？不会有什么事吧？橘子吃橘子。吃我的橘子，不吃他橘子，不吃他橘子，吃我的橘子。万家朝皇新章开启，每周3连更，精彩呈现，不容错过。请看苏律下移心换斗，逆袭配角的别样人生。老板，这橘子还挺好吃的，你多吃点。大子，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但是你一旦决定，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我不后悔。你很可能就不再是一只纯粹的蜈蚣了。高鹏，你怎么啰里吧嗦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快，就朝这里，给我狠狠打！好吧，那就来吧。哎呀，注射太慢了，看我一口闷了。好强的威力！不行，不能再待在实验室里。别愣着了，快走！老板，出什么事了？实验室炸了！没事儿，刚好想换个实验室。如此强的反应，进化一定能成功。蜕变吧，大子。哎呀，大子，不准乱丢东西！大子变电灯了！有龙的气息，难道说？小心眼应该是名词而不是形容词吧？可能那长出来的心眼就真的很小吧？高鹏，我怎么只剩下2对爪子了？好不习惯。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蜈蚣，这点改变挺正常的。这边搞定。还有地牢里那3个怪物，融合肯定是需要素材的。这3只怪物看上去关系那么好的样子，说不定就是让他们3个互相融合。陈汉桥，高鹏，救命！我在金峰山路下沟。果然出事了。是幸存者。这些尸戮看着唬人，实际上连一只首领级都没有。陈汉桥他们的怪兽团队里有足足7只首领级御兽，这个实力对比不应该被围困的。大子，我们靠近点看看。什么？居然敢偷袭伟大的普渡慈子大人！这是面具人？难道是之前袭击各方势力的那批？
派出4只领主级御兽为交往，而且等级都不低，看来也是良苦用心呢。是诅咒，要不是伤害被转移给阿班，我还真有点不好受。我居然被削弱了1%，我5%，我3%。啊，好厉害，好厉害！好机会！那只怪物已经被诅咒给逼疯了，激火杀掉它！烈士，居然被挡住了！居然被挡住了！这可是整整3只强大的领主同时进行攻击。就算在领主级怪物里，他们这3只御兽也是非常强大的，很有敌手。这究竟是什么怪物？林家门的御兽都没有这么强的攻击力。霓虹人，哼，还有没有隐藏的高手？如果没有，那你们可以死了。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给我上！白刚，去把他们收拾掉。好。不好，这小子还有只刺客型御兽，我们撤。好了，不玩了，游戏结束。是的，我们先下去，不要妨碍大子施展。大子，给他们一个痛快！加油干！想偷袭？滚蛋！哇！这样。我要你死无全尸！哦，可以啊，这小心眼居然能碾压通缉。老大，这只居然直接被拍死了！啊，你去把跑了的2个抓回来。放心好了，我们的救援队马上就到。对不起，我……哎，无妨，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我，就算不找你们，也会找其他人的。说起来，还是我连累了你们才是。知耻后勇，只是一次挫折罢了，时间还长呢。现在距离灾变初期不过5年的时间，我们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老爸，谢谢你救了我们，不过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埋伏我们、杀我们御兽的是这些人，还有他们背后的人。这个世界本来就弱肉强食，弱就是原罪。但偷袭我们这件事儿，我们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这位陈叔叔倒是韧劲十足，最重要的是很有血性，是个人物。你居然没走！当年我用陷阱把你捉住，签订了血契。这些年你一直不愿搭理我，本以为你在恨我。陈叔叔啊，你们后面是什么打算？要不要考虑加入南天集团？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整个怪猎团什么都没了。这只御兽，我刚刚看情况不对，不想让它白白送死，也已经解除血契了。实力好提升，反而是人品难得，能让御兽愿意和你签订第2次血契，足见陈叔叔的人品。既然高少看得上，那我们负责就跟着南天集团干了。陈叔叔客气了。高鹏，那接下来先带你和陈叔叔回集团，然后再好好跟一些人算账。秃子，快出来，有活干了！来了。
我让你夺舍长江，你倒好，在这儿给我演《西游记》呢。
好重的杀气！完了！可恶！你杀了我吧！丧头部落的男儿，从不惧怕死亡。真有骨气啊！那我就满足你，阿呆。龙鹰！高鹏，你现在情绪不对。什么？主人，可能你受到了我的影响。我实力提升后，会给予主人您灵魂反哺。我的灵魂增强是通过杀戮生命获取，所以也会传递给您一些力气。虽然已经过滤了绝大部分。啊，应该是他实力提升太快了，而且品质也太高了。不过这影响也不大，过段时间就没了。翻译一下，刚才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现在我们来谈正事。以下所有材料，只要你们长辈能够拿出一种，我就把你们送回去。来，记好了啊！真龙果、大破灭本源石、零度之光、武神躯壳、天心之火。下面就是被摧毁的阴天树吗？阴天树不属于战斗型，就算能复活，增加的战斗力是可有可无。但是它的宁静光环，或许可以缓解我受到阿呆反馈的戾气。小叶，我们下去。你也尽力了，为了活下去，所有生命都在拼尽全力的挣扎。阿呆，试试能不能复活他吧。本来就是圣体，现在还能将死去的御兽转化为亡灵，像这种变态的能力，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限制。不过，就算有限制也很可怕。只希望长辈们知道我被俘虏后，千万不要冲动啊！能力全部消失了，变成了光环怪。但我想要的宁静光环呢？怎么变成了什么暴力光环？算了算了，至少光环类能力对阿呆这种走暴冰流的有利。杀戮光环和暴力光环可以对队友起到增幅作用，恐惧光环可以削弱敌人，而且还有可成长性，倒是有重点培养的价值。这次西京之行，不小心把小燕的几个晋级材料都攒齐了，真是不虚此行。过了这么久，小燕终于也迎来了品质的晋升，不错不错。才刚也顺利的进化了，强化了刺客属性，威胁性更强。不过现在是黑铠血刃兽，再叫白刚不太合适，要不叫流光吧。这就去树林里训练了？真兴奋！回头必须好好夸夸流光，让那些懒鬼好好长长心。怎么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一定是你太阳晒少了。居然是在比较自己进化前的身高？骗人！说好的能帮我长高的。算了，就当没看见吧。嘿嘿，变矮了，想开点嘛，至少你变强了。招财进化后，战斗力依旧拉胯，但他只需要寻宝，给他配一套提高生存力的战术就行。
小黄的叠加效果只能重复叠加身体素质，不能叠加灵魂强度。祭师倒是恢复到了他的巅峰品质，传说品质，不过在等级上低了整整4级，好像还从未这般棘手过。可恶，这两只玉兽太麻烦了。这个人类就是这群玉兽的主人，杀死他！不好！小黄，快使用禁魔领域！好。好强悍的水元素爆破！还好蠢鸭子在高鹏身边。这头黑龙的目标实际上是我吗？现在你死定了！蠢货，你也逃不掉了！不好，狮子想要永动领域。永动领域是一记拼命的能力，可以在范围内造成恐怖的杀伤力。但这一招的副作用会让自身陷入沉睡，所以千万不能冲动啊！狮子，别，主人会难过。还有我在。哪怕是巅峰领主级，在阿呆如此庞大的灵魂冲击下，也会瞬间痛晕过去。这黑水夜龙不仅没有松口，反而咬得更用力。狮子，活了吗？看来阿呆消耗自身骨骼的必杀，还是震慑住了这头恶龙。狮子虽然伤得严重，但还好没有使用搏命能力，不然就算可以将那黑龙留下，但自身会彻底陷入沉睡。这1年来的辛苦修炼，也都将付诸于流水。巫峡基地室经过这次战斗，算是彻底完了。这就是顶级王级之间的战斗吗？主人，我们来了！来得正好，小花，快来给狮子疗伤。主人，那头黑龙正在往南方逃走。这头黑龙能够吞噬灵魂，恢复伤势。如果让它继续进入人数更多的基地室，那将是一场灾难。难怪会有斩龙篇章，难怪还有巫峡神女石。最初还觉得巫峡神女石的能力很鸡肋，但现在想来，任何一个能力都有它的用处。如果觉得它鸡肋，只是没有用在刀刃上罢了。如果我当初能够在这战之前收复神女石和斩龙篇章的话，这头黑水焰龙就只是一条大一点的黑泥鳅，完全不用战斗的如此艰难。我们现在就走。这次受伤不轻，得尽快去吸食些人类灵魂恢复下。老公，竟然追来了！什么？竟然用自己做锚点！之前的锚共鸣，魂力入侵我的身体！疯子，你和那头狮子都是疯子！现在晚了，共鸣已成，无法逆转，死吧！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快，小燕躲开！什么？阿呆，这是什么能力啊？好恐怖的气势，怎么可能？老天爷在隐藏实力！快走！前面就有人领取基地，吸光他们的灵魂！一击就击杀了只恶龙，这种状态下的阿呆竟然有这种力量！阿呆，小燕，快下去！阿呆，你怎么样？没事，消耗太大。那还好，
慢慢养，总能养回来的。不过你刚刚也太猛了吧！阿呆，你还能记得刚才那种状态吗？不记得了。那能不能转化这条恶龙？我试试。主人，他缺少一个龙头，不能复活他。无妨，回头联系附近的南天工作人员，把尸体运回去就行。我们回去吧。一个基地室覆灭，后续处理的事情可不少。第二队跟上，快把龙血送去冰洞去。那么这边就拜托了。高少说了，重要的材料，比如肝脏，还有骨髓、脊椎这些，全部留着。其他一些次要的骨头，还有血肉鳞片，可以分一部分给他们。没问题。哦，对了，邵董不是要把那个什么斩龙篇签了吗？成功了吗？下午的时候，高少跟他说了，黑水眼龙已经被杀死了，于是马上成功签约了。唉，要是在打黑水眼龙之前签约成功，说不定巫峡市也不会直接覆灭。唉，是啊。市长先生，关于巫峡基地室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其实基地室被摧毁的事件不是没有发生过，更何况巫峡基地室并不是什么大型基地室，但是没有一个活口逃出，这就是大事了。巫峡基地室全灭的事件开始发酵，引起了极大的民众恐慌。今天上午，大不列颠区正式宣布退出联盟，成立圣日联盟。下午，东南亚区和华夏区江南基地室、精灵基地室、魔都基地室同时宣布独立成立海神联盟和自由联盟。世界联盟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全世界所有基地室还有各大财团纷纷招收御史，开出很高的薪酬和职务。那些宰修御史强者瞬间成了香饽饽，世道又要乱了。这次就这样吧，十分感谢高先生合作，报酬也会马上转到您的账户上。好。确实要乱了呀。请进。老板，这是您让我们请的专家，这几位都是华夏区考古系的教授。你说你这里有一些上古时期的古文献给我们研究，先说好了，如果没有古文献，马上给我准备回城的机票，明天我还要给学生上课呢。各位老师可能听错了吧？我这里没有上古时期的古文字记录文献，但我这里有2个上古部落遗留下来的人，他们应该能成为老师们的研究素材。啊！啥玩意儿？脱离联盟区域出现的王级御兽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怪物的头顶或者背上都有一个渺小但让人绝对忽视不了的人影站着。这都预示着他们不是野生怪物，而是拥有主人的御兽，都是王级。在此之前，世界上已知的王级御史只有外公我，以及贵霜区的那个叫化龙的。但现在一夜之间就多出了4名王级御史。世界政府已显出大厦将倾之势，已经很难挽回局面。多出来的御史很可能是那些走出去的上古部落回来的人。从一个桑童部落就能派出4名不弱的王级御史来看，这些部落的实力远远比我所想象的更恐怖。他们只是受限于天地压制的原因，只能派遣王级御史。只要地心世界的上限提示了，他们就会。高少，董事长带着客人们回来了。外公，太好了！跟在白龙身后的那群就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吗？这就是祖地吗？那城池倒是挺大的，不过祖地的强者也太少了吧？居然连王级御兽也就那么点。祖地只是刚发展而已，过个几10年，他们强者的数量将会层出不穷。想要追上来，哪有那么简单？啊！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哦，这也是我外孙的御兽，很可爱，很听话的，他叫阿班。不是说好了祖地最高只有王级御兽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外公，你回来了。听说祖地的人全部都是圣体，可以不受限制随便签订预售，果然是真的。凭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们都只能签订一只预售，除非这只预售死亡，才能签订新的预售。这太不公平了！真的好羡慕他们能签订这么多预售啊！先祖他们一直希望部落能够回到祖地，是不是因为在祖地有能让我们签订更多预售的机会？外公，他们是……不知道你听说过没？他们是上古部落的人，这群人就像神经病一样，像一群狗皮膏药，非要跟着我。哦，我知道，前段时间我在霓虹也碰见了4个什么部落的人，杀了2个，活捉了2个，找了几名古文字专家，正在找他们学习上古文字。这样啊，等等你把具体细节告诉我，我会帮你处理首尾，你就安心学古语就行。哦，外公，我准备学完部落语言后就去黑雾世界。阿呆已经王级巅峰了，只要进入黑雾世界就能马上晋级皇级。既然这些部落喜欢派族中的年轻一辈强者进入地星，意图像操盘手一样操纵地星大局，那我就必须要跳出局盘。地星的阈值既是保护，也是限制。待在地星，我就永远只能待在局内，所以我更要跳出去。嘿，就先定一个小目标，称霸黑雾世界吧。你就放心的出去闯吧，这世界就需要你这种年轻人去闯闯。这家我给你扛着。高鹏，不好了，大紫失踪了！啊，失踪了？怎么会失踪？不是说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弱，闹脾气出去逛逛，而且还有御兽跟着他吗？是有御兽跟着大紫的，但就在昨天，大紫跑到一个裂缝里去，今天那个裂缝消失了。小叶，快带我去他消失的地方。老婆，你先去忙吧，那群人我会摆平的。是被雷虎扫过的。这里还残留一些空间元素的痕迹，确实出现过一个不稳定的空间裂缝。大紫，听得到吗？大紫，通过血气也联系不上。高鹏，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就好了。这不怪你，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大紫，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按原计划去黑雾世界，看看能不能碰上了。27次了，即使在黑雾世界联系大紫，也没有任何反应。血气的气息倒是没有任何变化，说明大紫没有生命危险。还是先专注于阿呆的进阶吧。要在异世界寻找大紫，首先也得有过人的实力。阿呆，可以突破了。有厉害的怪物过来了！什么？果然把这个大家伙吸引过来了。阿呆突破皇级，就靠他了。100年！哇，太强了！哎，大哥，你刚才那招好帅呀！我想学。好啊，什么时候想学都可以来找我。有事呆哥，没事傻大个。秃子，你死心吧，你学不会的。功夫不负有心呀，只要我努力，肯定会有收获的。就算学不了呆哥的10成本事，学个7、8成，也够我小黄在黑雾世界混了。高鹏，阿呆突破后，我们往哪里走？是去北边吗？还是往南边走？北边有一只地级怪物，目前打不过。西边的卢卡萨基地市，听说全是黑雾。挑战世界之谜这种伟大的想法，暂时还是不要有。东边是海洋，
岛屿众多，我们缺乏水战的御兽也排除。走吧，我们往南发展。阿准，把这条蛇的尸体装起来吧。这就是距离最近的新迷宫吗？门上面还有小孔，嘎嘎嘎，我去看看。嘎，黑漆漆的，完全看不清楚啊！啊，推开了，这么简单？门里面是大缸和木柴。奇怪，这里面的怪物看起来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明，能够制作铁器，还知道烹饪食物，将猎物悬挂，却格外的不和谐。这个迷宫和之前那个一样，我在空中有静止。可能制作这些迷宫的都是同一批人，或者说，迷宫之神？莫非这些迷宫都是那位迷宫之神建造的？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神吗？真是有趣的发现啊！快跑！哦，只是王级啊！主人，你就在此等我，我去就回。加油，大哥！这就是高个子的魅力嘛，真是潇洒呀！这个迷宫的整体实力倒也不强，还是去看看迷宫中心有什么好东西。阿呆，你吸收完我们就出发。这就是迷宫中心的宝物，一个青铜祭坛。哎，那群血腥猪人还会祭祖？收到了，阿呆，砸碎它！不要砸，别砸我，我能让你变得更强。虽然不是阿呆的全力一击，但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这玩意儿难道还真是啥天才地宝？这位大人，既然你打不烂祭坛，我看你也是人中龙凤，以后你就是我的新主人，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怎么样？哼，那我可还真要谢谢你啊！大人，哼，加油，试试。难道这就是食品加工器？且不说其他，就现在这个能力就很优秀啊！这招以后不用担心会饿着了。阿准，把那条大黑蛇掏出来。这也太重了！哎，真的可以。真香哎！果然没错，这个祭坛居然可以将怪物的能力剥夺出来，这家伙身份不简单。这东西和装备十分相似，虽然服用果实后获得的能力不能继续提升，但是可以一直叠 buff。嘿嘿嘿，原来你可以剥夺出怪物尸体本身蕴含的能力，难怪你这么自信。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恢复，恢复后我的能力会更强，剥夺的能力也更完整。嘿嘿，这个人看起来深不可测，我还是老实点儿吧。行了，看你还有点用处，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你。阿呆，搬走。是，主人。以后你就待在这里了。这是你的御兽？对啊，放心，它很稳的。高鹏，好像有怪物正在争夺迷宫。啊！瞧，
那边是准备争夺黑铁迷宫吗？居然还有这种奇特的怪物，就像血脉小偷一样，掠夺其他龙的血脉，然后让自己发生变异。血脉不强，就去夺别人的血脉。69级，这就是黑铁迷宫里怪物的实力吗？哦，看来在高位皇级之间的战斗里，数量差很难弥补战力差呀。我能看到他们的破绽，只是什么时候我的刀才能将这些大个子全部斩碎？实力差距居然如此之大！哎，流光！如果再不去抓怪物，我都快废了。就算我打不过他，但我至少也要，至少也要斩出这一刀啊！哈哈哈！我成功了！阿呆，快去帮流光！别走！阿呆，不要追击！这个迷宫是6臂巨人的老巢，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陷阱。稳妥起见，还是等你等级高一些后再闯进去。还有你，流光，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不要忘记，你是有队友的。对不起，高鹏。话说回来，让流光这么一搅和后，倒是白捡了这么多皇级的遗骸，这些可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啊。阿呆的复活受限于自身等级，不如把怪物晶核给小黄吸收，增加他的潜力，为新的进化做准备。至于其他的，就可以给祭坛分解。嘿嘿，这一次希望他尽量分解一些好东西。真的吃不下了。快点快点！咱队务必要在今天完成任务。严哥，你说那个季寒武，他真的是大祭司大人吗？祠堂里的大祭司画像，真的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我当时甚至以为我眼花了。就算真的是大祭司转世，那又怎样？他的御兽只是一只普通的白龙，还是白龙里血脉等级最低的那种，等级也只有王级。在这个武力为尊的世界，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他又能帮我什么呢？银哥，炎翼部落的人进城了。炎翼部落虽然不能和我们白龙部落相比，但也是仅次于我们白龙部落的7大部落之一。难道是跟着我来找麻烦的？哪怕我再怎么不受宠，也是白龙部落族长之子。除了同等级的3大部落之外，炎翼部落的人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快叫上别人，我们去会会他们。到底有强者坐镇，这渝州城确实比其他地方更有活力。哈哈，翼哥，这里再好，哪有咱们部落舒服啊？说得对。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益州公子。你来我这里做什么？白银，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那祖地第一季寒武的。我想看看祖地的强者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你来之前应该打听过他的御兽是什么吧？你当着我白龙部落的面挑战他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看来是我冒昧了。原来传闻是真的，季寒武真是白龙部落的祖宗。我明白了，看来是我打扰了，告辞。啊！等下，混蛋！你倒是说你明白什么了？
体积增加8倍，正好是一只怪物的长宽高全部乘以2。哼，这下流光可要高兴坏了。流光，你知道这是什么不？这个是变大果实，吃了后就会变得很大。嗯。哎，哦，有感觉了，我的身体在变大。高鹏果然没有骗我，我真的长高了。长是长了点，也没长大多少呀。不会说话就别说。唉，还是基数太小了，2倍大不了多少呀。阿准，这颗控风的你吃了吧？榨汁机。强的风，效果不错。阿川，唉，最后稀薄的破灭之龙血脉给谁呢？啊，这只是稀薄的血脉，你用它就是赌运气。厉害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越是强大的血脉之间，冲突就越严重。确实，要是一不小心爆体而亡就惨了，还是先有万全把握后再说，一切都以稳妥为主。好了好了，起来干活了，记住龙椅的味道，沿着它来时的路找过去。那个方向。多收拾一下，我们出发。啊，里面。看这反应，里面还有龙椅。阿班，把里面的龙椅弄出来。收到。哦，成了。嘿嘿嘿，别抢别抢，都有。不签订血契也不是不能掌控。怪物也有灵智，先养着吧。主人，那里面还有宝贝，有3个超级心动那么多。哦，快带我去。多的怪物尸体啊，这里应该是储藏室。哎，这里怎么会有一张卷轴？保存的倒是不错，我看看。这个大头蜥蜴啊，难不成这就是龙陨之谷？哦，看来要去龙陨之谷好好培养一下那些龙蚁幼崽，这将会是气质不弱的战力。白龙部落的王牌御兽就是龙，我收服一些刻着龙的怪物，这样也能有备无患。嘿嘿，小燕吃了王级的血肉精华，也轻松突破到王级了。这里应该就是地图上标有美人鱼的迷宫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美人鱼呢。不过这个美人鱼怎么生存呢？神话中的美人鱼都是生活在海里，再不济也是河里、湖中，毕竟是人身鱼尾。莫非这迷宫里还有一个水池？流光，你去敲敲门，你速度快，就算真的有危险，也能第一时间逃走。嘘，好的。这种感觉不对劲，流光，快跑！神话？难道说是蛇尾是美杜莎？好强的能力组合！还好通过血气，我能得到来自阿班图元素的守护，不然后不堪设想。很抱歉，我没有恶意的。头发放他们身上。头发？这摸起来和蛇一模一样啊！
有效，石化解除了。很少有怪物可以正眼和我说话，你很特别。是吗？那你要不要跟我走呢？啊，我是一个流浪的御史，我和我的御兽们正在探险的路上，刚巧路过你这儿。你跟着我们，还有可能会遇见另外一只新的美杜莎哦。这只美杜莎看起来是友善型的，即使它不和我签血契，只要一起旅行建立友谊，关键时候总会帮忙的。黄级啊，血钻。抱歉，我不喜欢和其他美杜莎接触，也不喜欢热闹的环境。拒绝的好快，我们会再来找你玩的。再见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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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都飞走了。啊！我过来了。又看到我的眼睛了。我过来了。我下次会注意的。哎，这个真是太棒了！我认为我又活了一次，你觉得呢？你知道吗？像你这种善良的美杜莎最容易被欺骗。其实最开始我们都只是想从你这里骗一些灵果吃。我知道，但那也很好。我不在乎这点灵果。院子里种着很多果树，可以随便摘来吃。但如果能用灵果换一些朋友，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我已经活得太久了，可能今晚就会老死。我想死之前真正看你一眼。可是，你会被石化的。等我被石化以后，你不要再解除我的石化，就让我变成石头陪着你吧。你的眼睛真好看。还是舍不得离开你。高头，那个美杜莎挺上道的嘛，居然主动割发救人。中立友善的怪物确实是第一次见的。可惜中立友善并不代表别人就一定会跟你走。下面去哪里呢？最近的迷宫是这个螃蟹标志的。哎，不对，之前那个看上去像是美人鱼的图案，结果却是美杜莎。莫非这是一只蜘蛛？这次不是抽象画吗？居然把爪子当固定用的弓爪，将自己当炮台！阿班，防护！阿呆，你和阿班先不要出手，这次要训练小黄他们的团队配合作战。小黄，你不要冲太快。小叶，你先攻击小黄，叠加被动，暂时不要攻击烈焰霸王蟹。小黄，你负责治疗。其实，你正面攻击，吸引烈焰霸王蟹的注意，拖延时间。流光，你协同辅助技师，重要攻击腿部还有关节区域。哎，我这把老骨头又要动一动喽。斩龙篇章，你就在后面翻页发白光吧。阿蠢，你就看好你空间里的东西，不要弄丢了啊。火力再大点，完全不够劲。小叶，你是没有吃饭吗？你个秃子，有本事别让小花给你放治愈！呀！冰狮子莫慌，等我出山必轻取敌将。那你快点儿，上次的伤我还没好透，撑不了多久。把我当成什么了？好强的火元素威能！终于知道这个沙漠是怎么来的了。常年被一只暴脾气的烈焰霸王蟹灼烤，土壤里的营养和水分被蒸干了，
最后这方圆数十里都这样化为荒漠。糟糕，这种威力，灵盾也撑不了太久。干得漂亮，流光！这种体型的怪物，只要失去平衡，作战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什么？居然靠着反冲力跳了起来！不好，流光有危险！英雄登场！你们没事吧？还好，就是刀断了。别提了，没啥大事儿。我这一身好毛，得重新打理了。明天你小黄爷爷就教你怎么做一只合格的怪物。口出狂言！不行，兔子的力量还是比不上敌人，已经逐渐被压制了。怎么回事？突然动作变得僵硬了。没关系，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等一会儿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了。不对劲，这秃毛鸭子为什么会越打越大，越打越强？胖子，你刚刚那招好劲啊，下次多用用。喂，这种招式消耗很大，还多用用。把尸体分解了，看看能不能分解出什么好东西。居然出了6个！我分解了这么多怪物，也总结了一个规律：如果执念越强，可分解出的东西就越多。确实很有梦想的，谢谢你，谢谢人。灵魂精华、血肉精华，力量增幅3级，火焰抗性3级，火焰驾驭3级，不错不错。哎，这东西倒是没见过，限定火系怪物服用啊，那就只有小燕了。小燕，把这个吃了吧。胖子，你怎么了？别担心，他正在觉醒新的天赋，咱们也先休整一下，等小叶醒了再说。胖子醒了，胖子醒了！哦，成功了！烈焰霸王蟹天赋的技能果然能依靠分解物赋予同属性的小叶。不过，争夺之路，这又是什么意思？高鹏，你表情怎么那么凝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没事，你自己好好感应一下吧。你新得到的能力变异了一点，问题不大，可能对你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天赋确实有增加，但感觉血脉深处在呼唤我去追寻什么争夺之路。可以呀，胖子，什么争夺之路，听上去就挺牛逼的样子。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你黄哥我。站着说话腰不疼，我还不够强。哎，是的，你见多识广，是不知道什么是争夺之路。我也只是听说过，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天赋斗争而已。哎，争夺之路啊，这个我知道啊。哦，那你讲讲，这争夺之路是什么东西？就是争夺一个至尊之位，可能因为我是无法消亡的，就算真的粉碎，也能从虚无中诞生。真的很难理解，一群傻子拼死拼活的去争那一个位置，有神，还有很厉害的怪物。反正我是觉得没必要，那个位置又不能分解。你神经病啊！你们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哇，好大的树啊！
哎，这果子好香哎！好饱。太能吃了。是啊，感觉不知道饱一样。它是巨型猪。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么帮助一只猪，不，你这么帮助一只乌龙是为了什么？它的天赋可算不上顶尖，通往外界的通道是随机打开的，能够遇见是缘分。好吧，我就姑且相信你了。按地图来看，龙陨之谷就在附近了。好吃的，好香啊！我想下去。是植物，这龙要死了！主人，有龙死了！这是老年龙的死亡前发出的最后的声音。小燕、小草、阿呆、刘公、白皮，你们5个带上7只龙蚁，和我一起过去。其他御兽就在悬崖边接应我们。虽然不知道那只龙的等级，但光是听声音就感到极大的压迫，等级绝对不低。更别说里面会不会有其他恐怖的怪物。阿班体型太大，目标明显，就干脆和小黄在上面接应他们好了，顺带还能保护阿成、小花。小燕可以飞行，阿呆是目前手下最高的战力。流光体积小，不易被察觉，同时拥有风属性，也能悬空飞行。白皮能够克制龙属怪物，在这龙陨之地自然是再适合不过。我们出发。都躲起来了，威慑一下还是有用的，不然小喽啰太多也很麻烦。我的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了？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去方便一下。肚子里有股暖暖的热流在流转，如果真的生出了什么，为了我一世英名，也要说是我新捡回来的，不然要被那帮家伙笑死。这是，原来是阿呆进阶后的天赋技能，终于孕育完成了。我的精神力也增强了不少。哎，要不把那7只龙蚁宝宝也签了，正好也试试新天赋技能。你们现在也是我的御兽了，放心，跟了我，好吃好喝的通通都有。现在都给我乖乖排好队。四哥，你就是了，我那么大一个四哥呢。哦，一共应该是有100份格子。这里好像没有时间的概念，处于一种奇特的静止状态。在这种与外界隔绝、没有知觉的浑浑噩噩状态下，御兽们不能够吸取天地间游离的各种元素。长期将它们关在空间中，也会限制它们的成长。这样以后就算有再多的御兽，也不用担心。只是不知道这个能力的极限是多少，可以容纳多大的御兽。司机，小燕，先带我上去。好快呀，怪丫丫！你事情办完啦？没，只是过来做个实验。猪猪呢？猪猪没了，怪丫丫，你还会变魔术啦？可以收入阿班，而且也跟龙蚁一样占据一个空间。蝴蝶还真能教魔术这只地级龙蚁走得这么匆忙，前去的方向很可能就是龙师存在的位置。小黄，你们几个继续在悬崖边等我，刘光、阿呆还有小叶跟上。有强大怪物的气息，难道是错觉？算了，大事要紧。还好我收得快，要不还是单人潜入吧。
好大的雾，而且光是听声音就能听出深处存在的龙蚁绝对不止一只，还有打斗的声音，看来里面竞争激烈。这漫天大雾，竟然是从这头怪物的身体里分解出来的。难道这条龙就是刚才山谷内发出长鸣的那条龙吗？即使美术在前，龙蚁们也是一起抵御外敌。这些龙蚁的习性里并没有太过排斥其他同类，也许本来就是群居属性也说不定。要不试试？记得小心点，过去后态度放低点。你们都是同族，这些大龙蚁应该不会欺负你。过去后你就直接认他们当七大姑八大姨，嘴巴放甜点，知道了不？是。谁？哪里冒出来的一只龙蚁幼崽？看这长度，应该是刚出窝吧？大人呢？就是。算了，看起来还没我脚长大，多他一个不多。味道怎么样啊，五弟？去吧，四哥，超好吃。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小鬼头？吃吧，吃吧。看来龙蚁确实是一种同族认同感略强的种族，对待同族有着很强的耐心和友善。不过，对待其他怪物嘛，抢了几块肉就被抽得皮开肉绽，真够狠的。烟雾之龙最重要，也是龙精所处的脑袋区域，却没有一只怪物敢于靠近。难道这些怪物都不是龙精的吗？肯定有问题。3天了，4娃和5娃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不少，但发生变异的只有6娃。看介绍是吞噬烟雾龙内脏后得到了变异，可能4娃和5娃都是吃的外面的肉。不过有烟雾能力已经是惊喜了，等以后可以释放一片战争迷雾，可进可退。嘿嘿，哇，六弟好厉害！这吼声，还有谷底怎么变红了？主人，有很恐怖的东西要来了！血腥古龙，准神！哪怕这只血腥古龙现在是重伤状态，但那只地级龙也摆在现在的他面前，也就是一口的事。走，我们过去。仅仅是准神的血液，就有如此强的腐蚀性吗？好香啊！我是哥哥，我先去试试水。好疼，但是好香。这种级别的血液肯定会被其他怪物盯上，大家都警觉一点。好。闪来了，小燕，速战速决。干得漂亮！啊，才喝了几口就晕过去了，这血液里面不会掺了酒吧？暗中窥视这里的肯定不止这一只。阿呆，带上大娃，我们走。是。准神级啊，这不是现在的我可以面对的，还是不要搞事情了。一鸣司，给我出来！吵什么吵？我不用睡觉的吗？伊特尔，来这里干什么？哦，你快死了呀！用你的尸体为我们巨龙族发光发热吧！滚！我只是重伤，我寿命还有很久。我是来找你帮我疗伤的，什么发光发热？黑雾，这谷底环境也太多变了吧？一会儿红一会儿黑的。这就死了？难怪附近没有什么地级怪物，原来山谷里还藏着一个大 boss。龙云之谷的规矩你不知道，只有快死去的巨龙才能回到这里，用死去龙的血肉滋养山谷里的眷族。我认识了你1万多年，你就别装了，
快帮我疗伤！等我伤治好后，回去打深渊恶魔。他们居然臭不要脸的在血红之河埋伏我！靠捡垃圾上王者，看叶青如何逆天改命。每周六更新，不见不散。是你自己蠢，什么时候你脑子能够好用点？真是麻烦。我给你治好伤后，你也要留下一点东西给这些小家伙。要知道，你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渴望饱餐一顿。你说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回祖地去找其他龙帮你疗伤吧。好吧，你这家伙来镇守龙云之谷后，变得越来越奸诈了，就和那头老白龙一样。舒服了，你这老家伙的实力又进步了。老东西藏得挺深呢，他应该快封神了吧？还行吧，还行吧。好了，这是答应你的血肉，拿去。就这么点儿，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在龙陨之谷都听说过最小气的血腥古龙密特尔的外号了。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外号了？给你。慢走不送。哦，这掉下的是什么？天上掉馅饼！大华觉醒的血腥狂暴能力看起来更偏向于狂暴坦克。目前除了阿班以外，没有第二个坦克预售。小黄的被动叠加特性让他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前排坦克。阿班又因为他体积的原因，挡住敌人的同时，也挡住了自己人。挺好，弥补了目前阵型的空白。那是什么？不好，跑！六娃，快释放龙雾，掩护我们进山洞。洞穴的深度足足有30多米，而且是往下蜿蜒的。除非走进洞穴，否则从外面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有龙雾的掩盖，外界应该发现不了我们的踪迹。10分钟了，外面没什么动静啊。现在那些热情的邻居们还没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不趁现在拿点是点。等等，这是一头白龙，也不知道致命伤是头上的还是腹部的。要是头上的话，金河可能不保啊。我没有恶意，哈哈，居然还活着。过来吧，吃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有其他怪物正在靠近，留给你的时间不多。啊？什么？开玩笑的吧？把它吃了？这龙脑子被打傻了吗？不对，这龙太平淡了，不像是开玩笑。难道说……二娃，听这位先生的，你过去吧。主人，好可怕！吃吧，如果以后有机会多杀2只恶魔，你就算是替我报仇了。靠捡垃圾上王者，看叶青如何逆天改命。每周六更新，不见不散。这个也拿着吧。这是清河。与其便宜了他们，不如留给你们。啊！动作快点，再不走
就真的来不及了。哦，阿准，收起来。快，我们先退回洞穴避一避。多杀2只恶魔算是给我报仇了。重伤的龙陨之骨，以身饲养龙陨之骨里的怪物。原来如此。在这龙陨之谷也待了3个月，这里的一切看似混乱，但又井然有序，隐隐约约有一个无形的秩序在维护这里的规则。看来山谷中心那位强大的神秘怪物，应该就是龙族。那天的肉，也应该是那位存在扔到我面前的。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3个月里，我从来没有遇见一只地级以上的怪物。龙陨之谷根本不是龙族的墓地，而是龙族的养蛊场吧？养蛊场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山谷里没有遗留一只地级以上的怪物。看来所有成长到地级以上的都会被带走。我还在担心会不会有怪物突然闯进来，这小家伙倒是没心没肺的，吃得可欢了。白级昼光瞳，听名字倒是很牛，但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不过在这雾瘴极多的龙陨之谷里倒是有些用处，至少瘴气对我视野的影响降低了许多。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御兽虽然待在御兽空间里没有限制，在里面也不会遭遇危险，可他们的成长也被限制。唉，这几只龙医怎么办呢？哎，等等，也不是没有办法嘛。真是美好的一天啊！今天舒服的都不想出去捕猎了。反正家里还有前几天刚捕杀的猎物，休息一天也没有事儿的。有东西！这山谷里所有地级之上的怪物都被带走了，到底是哪一个不长眼的敢来挑衅我？啊！这是干啥？这是哪家的小崽子？爸爸！真是4只调皮可爱的小家伙。我家里那2只小的，在小时候也是这么可爱嘛，只是现在长大了，也越来越独立，差不多都快分家了吧。你们不要乱叫，我真不是你们爸爸。爸爸不理我们了，爸爸不理我们了。别喊了，如果被家里那个听见。老头子在外面干什么？怎么这么大动静？爸爸，你不要我们的！哎呀，不要叫我爸爸，我真不是你们爸爸。他走的时候让我们来找你，爸爸，我们很听话的，不要赶我们走好不好？老东西，你要听我解释。哼，小朋友，你们大人呢？不要我们了，我们没有大人了。真是太可怜了，你们就跟着姐姐吧，保证有饭吃。姐姐，干得好！大家出来吧。唉，不过御兽多了也烦恼啊，都不知道先提升谁好。主人，右边土里有怪物啊！把它弄出来。你为什么会被发现？我不是都在土里的吗？哎，德叶，你把这火吞了。我要杀了他！消气消气，先不要杀了那只貂蝉，这只貂蝉还有用。嘿，你的能力可以通过吸收其他火焰获得成长，这些火焰被你吸收以后，就会被你体内的本命火焰吸收消化，就让这只火尾貂蝉不断催生火焰，反复循环利用，就像充电宝一样。
当然啦，如果它哪天生产不出火了，就下酒宰了吃吧。你在说什么？你这个魔鬼！怎么最近都没有看见吃的了？空间裂缝。这气味是地心。那边还有世界压制，他实力提升太快了，暂时无法穿过去。那怎么办？如果让他继续待在这里，那边世界压制解锁的速度可能还没有他实力提升的更快。这小家伙胃口倒是挺好的，但总不能一直让他待在这里吧？他待得够久了，把他送到其他世界去吧。可这不合规矩。高鹏，我好像要再也见不到你了。规矩是死的，但我们是活的。又有一个。哇，真的能够穿过去啊！哎呀，这么大的海，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还是留在这里，看以后能不能回去再说。高鹏啊，你再等等我吧。消失了！我闪！哼，哪里来的臭鱼，还想吃我？切，走了。这突然出现的飞虫有点猛啊！是啊，你看隔壁老师寺被电焦了，真惨啊！这种感觉，难道是谷底的怪物追上来了？半，你搜查四周，看看脚下有没有藏着什么怪物。小叶，你飞高点去监视四周，千万要小心四周的其他怪物。如果有察觉强大的怪物靠近，第一时间要告知我。大家都做好准备，目标出现就先行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高鹏，好像没有怪物追来。这正说明我的策略是正确的。那藏在暗中的怪物已经被我们甩脱了。高鹏，你真厉害！我想也只有你这么厉害的御史，才能培养出我这么优秀的御兽。行了，继续探索吧。还是往东边走，南边全是迷宫，还不如往东边走去看看海。如果有机会，就收服一只水系怪物。以前是考虑到水系御兽不方便在岸上携带，现在觉醒了御兽空间能力，血气1000，然后往御兽空间里一扔就行了。有阿班随行是真舒服啊！哎，你今天找回了2根狗红草，倒是干了一件不错的事儿。我记得这是阿呆女儿小花的主要进化素材。小花现在等级也提升到了30级，品质也有精英，但是在这堆御兽里，也只能算得上人畜无害的水平吧。阿呆那么猛，小花却喜欢看书，甚至阿班还专门做了个书屋放身上。择日不如撞日，就给小花提升一下吧。阿蠢，工具。搞定。小花，乖，把这个喝了。别紧张，你可以为他遮风一时，却总不能替他挡雨一世。飞至行山猿在同等级的怪物里寿命最为悠长，我们也不期待小花的战力有多么高，这样的变异方向刚好。又来！总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错觉吗？你为什么要追我？
我不就是吃了你的一颗蛋吗？高鹏，救命啊！你不要追我了！我不是大蛋，我给你吐出来了吧？啊，不行，这家伙完全不能沟通啊！用小心眼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吃了它！我一定要杀了这只怪虫子，然后吃掉它！啊，居然还真的要吃了我啊！这么大的怨气，给我放！嘿嘿，让你追，这下吃苦头了吧？怎么没用啊？高鹏，救命啊！原来这黑雾世界里的海和我们地心的也没什么两样嘛。好饿啊！大子，好饿啊！莫非是我思念大子过度，所以产生了幻听？高鹏，别伤心了，大子其无自有天相，肯定没事的。是啊，大子那么笨啊，不，那么聪明，肯定活得好好的。那狗高鹏走丢了，也不来寻我，真是一个狗东西！又来？难道说，大子你在哪里？高鹏！高鹏，你在哪里？我想死你了！快点来救我！后面有一条大虫追了我，都快4天了。我们在海岸边，你现在在哪里？我在海里，我还以为你也在海里呢。这里居然还有陆地啊！我应该往哪个方向飞啊？这海面上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指路的，而且附近海岸线上也没有什么高山。既然大子没有看见，那就说明他离陆地还有一段距离。那你继续往前飞，应该就能看见陆地。主人，是大子吗？是他。大子还在海里，现在不知道具体方位，我让他朝着岸边的方向飞。这样你们几个分开点，将撒网的面积扩大，这样也能第一时间找到大子。主人，我看见了，右边有一只大虫在天上飞。小燕，向天空丢个火球。好。火球？对，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快来！高鹏！哼，这么有活力，看来没有受什么苦。那只怪物也在远处停下了，估计看到我们人多，而且迟疑要不要在地面作战吧。哼，现在高鹏来了，轮到我打你了。哈哈，丢了吧？你在哼啊！如果不是大子这么挑衅，恐怕海里这头银蟒早就放弃了吧。这我看了都想揍他。不过半年不见，你这家伙背后怎么长了这么多翅膀啊？哇，大子厉害呀，真羡慕你。你们不要说风凉话了，我这半年里一直在找高鹏，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出口，结果一出来就是一片海。我从来没在海里逃过食，每天都吃不饱。阿纯，快给我整几箱虫干！整！大子小心！阿班，居然还没有离开，只一击就将阿班打成轻度伤势。这条银色巨蟒竟然这么猛！阿班，压制他，不能让他利用地形优势。这银蟒来头绝对不小，这明显不是普通的海水，而是非常浓郁的水元素。阿班自从进阶以后，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大子这个蠢货，到底挑衅了一个什么级别的怪物啊？7级的水元素操纵，地级怪物。高鹏，我是不是惹了个大麻烦啊？看来你心里还有点数哈。谁让我是你主人呢？还是得给你擦屁股啊。
哎，说起来，既然大紫的形态多了点变化，那看来在外面闯荡的时候也应该有所提升吧？也不知道提升了多少。什么玩意儿？这属性面板比那玄海银翼三铜蟒还要华丽吧？现在大紫体内的元素储存量是同等级的3倍，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炮塔！哎呀，别在这里磨蹭了，快帮阿班牵制那条大银蛇！啊！怎么能这样？高鹏，你看那条蛇那么大，我那么小，你怎么能忍心让我去送死？哎呦！小心眼，你被强化了，快上！别找理由了，你体内不是有什么爆裂之雷吗？用爆裂之雷劈他！哼，那我就不管了。更强了，即使拥有场地优势，还能轻松击破水面护罩。阿呆，利用大紫打出来的缺口接近大蛇。好机会，只要能顺势击伤大蛇，局势就对我们有利了。可惜了，居然用侧面的鳞片挡住了攻势。哦，原本还以为暗焰在焚烧三头蟒体内的水元素，但实际上暗焰是在焚烧三头蟒身上未干的海水。这暗焰竟然对海水有超乎寻常的燃烧性，有趣有趣。好强的水元素旋风，竟然一下子用出3个。不对，大蛇在向后撤，他想逃。阿呆，你带着大紫和阿班拦住他。主人，我留下来给你挡住水龙卷。放心，我自有妙招，你们快去。这水龙卷确实声势浩大，漩涡中分散出漫天水刃，杀伤力也很惊人。但说到底还是水元素驱动，所以说，小黄，给我上！静魔领域，果然是天下无敌！哎，别拦着我，去帮山大哥去！你就算了吧。在阿呆和大紫的轮番攻击下，玄海银翼三头蟒也已经油尽灯枯了。换做其他怪物早就死掉了，但玄海银翼三头蟒生命力极其顽强，哪怕受了这等伤势也依然挣扎。不过，在退路被堵住的情况下，胜败已经定了。我居然率领御兽击杀了一只地级怪物。你操的太急了，小大哥！当然，这里面最大的功臣还是大紫，可惜少了点战斗经验，不然依靠属性压制，甚至可以单刷玄海银翼三头蟒。也不知道大紫经历了什么，突然就成为了等级最高的一只，突破到了神话品质。进化后的名字不是属性版里任何一种神话品质的路线，说明这是大紫另有的机缘。上古诸族部落回归，从当初桑童部落斩杀阴天树来看，这些人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同胞。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我手里这些高品质御兽反而会变成遭到觊觎的原因。所以之后一方面提升品质，在同级之中能占得优势，另一方面等级也很重要。虽然实在有些想家了，但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哦，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将超出地形限制等级的御兽放入御兽空间，是不是可以将御兽偷渡带过去呢？这种钻空子的行为总是格外刺激呢。阿班这次虽然伤势很严重，但依然完成了拖住血海银翼三头蟒的任务。以一个王级的身份可以参与这种烈度的战斗，阿班足以自傲。阿班的体积虽然在战斗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能灵活变换，那就最好了。不过还好，地面中的土元素在不断的修复阿班的伤势，而阿呆只需要收割复苏亡灵的能量就能恢复，在愈合伤势上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黑王，过来，把这只地级怪物分解了吧。
别叫我这个，太难听了。我有名字的，我叫大切割祭坛。我给你说过。啊，那是祭坛的名字。你虽然和祭坛同为一体，但你毕竟是祭坛的器灵。我直接叫你大切割祭坛也不好，总觉得我是在喊着祭坛一样。我和祭坛本来就是一体，你就叫我……我就叫你黑娃吧。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好名字呀，嘎！我还以为高鹏会给你取小黑呢，没想到居然给你取了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你说是吧？转眼之间，已经在黑雾世界历练了1年了。高鹏，晚餐有着落啦！你这家伙刚得了一个新能力，就想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物资又不是没了。行了，晚上就吃这个吧。你去把鱼解剖了，处理一下内脏。这半年来不停的分解怪物，小黄他们才能成长这么快。遗憾的是，水系御兽却没有着落。现如今剩余的灵魂之力，也就勉强还能签约一只黄级怪物。只是这是海岸边，能够遇见黄级的海怪已经极为难得了。想要遇见高品质的黄级怪物，恐怕还是要深入海里才行。大伙儿，吃完饭，我们往深海探索一下。前面是岛屿，我们去看看。这片区域水位很浅，后方更是有一片足有上百公里面积的孤岛。岛上植被稀少，看样子没有什么潜在威胁。这种怪物有点意思，虽然没有想要的，但是这里做个落脚地也算不错。就在这里待几天吧。小怪物竟然故作深沉，每天晚上都会钻进那山洞，然后凌晨从洞里走出来，也不知道在忙活什么不能见人的事。说是进去睡觉也不像，因为外面也有巢穴，凌晨出来后就会到巢穴一脸疲惫的睡觉。难道那里面是他的藏宝石？小黄，走，我们去看看那青白蜂鸟在山洞里藏了什么。小黄，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啊，我这看了一圈，好像也没啥古怪。小黄因为比较傻的原因，直觉一直很强。如果连小黄也没有丝毫察觉的话，那说明暗中的东西隐藏得很深呢。海草，小黄，怎么拉不断？不好！高鹏，你快点跑，我来拦住这些水草。小黄是要受到伤害才会触发被动，但如果是诸如这般禁锢限制的能力对付小黄，根本不给小黄触发被动的机会。不过还好，我早就想到了会有类似的情况。你这只秃子平时不是喜欢冲在前面吗？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虽然这一种水草有火焰抗性，但抗性等级只有 Level 3，如果火焰的杀伤力太大，也是能够被点燃的。这些声音啊，难道那些气泡是？小燕，全力攻击洞穴深处！高鹏，有只螃蟹顶着我的火焰冲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其他水系怪物。那水草让我有力气没处使，不然我还怕你一只半生不熟的螃蟹吗？搞定，洞口也被我堵住了，后面的怪物别想出来。小叶，再来点火，我想吃海鲜宴。红了红了，再加把劲儿。
外公，这个高校杯是怎么回事啊？高校杯是一个由华夏区联盟政府还有各大顶级势力联合举办的大型赛事，今年是第2届。各大顶级势力联合举办，那我们南天集团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喽。可是我们上届只拿了第8，那前几名都得是多大来头啊？去年第1届的冠军是华夏军武高等教育学校，是由华夏区军方和北岭虎山集团联合举办。至于北岭虎山集团，是一夜之间忽然名动东北的集团，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甚至与军方都有了密切的合作。除此之外，连那第2名、第3名都是突然冒出头的学校，与某些集团或者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甚至干脆就是他们旗下的私立高中。那看来3年后的联盟政府已经彻底成为一具空壳了。倒也不用那么严肃，我们只拿了第8名，也不是因为真的比谁差多少。对于天阁学府，之前集团内给他们提供的帮助不是很大，集团只是在教学资源上全力供给，但御兽并没有随便赐予。借助这种模式培养出优秀的御史，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你懂吗？我明白，把人锻炼出来了，御兽随时都可以给，这样的人才不会对御兽有太强的依赖，他们的强大来自于自身。明白？明白个屁！当初北韩部落回归，北青岩在部落中地位很高，算是活着的老祖宗。但北韩部落现有掌权人都活得好好的，莫名其妙的脑袋上就多了一个祖宗来供着，大家都很尴尬。好不容易被我忽悠过来，你看看你刚刚对人家说的什么话？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啊？况且别人也不一定对我有好感啊，如果被拒绝了，那岂不是很尴尬？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别人对你没好感？废话，谁会无缘无故的对一个人有好感？当年我追你外婆可没那么磨叽，你那个爹追你妈妈的时候也挺厚脸皮的，我还特地在湖边建造了另外一栋别墅给北青岩住，你怎么……哎，外公，别念了，外公。天阁学府这次参加高校杯总决赛，我决定去带队，我先去准备啦。你个小兔崽子！糖糖姐，好久不见。小鹏回来了。软软也好久不见。对了，糖糖姐，您现在每天是不是很无聊啊？别给我卖关子，有话直说。是这样的，最近各大势力互相竞争，我怕他们搞一些小动作，所以我想让您去天阁学府坚持门房，不会太累，就让您的御兽偶尔去值个班就好了。如果您想亲自过去，我就在学校大门旁修一个独栋小别墅给您。行吧，反正我每天闲着也是闲着，去看看那些年轻人正好。怎么了？看来我这次回来让有些人坐不住了。果然，这些刀光就是这只白玉色大型蜘蛛最强壮的2只足肢斩出来的，一道攻击落空，另外一只足肢横扫斩向我。是软软。也是阴影系吗？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啊，招财，主人有什么吩咐？把藏在暗处的那个家伙给我找出来，记得别下死手。是，主人。真是可惜，只差一点就能杀死那家伙了。等我远离后，再将月影珠收回来，不然被别人顺着月影珠的线索追上来就不妙了。怎么了？陆一豹，和青猫不一样，这老鼠怎么这么强？哇！
这影珠突然变得如此暴躁，看来招财是得手了。不仅身体呈半透明状，在叶子之中难以分辨，速度还变得更快了。别说，暗影系的御兽跑路，那确实是一把好手。啊，不对，只可惜软软也是暗影系。哦，这生命力挺强的呀，受这么重的伤还能留一口气。嘿嘿，看我最后一击！高鹏，我抓住了！还是给他治疗一下吧，连情报都没有搜到就挂了。大兄弟，你醒了？醒了就好呀。那我们来谈谈，是谁指使你来杀我的？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别想着不说话呀、自杀呀这种方式来蒙混过关，我会边折磨边让御兽治疗你，看看你能忍多久。要干什么？碰死些是犯法的。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说这么幼稚的话啊？你不要过来呀！也就是说，你叫童城，是虎山集团的人。这一次是过来侦查一下我们学校选手的深浅。我们学校上一次只拿了第8名，你们虎山集团还来监视我们这样一支弱队干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刺探就刺探呗，怎么又对我动手呢？顺手？哼，感情杀我就是顺手。那就继续说说吧，你们虎山集团有哪些高手？我是不会再说的，你杀了我吧！好，那我成全你。主人，我来了。什么？嘿嘿。主人，我搜索了他的记忆，果然说谎了。他不是为了打探消息，而是想要直接杀掉天阁学府的5名选手的御兽，特别是暴云雀。看来是有内奸。暴云雀算是外公为了这次大赛准备的王牌，知道其存在的人都不多，能知道糖糖姐家的位置，进行精准刺杀，这更是值得玩味呀！切，老老实实、公正公平的比赛不行吗？我这次明明都只准备带着学生去逛一圈的，为什么总是要逼我呢？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高校长当我们的领队啊！也不知道他把我们叫过来干什么。会不会是给我们来一场临时特训啊？然后大大提升我们的实力，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哇，一个老牌王级御史的特训，太酷了！哼，高校长虽然是王级御史，但也不代表他的执教能力有多高。你们也太乐观了吧？你们难道忘了那个天才御史李俊宗了吗？据说他就是校长在学生时代就发掘并亲自教导出来的。他现在已经是执法部的队长，咱们学校的守护铜像关老师就是他签的。校长，久等了，进来吧。这就是咱们余州最传奇的实验室吗？好厉害啊！本来我只是想让你们在高校杯上历练一番的，但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改变主意了。我要你们拿冠军。冠军？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就凭你们现在的御兽，想要夺冠就是做梦。我知道你们肯定不服气，这样，我也不用我的御兽，只用我御兽的从属寄生兽和你们切磋切磋，怎么样？御兽身上的从属寄生兽，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厉害的样子哦。但高校长可是久负盛名的御史，这里头
肯定不简单。想那么多干嘛？我们接受挑战。这位曹焕同学倒是很有决断力，难怪会被选为暴云雀的使用者。北之，哇，这寄生兽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校长连寄生兽都有3米高。啊，我以为最多只有半米大，而且它看上去像是树妖吧？寄生在身上的树妖？树寄生什么？树长在山上，难不成校长还有一座山那么大小的玉兽不成？我的这只玉兽等级很低，只有50级，而且它还不是擅长战斗的玉兽。你们能够击败它，才有资格去挑战冠军。等级很低的50级，那我们算什么？不管了，铁骨坚持火，给我上！铁衣甲克，侧翼支援！铁衣甲克，干得好！啊，铁衣甲克，铁衣甲克完全动不了了。来，让我们好好玩一会儿吧。烧焰魔犬，快用火焰解围！哎，舅舅，阿乐，别分心，我们还是烈士。魔藤攀山管，使用紧箍。啊，这么松散的配合，葫芦娃舅爷爷呢？利用火属性的克制解围队友还行，但使用木属性控制同属性的高阶御兽，送能量吗？竟然！这场战斗从始至终唯一的胜利就在他的云雀身上，所以你会怎么办？高校长，我认输。啊！你怎么不打呀？喂，你怎么没打就认输了？虽然你的云雀等级比我的御兽低了一点，但也不是没有获胜的机会。怎么直接认输了？我的云雀是校长出手提升的品质，打不打不重要了。也行吧，反正这场挑战，我是想告诉你们等级的重要性。即使有精密的配合以及优秀的战术，跨阶作战也不能保证100%胜利，更别说你们这表现了。在这6天里，我会对你们进行突击集训，争取在前往魔都前，全部都能晋级领主。领主？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大虎，你怎么了？这是王级怪兽晶核，给你们的御兽吃了吧。啊！校长，你说什么？王级？放心，这只是开胃小菜，什么天才地宝、进化素材、强化道具，本校长有的是。我还会给你们每个人定制一套专属训练方案，保证你们能脱胎换骨。渝州天阁学府代表团的同学，请这边走。那骷髅呢？那像山羚一样大的螃蟹呢？那秃毛鸭呢？还有那只白色的小狮子？现在，重点关照的御兽都没有出现，就连那只看上去很弱的蜈蚣也没有出现在高鹏身边。红线。哦，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再去招惹他。红绫，你忘了他是怎么羞辱我们的了？他现在身边几乎没有剩下御兽，他废了。你不要拦我，一定要找高鹏报仇。你怎么就知道他的御兽是死了呢？万一是因为等级超出了限制，被留在了黑雾世界那边呢？就算你说的对，他原本最强的战力不在身边也是事实。现在就是最好的报复机会，不揍他一顿，我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根据以往情报，高鹏是一个怕死的人。你说这么怕死的一个人，没有底牌的话，会这么大摇大摆的站在阳光底下吗？总之，这是你自己的事，到时候不要拉上我就好。哈哈哈哈！贤侄，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贺市长，您风采更胜当年，我差点都认不出了。嘿，老了。贺市长现在是自由联盟会长。哎，什么会长、市长都是虚名，都是为人民服务而已。如果不嫌弃，你就叫我贺叔吧。贺叔，哈哈哈，好久没有和侄子见面了。
我这个做叔叔的本应该好好请一回客，但是不巧啊，有急事要出差，只能下次了。我得到了准确的消息，有人要在魔都准备刺杀你，而且不止一批。贺叔有心了，多谢您特意告知。这样的话，我们的安全可是要仰仗贺叔了。特别是我这5个学生都是来魔都参加比赛的，记得来南天做客啊！好说好说。小小年纪听到这种消息，反应竟然滴水不漏。到底是真有底牌，有恃无恐呢，还是纯粹养气功夫太好呢？ CTV 的观众们好，这里是华夏高校杯现场直播，我正在魔都体育馆内，观众席上的所有观众都已经爆满，只等来自华夏区各大基地市的队伍进场。现在距离进场时间还有5分钟，大家可以看见，现在是各大基地的队伍陆续进场，最前面的是华武高校，因为去年华武高校夺得冠军，所以今年帝都市基地有3支队伍参赛。 也是所有参赛基地中参赛队伍最多的。现在出现在最前列的是华武高校，也是去年的冠军队。冠军！冠军！冠军！看见了吗？这就是强者才有的待遇。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 只有强者才配以欢呼和尖叫。如果你们今年拿了冠军，明年你们下一届的学弟也会是这个待遇。冠军，校长，如果我们要是拿了第1名，也是替学校争光，为学校争取荣誉了，是不是下次月考就不用参加？你们去年不是只拿了个第8名吗？怎么口气这么大？笑什么笑啊？哼，一个第8名还想去挑战第1名，哪里来的自信啊？你好了，没必要逞口舌之力。看他们的校服，应该是洛阳华高的参赛选手。到时直接在赛场上打败他们就行了。各位观众，请看屏幕。 现在开始第3组的分组抽签，停下来，是7号和8号。第3组第1场是洛阳华高对阵天阁学府。天阁，我们一上来就要打天阁，真的假的？唉，上一届要不是天阁队长李俊宗的预售，在预选赛淘汰暨南学院那场中受了重伤，我们还真不一定能拿到第7名。去年的暨南。 那也是可以和华武争锋的夺冠热门啊！怕什么？那李俊宗也是上一届的，这一届他们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去年我们能干过他们，今年我们照样可以。天助我也！这次一定要给洛阳华高那群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一个深刻的教训。没错，搞他！都冷静点，华武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第1场就是华武和青门一中的比赛，都给我好好看看。不错不错，越来越有队长样子了。队伍也比之前更加有自信，不枉我这段时间悉心调教。啊？什么？啊！太出乎意料了，华武竟然只派出2位御史迎战青木一中。哇！竟然只有2个人，这么瞧不起对手，也太过分了。就是，凭什么这么欺负人？ 九黎荒原，听着名字就不像是地星的。华武高校背后是虎山集团，还有华夏区军部。没有意外的话，这2只御兽就是他们的手笔。比赛开始！这是光暗潮汐，他们在运用光暗潮汐的能力。这2匹狼口中的元素光团在高速运转。巨锤爆元，用地刺阻碍他们的进攻。新爆发的巨锤爆元用力锤击地面，产生了大量地刺，袭击华武的双狼。但是双狼凭借着灵巧的身法，完全避开了地刺。太震惊了！华武的2只御兽居然瞬间斩杀了青木的3只御兽，威力之大，竟然连防护罩都被打出了裂痕。太帅了！不愧是冠军队！
还算不错，这对光暗双狼都可以对抗一只品质不高的领主了。哎呀，本来以为这次是毫无悬念的一面倒，现在有意思了啊！你们有对手了，可小心点，别丢了我的脸啊！为什么觉得小将看上去就大反派？观众朋友们，下面即将登场的是天阁学府和洛阳华高。去年天阁爆冷战胜济南后，却惜败于洛阳华高。今年两队再次相遇，可惜的是，天阁的明星选手李俊宗已经毕业。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但是担任今年天阁学府领队的是已经沉寂了3年的昔日之星，曾经的世界知名御史高鹏。不知道他的加入能否帮助天阁完成自己的复仇战呢？校长，我们要不要也学那华武高校？我们也只派出2只领主级御兽。行了，小子，知道什么叫狮子搏兔吗？其实我们实力很强，也不能掉以轻心。这次我们一定要堂堂正正的把冠军的名望夺过来。切，堂堂正正，你信吗？我反正不信。就是和校长教我们的那些阴招一比，以前的咱们纯的就像是水一样。曹焕，你带天宫云雀上场，犬羊花就不用带了啊。上场后，领主光环都先给我憋着。如果对方有领主级御兽，就派云雀去牵制；如果对面领主级没有下场，就让魔腾蹒跚鬼远程绞杀敌人。是老敌人吗？校长果然如此多端。战术懂不懂？我们用的是战术。有没有什么发现？领队，天府的御兽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我们得到的消息里的那些御兽。我就说嘛，一个3年前逃出去的人，哪需要这么重视？那季寒武还算是一个人物，这高鹏算什么？也就是运气好，有一个好外公而已。双方御兽均已上场，天虎的阵型不一般呐，竟然让木属性御兽挤在前线，而2只金属性在后。众所周知，木属性从不以防护和耐久著称。洛阳华高有强力的火属性打击手，难道其中有什么战术布置？比赛马上开始，请观众们拭目以待。小心点，对面这只魔腾蹒跚鬼的战斗素质很高，据说在他们校内排位赛里拿了第2名。一只不擅长正面厮杀的御兽能拿到这么高的名次，肯定有过人之处。明白。魔腾蹒跚鬼，请扩张藤蔓。想抢下地形，休想！火焰异兽龙，给我烧了他的藤蔓！什么？这些藤蔓居然完全不惧怕火焰异兽龙的攻击！不对，首领级的魔腾蹒跚鬼可释放不了这么多的藤蔓，难道他进化了？领主级？不会吧？他们领队不就1只领主级吗？难道一开始情报就是错误的？都冷静一点，千叶螳螂，把藤蔓切断，阻止场地蔓延。什么？居然只留下这么点痕迹？哥几个，看来不需要麻烦你们了。魔腾蹒跚鬼，解决他们！绞杀！望海洋！不好，队长，我感受到我的御兽信息在迅速变弱。我的也是。我们认输。战斗结束，天阁学府获胜。彻底疯狂！本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但是天阁学府仅仅派出1名选手，就逼退了圣剑第7，稳稳拿下这场复仇战。虽然上一届的明星选手已经毕业，但是这支全新的队伍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潜力，也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
见形势不可挽回，就立刻投降，保存实力。正确的选择。毕竟是小组预选赛，出线才是第一要务。真拼光了自家预售，才是得不偿失。校长，校长，我们赢了，赢得太轻松了。乖，表现不错。第1天的赛程现在结束，请各个参赛团队与观众有序退场。高少，贺会长让我来接几位，那就拜托你了。校长，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先过去，我得处理一点小事。司机师傅，打车。小兄弟，你要去哪里啊？找个安静的酒店吧。根据最新报道，科学家发现地心正在发生变化，近日部分地区将有可能发生持续空间动荡。今日帝都时间上午7点，在南海地区发现一只尚未被发现的全新王级怪物，已被暂时命名为腐蚀原油精。有部分学者公开发表意见，认为腐蚀原油精可能因灾变前石油泄漏，导致水体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变异导致。昨日帝都时间下午9点，金沙区政府与异世界天河部落达成合作，双方就育兽培养繁殖以及金沙区安全防护方面达成密切合作。灾变初期，这些还都是普通人避之不及的凶恶猛兽，现在竟然融入了人类生活，或许也有那些上古氏族部落回归的原因。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情况，我这3年早就摸清了这群人的底细。那些曾经在黑雾世界被赶出去的上古氏族部落，真的如他们表现的那么无所不能吗？老弟，地方到了。潮水声，这里倒是十足的清静啊。怎么样，满意吧？你不是出租车师傅吧？哦，你怎么看出来的？自我介绍一下，在下银游，邀请你加入我们幽虎部落。喂，你们部落招人这么随便的？当然不是什么人都随便招收，只有有潜力的天才才被允许加入我们幽虎部落。事实上，你们地形大部分的玉石我都研究过，有些部落看不上你们，但我恰恰不同。我猜你们幽虎部落在所有部落里应该是混得比较差的那种吧？否则你们为什么会连同城那种水平的人都收呢？这么饥渴，是不是基因有缺陷，需要我们地形人来帮你们改善后代基因啊？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没想到你这么不识趣。你知不知道，不只是你，包括你家的南天集团，都会为你今天的话付出代价。行吧，最后能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既然你们想招募我，那为什么总是针对天阁学府？这种行为对我加入你们幽虎部落又有什么帮助呢？这个我可以帮他解释，在我们那边部落，吞并是很正常的事。让一个部落削弱到极致，他没有力气反抗后，就只能任人宰割了。铜像，看来这件事情里面也有你们桑童部落的手笔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和我们桑童部落没关系，我只是对你不爽而已。今天应邀过来看你结局的那些事情，我可没有参与进来。还有，你不要以为白龙部落会派人来保护你，实际上，就算你们南天集团被灭了，他们也不会帮你说一句话的。毕竟，当初你外公拒绝了白龙部落的招揽。切，这铜像怎么回事？他怎么全都告诉高鹏了？算了，看戏就看戏吧，反正也不差他那点战力。毕竟是桑童部落大祭司的独子，也不好得罪了。难道我愿意告诉他这些东西吗？不过是经统领的提醒，过来卖个好而已。至于高鹏最后是死是活，就不是我关心的了。白龙部落无所谓，
到时候也不知道是谁求谁呢。1、2、3、4、5，这5只玉兽就是你这么和我说话的底气吗？哼，这地心天地禁制不解开，最多只能允许王级玉兽出世，这底牌还不够。用你们的一个词很适合描述现在的你，坐井观天。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如果不是这个特殊时间，你以为我为什么会今天过来？猛烈的空间波动，这里在孕育新的空间节点，地心的等级限制要提升了。没错，地心的等级限制即将打开，这天要变了。你可能没见识过王级玉兽，现身吧，蛮皇破山兽！怎么样，怕了吗？不过没关系，我会给你机会。这次我只会动用这只准皇级的辅助玉兽，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逃跑，只要你能逃走，我就原谅你之前的僭越，怎么样？这就以为完全掌控局势了？这群部落的人好的不学，竟学了装腔作势。不过这圆球倒是比皇级玉兽还稀奇，竟是没见过的属性，还可以附体。隐游身上那层银色光辉，应该就是他的能力。不走，看来你铁了心要和我作对了，真是可惜呀！应接我一招，居然没死。你这玉兽培养的不错，我承认你的天赋很强，但你下辈子要记住，天赋永远只是天赋，没有转化为实力之前，还是低调点好。我们的底蕴永远是你无法想象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应该是你吧？皇级玉兽，我去黑雾世界3年，就培养出了皇级玉兽。蛮皇破山兽，给我上！什么？皋王的那只皇级玉兽竟然能碾压同级的蛮皇破山兽，没想到他居然隐藏了实力。不好！致命转移！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幸亏我有致命转移，在遭受致命伤害时，能够瞬间转移到最近最强大的一只玉兽身边，再让那只玉兽砍中一下，我就死定了。这次我给你10分钟，怎么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放了我吧！我保证幽虎部落再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了。放心，用不了多久就没有幽虎部落了。红象，你应该比较了解幽虎部落吧？我们来细谈一下。高峰，这是你逼我的！破山兽，动手！不自量力。那个，他飞走了。放心，他飞不走。三娃，动静小点儿，免得扰民哦。这动静一点也不小啊！没想到高鹏居然还有第2只皇级玉兽，还好听了灵妹的话。这么高的距离，应该攻击不到了吧？萤火大哥，你刚刚好帅啊！三娃这小傻子的怪力，连流光都吃不消啊！
哎，主人，你看，我找到了这个。随手就召唤出2只黄级御兽，它到底有多少底盘？干得不错。主人，你看，它还是活的。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星辰魔球。星辰魔球，系统显示的是星域魔球，这一字之差，有意思。你应该看见了，他刚才是怎么用这东西的吧？实际上，它不是物品，而是一只御兽。我们御使只能牵1只御兽，不像你们地星人，星辰魔球可以附体，只要培养好了，就相当于多拥有了1只御兽的能力，因此它很珍贵，只有极少数御使才能拥有。哦，那你要不要？哦，真的？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不就是一颗魔球吗？等我把幽虎部落剿灭，还怕找不到3、5颗魔球？你想做什么？劝你不要冲动。幽虎部落有2名地级御使，黄级御使数量上百，王级御使数量更是难以计数。幽虎部落在什么地方？幽虎部落在9黎荒原，他们的空间裂缝在青州基地市城外30公里，具体地址我照发你。哎，算了，反正幽虎部落能帮我收拾掉高鹏也行。要是高鹏能灭了幽虎部落的话，好兄弟，接着。行了，我们一起回去。一路上摄像头这么多，有心人肯定能查到我和高鹏一起出现过。万一部落发生什么事儿，这个锅是无论如何都甩不掉了。哎，对了，好兄弟，你们桑童部落在哪里呀？你要幽虎部落的信息，我都告诉你了，位置也会马上发给你。你还要做什么？哎，别那么激动嘛，我们地心人都是很热情的。既然我们都是好兄弟了，有机会当然要去拜访一下喽。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哼，谁信啊？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算了，我不勉强。诡计多端。哎，何叔，我那5名学生还望您这几天帮我照顾一下啊，我有事要离开魔都一段时间。哈哈哈，贤侄放心，一切有我，你安心处理自己的事情。多谢。现在看来，上古部落的人因为某些原因，只能签订1只御兽。很久以前，上古部落的人也跟地心的人一样，可以签订多只御兽，只是在离开地心以后，就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有可能是被诅咒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星球内部活动，失去了地心的特殊环境。这也是那幽虎部落想要招纳地心天才御使，成为他们外姓族人的原因吧。他们只能签订1只御兽，而我们可以不受限制。他们就想借此改善下一代的基因。就是这里了，四娃，我们下去。诸位御史，不要轻举妄动！你知不知道，这里是通往幽虎部落的空间裂缝？现在，马上，立刻速速退去！你们是华夏区的军人，怎么变成了幽虎部落的狗腿子啊？年轻人，赶紧走吧！一群废物！谁？快给我滚开！连个闯入者都解决不了吗？御史大人，御史大人来了！要是耽误了接收那批女人，误了大人们修改基因的计划，们全都要陪葬！哼，竟然还是史诗品质的王级御兽，可惜了。不过，女神啊，修改基因，四娃上！啊！什么？月色水晶鹿被秒杀了！你们走吧，我不想杀你们，我今天只找幽虎部落的麻烦。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
他给我拖住！我回部落去搬救兵。被苍狼犬，给我上！你在干什么？这位勇士，你走吧。今天所有一切都和你没关系。你年纪轻轻就有这种实力，不应该这么早就暴露的。啊？你在说什么？啊！你不是来解救那些被幽虎部落掠夺囚禁起来，给他们改善基因的少女的吗？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刚才就觉得很奇怪了，看来这群士兵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之前让我离开也是怕我白白送死。哼，如果混不下去了，可以去南天集团，那里至少可以给你们一个安身的地方。从今天过后，世间再无幽虎部落。幽虎部落所在的地区不是叫九黎荒原吗？这里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荒原。哦，部落就在前面嘛。你是谁？你不是我们部落的人。我是桑童部落的人，64级的云王巨人。桑童部落，桑童部落在火汤山谷，离我们这里有300余的距离。你什么时候？真杀生灭绝！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我没事儿，看的是旁边的云，吓我一跳。这云看着轻飘飘的，抱的金盒倒是挺大。哎，你又偷吃！好了，不就是一颗黄级怪物金盒？今天管饱。画印封金辞汉相，寻凶遥望远途还。哎呀，现在的地形人搞的这些小玩意儿还挺有意思的。云王死了？怎么可能？不行，一定要告诉其他长老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天上掉下了一座山！有时候扼住命运的咽喉很简单，只需要打一个响指。太好了，是族长的帝君无相马，我们有救了！啊，天亮了。很好，这样一来就清场了。得亏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让铜像打探到被抓的人都关在异常坚固的地下牢房，这样也方便我施展。是仇恨蒙蔽了你的智慧，真是不长记性。什么？阿班，搜索这些废墟下的预售气息。大鹏，府里有一些王级和皇级的怪物，但没有地级的。把这些虫子捏死。啊？怎么只有这蟒蛇一只地级预售？不是说了有2只吗？斩草要除根呐，不然人家以后要报仇怎么办？算了，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些女孩救回去。这帮人简直丧尽天良。刘光，去把那些女孩救出来。如果有看见幽虎部落的人，就全部杀了。轻点儿，把人带上。找到部落外围联络用的兽队，我们就赶紧跑。连族长的帝君无相蟒都被镇压了，究竟是哪个上古氏族出的手？该死！好不容易才在地心赚了点资源。见鬼！是袭击！这是什么？还活着。我啊，干得不错。你顺着他们出来的地道继续搜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生还者。是。来增援了。二把，看看那边来了几只预兽。一共有7只怪物，最前面的是一只黑色的巨虎，身上还有黑色的闪电，看那样子像一只地级。
哦，身上还有黑色闪电的巨虎是吗？既然这样，那这次就是你吧。啊，果然，你又选择了最优秀的我。少废话，小黄，马上会有一场恶战，你把状态调整好。放心吧，我的主人。小猫咪，尝尝你家黄老爷的拳头吧！哪里来的秃头鸭子？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有着。哈哈哈哈！太弱了，小猫咪。我可是幽武部落的镇族御兽，也有一方子民的老牌顶尖地级御兽，是受过这种屈辱。给我！不痛不痒。这九黎幽虎等级虽然比小黄高了1级，但品质却比小黄低了1等，而且主要战力就在这一身雷电掌控上，完全被小黄的元素抗性所克制。走，我们去看看阿班那边怎么样了。哦，居然还在挣扎。地级的生命力确实不容小觑。阿班，给他上点猛药。哼哼，阿班牌超大功率智能热水器，专为烹饪怪物而生。半年前，黑雾世界就有一只地级的蓝星魔鬼红被阿班活活的煮熟，最后居然变得肉质酥软有嚼劲。大子，如果说之前那九黎幽谷召唤出的雷霆是池塘，那大子召唤出的雷霆就是一座湖泊。哪怕大子等级比他低一点，在雷电的掌控度上也比他高了一个大层次。毕竟从品质上，大子就甩了他整整2阶。高鹏，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有好吃的你就把我喊出来了，嘿嘿。阿班，你屁股往旁边挪挪。啊，这条小蚯蚓还没死。哎，我知道还没死，但你动作太慢了，我来给他加工。我只是获救了吗？果然在绝境中，也不要放弃任何希望，只要希望尚存，就有一线生路。人已经送到，你们自己处理吧，我去休息一下。从今天过后，世间再无幽谷部落。这批女孩从哪里来的，都送回哪里去吧。不行，不能这么做，被发现我们都会死的。放心，我们到时候会给你打掩护，就说在路途上遭遇了怪物袭击。不行不行，你们这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团长，空间裂缝里有人出来了！什么？这些是被抓走的女孩们，还愣着干嘛？快点组织人去帮助他们！是。小姑娘，九黎荒原那边发生什么了？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有个好心人带着地级御兽救了我们。地级御兽，这世间王级御兽已经可以成为封顶，地级又是何等的存在？嘘，地形竟然出了这等人物！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幽虎部落这边已经搞定，幸好他们也没有圣级的御兽，
不知道阿呆在黑武世界提升的怎么样了。我走的时候他就已经80级，距离突破只有1步之遥。浩大海说过，等地级突破到圣级之后，就不仅仅是拥有光环，而是诞生出全新的圣域，可以完全压制同属性等级低的怪物。如果阿呆可以突破到圣级，对抗上古部落，我就更有底气了。哎，这玩意儿排着挺舒服的，要不带几个给外公？哎呀，都一整天了，怎么还没有消息？如果高鹏对付不了幽虎部落，那我可就被坑死了。真不该脑袋一热对高鹏说那么多。啊，父亲，你现在在魔都？对，我现在正在魔都。你没有得罪高鹏吧？爹，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4个小时前，有探子已经把照片和视频发来了，基本上所有的部落高层都知晓了。幽虎部落被屠光了。什么？你好自为之，不要得罪高鹏。如果可以，和他打好关系吧。哎，屠杀整一个部落的人，高鹏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什么？被屠了？2个地级，连1天都没撑下来。观众朋友们，经过1整天的比拼，本届大赛的冠亚军马上就要在天阁学府和华武高校之中决出了。岐山部落、黑狮部落，哼，人群里的熟面孔可真多。看来昨晚跟我一样失眠的人也不少呢。意外发生了！关键时刻，华武高校的御兽走位失误，被天阁学府的魔头缠住了。加油！我藤攀山鬼，死控住他！45级的史诗品级御兽，这种低级失误，不应该啊！该不会是故意的吧？高鹏先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豪华宝箱，方便你休息。您看，不用，我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带队老师，自然要和自己的队员在一起。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顾虑我。好的。这个估计也一样，是知道幽虎部落被我屠灭之后的连锁反应。天阁的王牌云雀使用了他标志性的云爆冲击弹，华武的黑白双狼被完全压制。认输，我们认输。胜利者是天阁学府，他们完成了黑八奇迹，让我们为他们献上最真挚的祝贺。经过我精心调教的这支队伍，哪怕是正面决生死，最后胜利者也只会是我。需要有这些小动作？这么得来的冠军，没意思。看来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待在实验室里，等热度平息一点比较好。校长，我赢了！冠军队伍拍照纪念一下吧！1、2、3，耶！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终于完成了。这2天把集团旗下的御兽都梳理了一遍，白龙、银龙还有血眼糊涂鹫他们都顺利突破黄级，特别是白龙，直接一鼓作气冲到了64级，战力一瞬间暴涨10倍不止。接下来就是等秘境打开，拿到真龙果凑齐材料，让白龙升级传说。现在地心的黄级限制打开，虽然地级上不能降临，但64级的史诗暂时也够用了。高手，有客人。请客人在会客室稍等。如果是普通访客，肯定会被挡在集团那边。再加上最近这个时间点，看来客人不是一般身份呢。竟然带着警卫员进来，果然身份不简单。
您喝红茶吗？红雪茶树妖每年春天精挑细选的上好嫩芽，补血益神，我家长辈很爱喝。等一下，没事的，小徐。长辈嘛，好，我也尝尝。不错，好茶。小友不用担心，没必要拿话架住老头子我。不过既然喝了你的茶，就算应了长辈的名分，我们就不打官腔了。首长，首先，老头子我得谢谢你。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居然这么胆大包天，所有相关的人都进入了监狱，同时剥夺御兽终身权利。这些话您跟我外公去说比较好，您俩是同辈，跟您说话我压力太大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南天集团不用再缴纳1分税赋。这怎么好意思啊？这种大礼仪我受之有愧啊。果然是国之栋梁。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好吧。好了，玩笑开完，说正经的了。老头子舔着脸皮来找你，其实是想让你帮一个忙。我们在等谁啊？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难道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南天集团的那位？小点声，瞎呀！啊？你看见那边站着的，就是他吗？最近神农架里的通道即将打开，我们准备去通道里探索。这件事会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华夏区真正的强者很少，所以我也只能舔着脸皮来托付你了。这次的所有收获都归你，任何人都拿不走。我想请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一下我们的研究人员。按老头子说的，高层其实10几年前就发现了异变的征兆，只是没对普通民众公开。而这个神农架的通道，更是很有可能通向一个灵气充沛的折叠空间。难道真的像他说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天地末法时代，其实是灵气都被折叠空间吸走了？快看天上，来了，是青鸾部落的人，难怪让我们等那么久。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青鸾部落嘛，排场够大的，也不知道实力怎样。青鸾部落可是7大部落之一哦。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北清源，你怎么在这里？哼哼，是你外公拜托我来照看你的，毕竟在你家蹭了那么多饭，这一点小忙不算什么。外公，你个老……算了，北清岩确实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说不定能起不少作用。按照外公搜集到的情报，7大部落的实力比桑童部落、幽虎部落之流要高一个层次，而桑童部落、幽虎部落里都有地级御兽，那么比他们还要高出一个等级的7大部落里，肯定有圣级存在。难怪。好了，各位，人到齐了，我们出发。这是哪里？不会是空间裂缝吧？太大了！空间裂缝哪有这么大的？就算是已知最大的空间裂缝，也没有这里的1/10大小。难道真的是折叠空间？我们地心原本也属于一个超级庞大的世界，只是被某些手段所掩盖。各位按顺序依次进入，保持阵型。奇怪，好像等级的限制又解开了，莫非在这里会有地气？救命啊！土里有怪物！救命啊！别回头，快往前跑！寒冰熊王，快攻击那只怪物！原来只是一个样子货。
那么多？大家别慌，那些怪物都不强，御史们顶上，保护好科研队。确实不强，等级最高的也才首领级，有的连领主级都没有。倒是这些树，系统界面没有反应，不是植物系的怪物，但却有一股子莫名的寒意。难道？小叶，配合我做个实验。这种感觉，反倒和阿呆身上的气息类似。不对，这不是阴寒之力，这是魂力。小叶，果然，小燕对魂体有伤害加成。你是毕方？没错。只是你怎么这么胖？你能飞起来吗？哼哼，知不知道什么叫营养丰富、吸收好？我吃了多少天才地宝，怕是你想都不敢想。你这小青鸟真不会说话。从今天开始，你的鸟生就走窄了。怪物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各位整顿一下，我们继续出发。哇，这花真漂亮，看着不像是地心已知的任何品种。哎，这是花根吗？怎么看上去有点奇怪？对，快跑！怎么了？这人就没了。小雨，可恶，不要毁了这朵鲜花！哎，冷静点儿，这是很好的研究素材。我们先竖起警示牌，之后做好防护再来采摘。没想到才来这里不到半天，就遇上2次意外。李队长，我有飞行系预售，不如让我去侦查一下附近的地形。很好的建议，那就麻烦你了，高校长。没想到在空中往下看，一眼望去，视线所及之处全是类似的场景。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奈何地狱，这里是地狱。不过，如果是地狱的话，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周围会是这个环境了。小叶，返程。这死亡阴部女还敢冲过来，把我们当猎物了？小叶，去，我们走。高校长，周围的环境如何？刚才上去看了看，方圆几百里都是同样的地貌，我们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这……要不我们先测试一下这处折叠空间里的数据吧，比如温度还有湿度什么的。确实也可以。我们这么多人大费周折的过来，就是为了检测这么一点东西，那还需要我们过来干什么？给你们当保姆吗？哼，我们这里基本上汇聚了华夏区的顶尖高手。怕什么？有道理，就算这里全是这种环境，我们至少也要把周围有什么怪物查探清楚才是。现在嚷嚷的御史都是实力不强的人，哼，怕科研队成果少，影响自己赚取功绩吧。真正强的那几个都没有说话。哎，那些上古部落来的人，表情有点奇怪啊。难道他们知道关于这里的内情？嘿，我这不是也有个上古部落的队友吗？北青岩，也不知道他这儿有没有内幕消息。咱们现在可是一伙儿的，有什么你可不能瞒我哟。饿了，果然有货呀！喏，你饿了，我带了巧克力。我们应该就地调查，这有什么意义吗？该怎么办呢？李队长，不如我们兵分2路，想要留下来做研究的就留在这里，想要去周围探查的就单独行动。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集体行动吗？分开之后，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也不好交代啊。不深入探测，那不是浪费这次机会吗？太危险了，我不赞成。现在这个情况，你认为集体行动有用吗？我就直说了，
这里基本上各个势力都想单独行动，否则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发现了宝物要归谁？虽然来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自己这个队长很可能做不成，但还真没想到这么快。那这样吧，1周后我们在入口这里集合。这1周的时间里，大家可以自由探测附近。期间如果有发现同伴遇见危险，还是救一下吧。走，我们往东边探索，西边探索的，这里集合。我们去那个方向。李岩队长，你们军区的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行。这株植物长得有点像灯笼草啊！什么？你没事吧？谢谢。来，我扶你起来。小心一点。高鹏，刚才咱们明明已经看到那个怪物了，为啥不让我提前打掉它？你不懂，人类是一种帮助来得太容易，反而会不懂得珍惜的动物。人类真复杂。你们看，那边是不是有一栋房子？真的有。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这种地方会有房子？难道说……那我们去房子那边搜索一下吧。走近了看，这房子越看越怪。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里很冷啊？快看，有人！我看见了，我看见刚刚别墅里有人走过去了。这里怎么会有人住？会不会是你看错了？不可能看错的，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启明说的没错，我们研究人员就应该有勇于探索的精神。走吧。教授，不对劲啊，教授！教授，你看房子是不是歪了？啊，这里可是奈何地狱，地狱里有现代化的小别墅，当然不对劲啊！而且这房子看上去怎么那么像纸扎的呢？高鹏，里面有很重的阴气。阴气？难道说还真是纸扎的？哎，还是别进去了。你们不觉得这里出现这么个东西很诡异吗？这不是有你在吗？刚才你还救了我。这里的等级上限可不止皇级，真要出了事儿，我不一定能保住你们所有人。小燕，攻击！这个楼也是怪物，那他的尸体可不可以给我们解剖啊？剖开后，里面是水泥墙还是内脏？这都被烧成灰烬了，你就别想解剖了。装点灰回去研究也好啊。救命！后面有地级怪物，小心！你们躲后面去，不要碍事。对付这些阴邪的东西，雷系总有加成吧？大子，用银鹰之雷先给那大家伙来一把。我竟然感觉到了一丝难以描述的威胁。原来之前缭绕在他周身的黑雾是从他鼻孔里喷出的。圣级，这怎么打得过？如果阿呆在的话，还能拖一拖。完了，我们全完了！活着的人类。哎，你好，请问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你了？啊，我们也是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通道，然后从通道过来的，没有直接下杀手，就说明有的谈。就怕那种什么不讲，二话不说一上来就直接干架的那种。通道，看来是不小心出了点岔子，还好问题不大。这里不允许有活人进入，既然你们闯入了，那就永远留在这里吧。什么？牛头，
找到出错的地方了吗？嚯，咱们这里什么时候有会飞的蜈蚣了？让我瞅瞅。毛鹏，我的翅膀受伤了，这里好可怕。这是马面，只是看一眼就有这样的威能，好像比牛头更危险。出错的地方还没有找到，但是我闻到了人间那腐臭的味道。人间的味道真难闻，没有我们地狱好闻。还真的是人类啊！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把这些人类赶回去吧，他们也只是误闯进来的。你总是这么心善。这什么玩意儿？这些亡灵能把你们的同伴找回来。啊，他说的是真的吗？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意义吗？要我们死，也就是个念头的事情。那我们的研究怎么办？我劝各位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至少能保住性命。高校长，你觉得如何？我同意，事态已经不受我们控制，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既然如此，那大家还是原地待命吧。高鹏，站我后面，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带你溜。这蠢家伙，在关键时刻还是挺可靠的。放开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救命啊！东边那队人也被抓回来了。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没有，都在这儿了。那就走吧，老牛，我们送他们一下。你欠我一次。哎，这2只怪物是什么等级的？不知道，看这模样，至少也是地级吧。恐怕不止，没看见有地级预售的那位都这么听话吗？啊？嘿，他们都没看我们，要不找机会偷偷……你疯了！有人想留在地狱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哼，真是无知者无畏，什么时候都不缺自作聪明要找死的人呢。后来我们就从折叠世界回来了。面对实力深不可测的敌人，你能忍住不轻举妄动，很好。对了，是明天去黑雾世界，出发前的准备都做好了吗？是明天。从折叠空间回来1周，也没多陪陪你。就别做小儿女情态了，地形太小了，去你该去的地方，不用担心老头子我。哎，对了，没百科。把你上次跟我说的再详细点讲一遍呗。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再讲讲9天10地。小鹏回来后大概讲过这次的经历，我对这个部分很感兴趣。其实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地星，只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世界都隐藏在另外一面。如果只是地星这么一点地盘，又怎能吸引那么多的上古部落回归？这片世界曾经有一个名字，叫9天10地，天为阳，地为阴。我们这次去的黄泉幽冥地狱，就是传说中的10地。那牛头马面就是地狱里的监管者和执法者。9天则是一片浩瀚的世界，用你们的说法就是一个整体大陆板块。我们北韩部落以前就居住在9天的寒霜群岛上。9天和10地之间互相独立，想要从9天进入10地，必须要通过特殊的通道。说实话，刚才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地狱，以前只听族中的长辈们谈论过那里。那10地里有监管者，9天有没有监管者？9天没有，但是9天有一些很强的怪物族群，他们从远古时期就存在于9天之内，甚至还有一些在世界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巨擘在沉睡。那些上古部落所在的世界也属于9天10地吗？不属于，那些世界独立于9天10地之外，
被称作位面海。我不太清楚，只知道9天时地也很大，位面海也很大。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有点好奇，当年你们为什么会离开地星的，而且还是所有部落一起离开？其实那时离开的只是部落里的老弱，我父亲当年就留了下来。我父亲还有族中的长老他们，随后带上族中一部分精英和御兽，离开了部落，去参加战争。战争？好了，扯出人家姑娘的伤心事，再追问下去就不是男子汉所为了。上钩了！这些上古部落的人当年离开肯定有他们的道理，要么就是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要么就是生存不下去了。厉害吧？如果是前者还好，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有什么原因让人族在9天活不下去，不得不流亡。唉，虽然很想一直陪着外公，让他也享受天伦之乐，但居安思危，地心目前虽然是安全的，但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保证相对的安全，我不能松懈。阿呆，我终于找到我宝贝的踪迹了！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等我把宝贝夺回来后，带你吃香的喝辣的。那你去把你那宝贝夺回来吧。能抢回来，我肯定抢回来了。问题是抢不过。主人回来了。你哪儿呢？哪儿呢？哟，你们都在等我呢。主人，胖大海说他找到了他以前遗落在海洋深处的宝物。宝物？哎呦，这胖大海有点东西啊，居然还有这手。我在的时候不说，等我走了就偷偷找机会，想要背着我将好东西取出来。哎呀，大海，我有点心寒呐。有了宝物，忘了主人。我这不也是刚想到吗？而且还没拿到手。行了，你说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是一把武器。武器？你们怪物也有武器？嘿嘿，当然有武器，不过我们怪物身体素质强横，一般寻常的武器还不如我们自己身体好用，所以也很少有怪物用武器。确实，牛头马面他们也带着武器，那也是类人型的怪物更适合使用武器吧？胖大海，你这个连爪子都没有的大头鱼，用的什么武器？头盔？那得多大的头盔啊！我那才不是头盔，我那个可是神器。行吧，哼，神器？你那头盔在哪里啊？来，我们回宫殿里，你详细展开说说。神器！你这乡村胖头鱼居然这么好！你想干什么？狗鹏，还你这只臭毛鸭子！胖呀，你看我这按摩手法怎么样？还不错。敢说我秃毛呀？等我搞到神器，你就得变咸鱼。之前就觉得胖头鱼的身份肯定不简单，这家伙的能力诡异而又强大，信息面板上的名字呈现问号。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居然还和神器扯上关系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神器是神明使用的武器，又被称作本命神器，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本命神器内蕴含神明自身的法则，就算是神明也只能制造出一把。难不成这胖头鱼是一个神明不成？但也没见过这么弱的神啊！你这胖大海居然这么好，看来
我应该叫你富家胖了。嘿嘿嘿，好说好说。你已经79级了，都不敢动手，非要怂恿阿呆出手。难道你的武器是落在圣级怪物手中了？不是圣级，是一只准神。哦，哎呀，你想送死别拉上我们！如果是圣级也就算了，准神，你是不是对准神有什么误解啊？如果我知道那只准神的弱点呢？有弱点也不行，只有在实力差距不是太大的时候，弱点才有被利用的可能性。哎，很多人都知道阿喀琉斯的弱点是他的后脚跟，你去戳他的后脚跟试试。那武器当年是我的，我在上面留了后手，在关键时刻可以让武器反戈一击。哦，这样吧，我们先去看看夺走我宝贝的那只怪物，再做决定。我说闲着也是闲着，给我再讲讲准神是怎么回事呗？准神和圣级之间的差别又在哪里？圣级是将光环以及自己掌控的能力融合为一体，从而凝聚出领域。但圣级的领域只是一个雏形，在晋级准神后，领域的范围强度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但这并不是准神和圣级最大的区别。准神和圣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准神的称号里有了一个神字，因为他们体内的力量几乎达到了凡俗怪物可以达到的巅峰，触摸到了神的门槛。然后开始神化。聪明。神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成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身躯内的某个器官受到影响开始神化，然后向外扩展，继而全身彻底神化。那神和准神有什么区别？全身神化就算神了？谁告诉你的？神肯定是全身神化了，但是神的能力又不只是身体神化这么一点。现在你们距离神还早，知道那么多对你们没有益处。海底光线昏暗，而且水元素极度浓郁，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呢。哎，那是什么？放心吧，这只怪物不吃肉的，它是食素。胖大海，快想想办法！哦，那只手掌的速度变慢了，可以啊，胖大海。哎呀，别看了，我们快跑吧！好，他只有圣级。大海，你是不是认错等级了？如果是准神怪物，当然是有多远跑多远。但如果只是一只圣级怪物，不是这只，不好，它来了！它在狩猎，我们快逃！什么？哦。什么东西？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胖大海，我知道。趁现在，我们走。你确定你的武器落在了刚才那家伙手上？我从他身上感知到神器的气息了，应该就在他身上。他想要炼化神器，但应该是实力不足，暂时还炼化不了。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捉那圣级怪物准备干什么了。这天杀的狡猾东西，他想要献祭其他怪物来污染神器的神性，然后强行炼化我的神器。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行了，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这家伙太可恶了！你再怎么骂也伤不了他一丁半点儿。你又没有言出法随的能力，省点口水吧。我明白你的感受，但你与其在这里自怨自艾，还不如趁这个功夫多消化2颗怪物晶核，让自己变得更强。还真要庆幸他不吃肉，
否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在他眼皮子底下逃脱。哎，你有没有听说过斗白星光角像？我听说他的脚可以克制鸳鸯前行者的水毒。鸳鸯前行者主要就靠他们那水毒杀人，如果能有克制他水毒的手段，那他一身实力至少废了70%。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斗白星光角像这个玩意儿。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哼，除了强攻，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嘿嘿，你说借刀杀人？谁有刀？我现在相信你的神器不是头盔了。我怀疑你在说我傻，但我没有证据。好了，说正事儿。海里你比我熟悉，你把你知道的所有准神级怪物都告诉我。你还是把你的歪主意讲清楚吧。什么叫歪主意？这叫谋略。我也不是不懂谋略，只是相比谋略，更喜欢直接马上去罢了。如果可以直接用拳头简单粗暴的解决一切麻烦，还费尽心思用计谋做什么？陆地上我不是很熟悉，但海里我知道准神还有3位。啊，这么多！海洋的面积几乎占了黑雾世界1/3，而且海洋是垂直的，海洋里的怪物数量加起来不比陆地上少。海里3名准神是风暴水魔蛛、吴之奇、沉海富山巨人。吴之奇是一只猴子吗？你居然知道？吴之奇很低调的，他除了很多年前闹了一次以外，就没有再怎么闹过了，知道他的非常少。没想到吴之奇竟然真的存在，这是华夏神话里的一种怪物，据说形似猿猴，塌鼻子、秃额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头径长达100尺。它也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另外2只呢？沉海富山巨人比吴之奇还要更低调，他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中度过的。哦，死宅。精准描述。风暴水魔蛛，它掌控风系、水系2种属性，在杀伤力上，就算在准神中也名列前茅。听上去你似乎挺了解他的。那你觉得，如果我找办法挑拨风暴水魔蛛去和鸳鸯前行者厮杀，等他们两败俱伤再捡便宜，你觉得怎么样？不行，就是不行。他们是神异，一般都有一些特殊能力，像鸳鸯前行者的空间能力，对魔蛛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那不是正好吗？等他们两败俱伤后，我们再找机会偷袭鸳鸯前行者，把神器夺过来。实在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将吴之奇引诱过去，和他继续厮杀。风暴水魔蛛，他是我的逆子。鱼和蜘蛛，生物学不存在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孩子，怎么还混成现在这个模样？他和我关系不是很好，而且他有我的血脉，炼化神器会容易许多，所以绝对不能让他拿到神器，不然到时候要夺回来就很难了。哼，总觉得胖大海和他的叛逆儿子，还有那个神秘的媳妇儿，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好吧，那其他2位你知道在哪里吗？当年我在风雷毒虫岛见过吴之奇，就是不知道现在他还在不在。如果你要找沉海富山巨人，我反而有把握，因为他一般睡觉都不会换地方。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去找巨人比较靠谱。带路吧。走这边，他应该在那一片的海底山脉。怎么没反应？你那海胆炸弹有用吗？有用。奇怪了，怎么睡这么死？海明越来越躁动了，大海是不是有情况？行了行了，我们先避一避。海面陷进去了，好恐怖的力量！我睡了多少年？无声以后，
我睡过8次觉，每一次苏醒后，我都变得更加强大。这一次，我梦见了一个沉海覆山女巨人，她有比山峦还要强壮的肌肉，暴风一般坚毅的身躯。可能这就是世界上最美丽动人的女巨人吧。但是，你是谁吵醒了我？这就是他的名字——沉海覆山巨人的来历吗？乖，都安排好了吧？这次可不能出错。放心吧，现在会时不时有怪物跳出来袭击沉海覆山巨人，他们都沾着阴阳前行者老巢附近的气味，能把巨人稳稳的一路引过去。这就是准神吗？太可怕了！不是不经意间一散发的力量，就能造成如此恐怖的异象。呵呵，我巅峰时期的实力能引起的异象，可比他厉害多了。好了，知道你最厉害。哎，这里距离鸳鸯前行者不远了，我们躲去附近的孤岛观察，以免被误伤。这些怪物简直就像送死一般，源源不断的跑过来挑衅，好烦呐！好烦人呐！嘿嘿嘿，这下有好戏看了。还是不能炼化这神器吗？明明有预感，就差一步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这气息，准神，有一只准神距离非常近。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准神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在我的领地搞地震，这个巢穴废物！是炼化神器的关键时刻，还是不要和他产生冲突？什么？还真的？居然把一整座山丢过来，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货呀！这海洋里另外2只准神级怪物，我都听说过名字，还特意离他们所活跃的区域较远。没想到那2位没有来，却出现了一只从来没听过的准神。看来今天是躲不掉这个疯子了。狗仔，就是你，暗中带着一丝酸臭的泥土味。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还我美梦来！奇妙的家伙，这是你自找的！果然，我这毒就算是准神也不敢硬抗。想当初晋级圣级的时候，就是靠着这剧毒才凝成的领域。该死的臭虫，竟然能伤到我！海水中的疗伤，那在这海对他来说，岂不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血库？我是搞不了这个巨人了。还是跑吧。好强的吸力，我的极限速度恐怕也逃不掉。看来要使用空间之力。
怎么有这么强的符力？简直像写在一招里。走了。哦，打得真激烈！咦，嘿嘿嘿，陈海福山巨人和岳阳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就像一个恢复力超强且力量强大无匹的狂战士和一个会闪避的毒法师之间的战斗。毒法师的能力是很作弊啦，但是偏偏狂战士的等级更高，一不小心被蹭一下就是大半管血没了。在说什么啊？咒语吗？啊，这股气息是……快看，他要动用神器了！这块区域整个都蒸发了，难道这神器还有空间禁锢的威能？怎么样？你家胖爷的神器是不是超级炫酷？还行还行，胖爷，咱们快去收拾残局吧。声音的方向是这边。哇，好惨！陈海福山居然受了这么重的伤，前行者都没有追杀过来，说明那家伙受的伤更重。咱们快点找吧，这片海域太大了，万一让前行者恢复战斗力，我们就白忙活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放心，我自有办法。阿呆，快使用你的阴魂主宰搜索那只逃走的前行者。是。主人，这片海域中弥留的元素波动很浓郁，就是这里没错。啊，大家好好找找，前行者应该是藏起来了。主人，躲我后面。还想跑？对，不过是追不上我的，等我恢复了再来收拾你们。什么？不知情移动？你的神器还会吃东西？一个准神啊，就这么被活生生的吞噬了。可惜了，如果交给大切割祭坛，也不知道能带来多大的收益。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副发光的牙齿。愣着干什么？快追啊！这不是在寻思你的神器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给我站住！你站住！免得你跑了，现在还想跑？别吼了，你又追不上。我把大紫叫出来，保管他跑不掉。要不你再变个泡泡给他？真麻烦。高鹏，下次你不要这么傻，我又不会游泳。好了，对不起了，因为你最快嘛。哎，我们先去追前面那个东西。你们坐稳了。出发。追上了！把我追回去！走你！高鹏，这么久没动，汤大海不会死了吧？死不死的两说，但胖大海祖上估计得有点狐狸血统。啊，好闪！这就是你的神器，牙套。吞噬法则，也不知道这2%是个什么水平。你这神器的样式也太跌份了，怎么是个牙套？大金牙。你又没有手，我身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我这口牙，我当然要做成牙套了。难道做个斧头，然后叼着去砍人吗？你说这神器是你打的，你还能再打一个吗？这你就别想了。每个神都只能打造一件本命神器，
因此神器的属性也就最契合打造它的神明。想要更多的神器，就只能去其他神那里抢了。那也不是没有机会，有些神陨落了，但是他们的神器却保留在世间，这些神器就是多出来的。听说这黑雾世界就是陨落过神明才起的雾，胖大海身份也不简单，说不定有几个死了的朋友。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这样，我们的契约就改一下，即使你没能按时完成我的品质晋级要求，也不用惩罚你了，我们和平分手。之后你有困难，可以来找胖爷我。哟呵，这就自称胖爷了？行，那就多谢胖爷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小鹏啊，这都是小意思，小意思。主任，哎，高鹏，我们为什么要打晕胖大海啊？因为这只胖大海有点膨胀了，需要敲打一下。膨胀是味道变得更好了吗？也不知道被胖大海用了什么方法。这个牙套啊，呸！海皇吞噬之牙，此刻完全沉寂，一点神光都没有外泄，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镀金牙套。这吞噬法则应该就是他吃掉那转神的能力。不过这吞噬法则2%究竟是什么东西啊？算了，阿呆你先拿着，我们带回去慢慢研究。是，主任。宝贝呢？我的宝贝没了！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你终于醒了，刚才你突然就晕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喊都喊不醒。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我后脑勺这么疼？好像有人把我敲晕了似的。你就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加上突然找到牙套，情绪大起大落之后就晕了。还是不对，那我的神器为什么在你这里？他自己跑过来的。来，你的主人是我，怎么能这么点阿呆？哟，胖大海你醒了啊？高鹏，你看。哎呀，你可算是醒了，胖大海，我还等着你给我介绍这神器怎么用呢。你想干嘛？我要是惦记你这东西，刚才就拿走了。再说了，我高鹏是这种人吗？说的也是，这东西叫海皇吞噬之牙，是我当初猎杀巅峰准神之后打造的。你还能猎杀巅峰准神？前世神啊！我杀准神很困难吗？主要是你现在和你口述的形象差距有点大。哼，别生气了嘛，你让我们多了解了解你，就不会这样了。我的过去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随便到处混混，然后不小心就成神了。成神有这么容易吗？你知道吗？我成神的动力还是一条老鱼跟我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我差点连自己都救不活。如果是生命属性的神，也不可以吗？必须要有新鲜的尸体才行。生命治疗这类法则，只有天赋异禀或者神异才有资格领悟。我要是有生命法则，还用得着跟其他怪兽抢什么宝物吗？至少你还是成神了，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不如说说你怎么跟风暴水留住他娘，好上的呗。你说啥？我怎么突然听不清你说话了？不要这么小气吧，有啥可扭捏的啊？聋了，听不见！我要去海里晋级了，不要找我！不闹了，说正经的。上次我问你有没有那种不小心英年早逝的朋友？嘿嘿，你是想要神器吧？
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嘿嘿，你是想要神器吧？我倒是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可能会存放神器的地方，不过能不能拿到手就不好说了。首先，黑雾世界的名字由来你应该知道吧？知道，有一尊神陨落在了这片世界，从此这个世界就有了常年不散的雾。哎，同样是死，人家这比你有逼格多了呀。哼，我就算是苟延残喘，那也是活下来了。他可是真的死的不能再死了。那家伙叫雾之神，也有人叫他黑雾主宰。当年就是他最先挑起的战争，结果战争开始以后，就他就被锤死了。他死了以后，神器掉落，当时没有找到。一般来说，越是黑雾多的地方，就越有可能藏着他那件神器。黑雾最多的地方，自然是黑雾世界的西边，那里常年被黑雾缭绕，据说进去的怪物都再也没能出来过。对了，你知道黑雾世界南部区域的迷宫是谁建造的吗？等等，你说南部区域有很多迷宫，不应该啊。那里迷宫形态不一，数量最多的是石质的，最特别的是高级迷宫，数量稀少，更容易诞生出有利于让怪物进化的物质。哎，这迷宫让我想起了一个存在——肥硕魔像之主，他的神称也叫迷宫之神，是我的仇敌。要是在我印象中他没有死，或者说至少在我崩落前他还活着，他居然死了。哦，那他应该也有神器啦。方大海，嘿嘿嘿，有没有兴趣来一笔？肯定不能错过呀！我要去他的坟前蹦迪。那家伙当年和我深战那么久，他的一些能力我再清楚不过。等我突破圣级，我们就走。怎么回事？是紊乱的空间气息，看来是有个蠢家伙突破了呢。咱们家的后勤大队长总算是进阶了。啾！这空间系的提升是真的慢。小黄、大紫、阿班、阿呆、技师都已经是D级了，就连小叶也是70级的黄级巅峰了。大兔，高猪猪。只有阿蠢才刚刚突破黄级，还没有7小只龙蚁等级提升快。不过这个怪物特性倒是有点意思。就在这里测试吧，你全力闪烁一次，我看看你能闪烁多远。好，阿鹏，我好了。约5000米吗？不知道这个能力算不算强。虽说5000米好像不算短了，但如果是流光爆发极限速度，这个距离也就是1-2秒钟的事。继续，你连续闪烁。这闪灵之光的能力还真不错。哎呀，高鹏，我好累呀，不能连续闪烁了。啊，这才一会儿。唉，短时间内连续闪烁，真是短时间内啊。不过阿准储物空间的体积是真的暴涨，足足有100米的高度，储存一个小型基地室1周的粮食都没有问题，可以称之为战略储物室了。阿准，试试空间暴乱吧，这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攻击性能力。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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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这就完事儿了？对。哎，好像变得奇怪了呢，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莫名的感觉到这片区域变得非常压抑。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哦，这么说好像成功了。看来如果没有空间系能力，就看不到能力发动后具体的效果。正好试试新的御史技能链接。阿准，过来。和自己的御兽链接在一起，可以共享一定程度的五感，并能消耗精神力来调用该御兽的能力，是D级御兽的御史才能使用的高级技能。成功了！这就是阿纯眼中的空间，确实有点诡异。再用空间之力刺激一下，
所以这就是空间之刃，在破碎的空间里，由暴走的空间之力高度凝聚后形成的东西。解除。高鹏，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就看不见你了。完事了，我们先回去。如果被空间系能力引发连锁暴动，就有点危险了。最重要的是对空间的影响。如果早点拿到这个能力，之前就不用担心元阳潜行者逃跑了。好爷我成了！姓高的有点东西，这次重新围上，感觉比以前更强。什么动静？地狱无相术已经集齐了暴力、血腥、恐怖、死亡、邪恶、绝望6个光环，实力稳稳步入地级，只需要再集齐第7个光环就能晋升为圣级。对于只要吸收各种负面能量就能不断进化的地狱无相术而言，足够的负面能量就可以让它飞速进化。好了，万事俱备，收拾收拾，我们出发。长途旅行还得是4瓦，平稳舒适。这山岭巨人虽然等级比美杜莎低，但是身体强悍，且不受石化技能影响，确实是难缠的对手。4瓦，美杜莎，好久不见。是你啊？要不要我帮你解决这个大家伙？4瓦，交给你了。他们是在无能还木吗？这个烦人的石头总算是走了。没事吧？高鹏，好久不见。我刚从海外回来。哟，你还是这么有魅力，和3年前几乎没有变化。这位大帝美杜莎算是比较友善的迷宫之主，正好可以先从他这里探寻迷宫的秘密。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但毕竟是在别人家整事儿，脾气再好的人都难免急眼，更何况是皇级的怪物。我是山，我是山。在4娃和山岭巨人作战的时候，我就偷偷召唤了阿班，并让他伪装成群山，将伤害转移固定在他身上。这样一来，美杜莎的石化技巧就对我无效了。自我来到黑雾世界后的这几年，抱有善意的怪物就没几只，能不产生冲突最好，但是后手还是得留。刚才多亏你的帮助，要不要去我的迷宫里休息休息？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机会来了。这里就是迷宫，不过看起来只是一座普通程度的迷宫，你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是啊？是那个飞象的味道。啊！这是你的预售，他这是……没事，不用理会他。快下来，别给我丢人！跟我去迷宫深处，那里的味道更浓。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没事，
这里很久都没其他怪物来过，偶尔热闹一下也挺好。这里竟然有一片竹林，这只美杜莎倒是挺懂格调的。这些石像是……这片竹林是我纳凉的地方，这些石像是我的收集品。啊，收集品。哎，我对石像也很感兴趣，不如你给我介绍一下吧。等找个机会你就开溜。我懂。这座是我成年礼时击败了疾风狂狼，被我制成了石像。哇哦，难怪这么栩栩如生。味道很稀薄，虽然有那头肥象的气味，迷宫里是他的风格，但这座迷宫并不是他亲手制作的，只是沾染了一部分他的气息。闻他的气味，难道是用他的神器制作的？嘿嘿。看胖大海这表情，有戏。迷宫是不可能被破坏的呀，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这胖大海，让你小声一点，居然弄出这么大动静。我找到了，高鹏，你看。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的迷宫被破坏了。没关系，最近山岭巨人频繁来找麻烦，我已经决定收拾完藏品就搬走。哦，那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还记得那只水母吗？它是空间系的御兽，可以轻轻松松把你的收藏品全部带走。真的谢谢你帮了我，但我不喜欢成为别人的御兽。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这声音不太对劲。喂，你在吃什么？我在吃土。哦。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还有点硌牙齿。高波，你干嘛？吃点土，吃点砖头，你要骂我，我真是太委屈了。哈哈，不愧是水系御兽，呼吸说来就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对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东西，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如果没有数据框提醒，根本看不出异常。喂，这种神器上脱落的砖头有多少我收多少，你去给我拿几块来。完蛋，被发现了，怎么办？高鹏，虽然我确实有点私心，我才能找到这宝贝，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而且我还能继续找。算了，这块给你了，下不为例啊。讨厌。其实我不是给我自己吃的，这种神性砖头我也消化不了，这应该是从魔像的神器迷宫里脱落的，内含微量神器的力量。这海皇吞噬之牙有抛光打磨的作用，你看又亮了一点儿。不过我总觉得有问题。虽然每一个迷宫里都有神性砖头，待在里面对成长和进化都有好处，但这又不是我那长时间被蕴养的牙套。失去主人的神器怎么会那么有活力？会不会有可能他没死？不可能，他是迷宫之神，只有神格毁灭，神躯陨落之后，在法则一散之下，才能形成这么多的迷宫。也是，还是继续去南方找线索吧。奇怪，我感受到迷宫的生机在逐渐变弱。哈哈，抱歉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导致这个迷宫出了问题。没关系，我会再找寻合适的地方。那再见了，后会有期。我们接下去怎么走？嘿嘿，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吞服了这么多的神性砖头后，我隐约能感知到它的位置。毕竟是从本体中分裂出来的神砖，沾满了它的气味。我们出发吧。
这里，哦，不是这里，方向偏了点。不是这边，好像是在后面。我们走错方向了。我胖大海发誓，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带错路。我要是再带错路，我就是孙子。你们看我干什么呀？我感觉我现在距离他很近了。都找了半年了，这句话你说了124次，你怎能凭空无人清白？好了好了，再信你一次，前方带路。这次总没错吧？这么多树，生命力格外顽强吗？和其他迷宫不同，这里的生态很完整且丰富。不过再远就有黄沙阻碍视线了。大子，我们上去看看。好。远处的地平线就是这座迷宫的地界，应该就是这里了。先记一下路线。哎，这是怎么回事？有电磁干扰？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迷宫，确实不一般。唉，这么大的迷宫又拍不下来，只能靠记忆力了。左拐直线，右拐，第二个路口在……超神宠兽店每周3、周6更新，记得来看哦。都准备一下，我们进入迷宫。我已经把路线图记下来了。进门以后，先直走，然后右拐，右左，拐弯以后是第几个门？对，我的记忆出问题了。邪门，好像第一眼还能记住模样，但越是想要记住，脑袋里的画面就越模糊，越集中注意力，脑海里的记忆就越空洞。你们呢？外面爸爸。确实，我也记不清了。嘿嘿，如果别人看一眼就能记住迷宫的路径，那也太丢神的脸了。而且，就算真用了什么小手段记住迷宫的布局，等你进去后就会发现，迷宫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啊，我刚才看了有一会儿，迷宫没有变化呀。外面看不出来，这个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它的迷宫涉及到法则，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你的六感。走吧，我以前经常在他迷宫里待，还算熟悉。到时候我要在他坟前抢他的神器，打他的娃，踩他的迷宫，蹦我的地。行行行。胖大海好像这次没有吹牛，他对这迷宫好像还真的挺了解的。怎么？你发现了什么？一个狗洞。跟我来。啥？连这种暗道都知道，当年究竟是被关过多少次啊？愣在那里干啥？你快过来呀！在这种迷宫里，人一定要机灵点儿。在沙尘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胡乱逃跑，否则容易跌落到陷阱里。最好应该紧贴墙角蹲下去。如果看见沼泽地，一定要小心。沼泽里面……哎呀，从这么详细的攻略来看，你这至少也得是个迷宫钻石会员吧？笑什么？我正在跟你说严肃的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庆幸迷宫内没有神坐镇，所以这个神器现在没有被激活。但就算如此，也非常危险。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真遇见危险了，我也不一定可以保下你。你说神器？这个迷宫就是神器，我们在神器内。数据框没能显现。我们就在神器内，但还没有到神器的核心。那个胖大海，后面。迷宫里的怪物味道也还行。总之，你要好好记住我之前说的要点。走。大海呀。你想干嘛？
要不我和你链接一下吧？多次尝试后，我发现使用这个技能时，我会依附于对应御兽的意识空间，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合体。这样我也轻松，你也不用分心保护我。不行，要是被其他人看到我跟人类合体，我的脸就丢尽了。少废话，我只是旁观，不操控你的身体。哇，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能感觉到海皇吞噬之牙里蕴含的吞噬气息，有一种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咬不碎的错觉。哼，体内的能量也极度雄浑，如汪洋大海。先共享一下视觉。啊，在你的视线中，我能看见很多若隐若现的锁链。你有飞蚊症？那是法则锁链，你才有飞蚊症。有意思。哎，那之前迷宫墙壁上那些金色光芒是金色符文组成的网？迷宫受到的保护，应该就是这张金网的功效吧？哼，反正别乱动我身体，会影响我闯迷宫的。明白明白。这是雷电迷宫区域，看到它就说明我们快要到达无尽轮回迷宫的核心区域了。看我闯过去！啊，真是熟练的让人心疼。前面怎么这么黑啊？这是黑暗迷宫区域，里面完全被黑暗之力覆盖，潜藏着许多绞杀漩涡，但因为看不见，只能凭借直觉或者肉身硬扛过去。那你当年就是直接扛过去的？黑暗迷宫区域是我当年最喜欢的区域，那时候的我可以凭借肉身直接穿过去。现在无尽轮回迷宫没有主人掌握，所有的陷阱都衰弱了不止一个档次，或许我能试着硬扛。别急，或许我有个更好的办法。二娃，你把他叫出来干嘛？二娃，把这片黑雾照亮。什么？居然能把这里照亮？这难道是白极照光瞳？想起来了，当年绞杀雾之神时，有一头太古巨龙就有白极照光瞳，雾之神的手段在他面前折了至少7层。既然是这个能力，那穿过黑暗迷宫区域就没问题了。如何？这法子不错吧？换你带路了。嘿，不错不错，走着。接着怎么走？往前，然后左拐。啊，奇怪，迷宫中心是金字塔祭坛，这是一副棺材，好大。终于死了！你当年和老子厮杀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进了棺材？等等，棺材是不是动了一下？炸去了！强的死亡气息，现在怎么办？不行，现在我们逃不出去了。赵鹏，动手！这么强的死气，他是最好的选择。阿呆，死了也不安生，看我把你棺材给掀了！后退！空气中浓郁的死气对大部分怪物而言都是灾难，但对阿呆来说却是大补啊！还是和阿呆链接合体吧，也能让他们放开手脚。快，傻大个，跟我一起攻击那个棺材！就剩下一个头还在这里作妖。这是什么火？怎么烧得我这么难受？
这好像是阿呆身上的火焰，看着威力不强，攻击在胖大海身上却是造成了奇效。这暗夜以前攻击效果可没有这么犀利，难不成因为他是肥硕魔像之主，才有额外的加成？等我积蓄能量秒了你！傻大个，你就这点实力吗？不要只看戏，给我拖住他！知道了。阿呆的暗夜难道是对有神性的生物有额外的加成？这是之前没发现的一点。主人，这里的其他怪物也骚动起来了。继续纠缠下去恐怕不妙，这里终究是敌人的地盘。胖大海，还有多久？罢了，让阿呆再拖一下。不往上求龙！快，这白骨囚笼抵挡不了肥硕魔像之主多长时间。别催了，马上就好。怎么突然吐血了？胖大海，你没事吧？死不了。现在这个等级要催动神器，对身体的负担还是太重了。不过没关系，我吐几口血，他就得给我掉几斤肉。就让你看看胖爷我神器的威能！海皇吞噬！魔像之主身前居然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小型迷宫虚影，而迷宫的金色光芒在慢慢消散，迷宫也逐渐崩塌。这应该就是无尽轮回迷宫的本体。可恶！死！你们都得死！神血烧的空气都扭曲了，要不是早跟阿呆保持合体状态，我可能都气化了。是神血凝聚出的象牙，恐怕杀伤力和坚硬程度不会下于某些神器。阿呆，你要小心。主人，放心，我神死了。不行，阶位差太大了。阿呆的灵魂之力正在飞速消耗，仅仅扛了几秒，虚影就接近崩溃。别忘了还有我！完事！嘿嘿，用从我这儿偷来的风对付我，本以为你只剩下脑子后会变得聪明，没想到变得更蠢。就这么一层薄膜，还想防着我？别碎！这些是这家伙的一生？不对，这些记忆碎片太零散了，他应该是神格崩溃了。那么这个头颅应该只是尸体上诞生的残缺意识。完蛋玩意儿，这家伙脑子不会是空的吧？嗯，这是什么？哎呀，不管了！自从胖大海钻进去后，这魔像之主就停止不动了，状态也没有变过，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状态刷新了，胖大海可以啊！高鹏，再拖一会儿，我马上就能搞定他。阿呆，用你的黑夜继续攻击魔像之主，给胖大海争取时间。主人，好，迷宫神器，没有主人指挥的情况下，还能自动防御的吗？阿呆，你没事吧？我没事，还能转动。
别逞能了，你之前挡住魔像之主的攻击就已经消耗太多魂力，现在先好好休息吧。阿蠢，你用空间暴乱试试，只要能阻碍神器异动就行。稳定下来了。胖爷，我回来了。神器的样子改变了，他的能量耗尽了，这才是他原来的样子。我们这算是屠神了？胖大海加阿呆加一个牙套，居然就这么搞掉了一个神。他既没有神魂，也没有神格，神躯不完整，而且破损严重，充其量也就是一只神性生物。笑死！屠神，高鹏，你真是想多了点儿。终于到分赃时间了，阿呆你先选。哦，哎，你真是好眼光啊！挑走了这里最值钱的一件宝贝。阿呆挑完了，该我挑了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我和阿呆合体了，所以这场战斗我也贡献了很重要的力量。放心，属于你的东西我绝对不会拿。属于我的什么东西啊？当然是大仇得报的满足和幸福啦。什么？我现在大海啊，这神器怎么认出？你又不是怪物，没有元素之力，没办法拥有法则，怎么掌控神器？法则？行吧，给你了。就真想用神器的话，以后我们合体的时候，我让你用就是了。其实这无尽轮回迷宫最大的用处是培养怪物，当年那家伙就是用它来培养属下的。培养怪物，那应该也可以培养御兽了。对，无尽轮回迷宫解放形态之后，会化为一座超级巨大的迷宫，然后吸收空气中的各种元素，在迷宫内形成各种环境和各种陷阱。迷宫的主人可以操控迷宫内的各种元素浓郁程度，加速御兽修炼速度，或者培养灵值。哦，快试给我看看！瞧你这没见识的样子！看好了，这是形成了新的迷宫。没错，这迷宫感觉比之前的要强多了呀。废话，之前那个只是神器自动维持的而已。哎呀呀呀，这下我有房啦！傻大个儿，我也没骗你，这具神骸对别人来说只是价值极高的素材，但对你来说和神药没区别。还有地上的神血也是极好的补药。我不在的时候，保护好主人。啊！切，不就是吸收死气升级去了吗？搞得跟托孤似的，吓人一跳。哎，阿呆呢？你们刚刚不是去查看魔像之主的尸体了吗？他正在吸收魔像之主的死气升级呢。话又说回来，这迷宫各种元素都具备，正是升级的好地方。趁着阿呆升级的时间，不如让大伙也去吸收点元素之力。你们也各自寻找合适的区域去吸收吧。唉，神器虽然是好东西，可必须要有法则之力才能使用。现在这两件神器的能力，怕是被限制了90%以上。其实我们在成神之前都是使用各种超凡能力，成神之后就是使用法则战斗。有些神因为某些原因只能专修一种法则，或者存在着短板弱点，这时候就需要神器来弥补了。当
年我铸造海皇吞噬之牙，就是为了参悟里面的吞噬法则。我千辛万苦杀了一只饕餮，将它和一些神物熔炼铸造，没想到神器锻造出来不久就遭到了袭杀。哦，难怪海皇吞噬之牙里蕴含的法则只有2%。什么声音？大子，你去看看。好嘞。高鹏，有怪物，有好多怪物。相信他我也是醉了。技师，你在干嘛呢？啃冰块呢。这迷宫里的冰真不错呀。你去看看外面到底是啥情况。迷宫外的好几个方向都有怪物想要冲进来。东边有一只火系的地级怪物，东南方向有2只地级的寒霜暴熊。我一共看见了23只。啊，你看看人家。或许是迷宫内充沛的元素对外界的怪物造成了很强的吸引力。这样，你们每个都选择1只或者2只怪物去对付，不要让其他怪物闯进来，打扰了阿呆的进化。去吧。是。哎，猪猪，我的猪猪。什么动静？门户裂开了。你看，傻大个升级这么快！哦，等级一跃提升到了85级，直接4连跳嘛，不错不错，收获颇丰。连阿呆的无相术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对劲，不对劲！你小子手上有股很奇妙的气息，快让我看看！啊！你居然把手指神化了！不错，终于可以回家喽。徐总好。千溪之地那边的聚集地发展状况如何？千溪之地聚集地人流量在增加，目前尚无常住人口，不过有部分公司派遣了员工长期工作。我们南天集团只是在荒芜迷宫内修建了公司分部，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外面的聚集地设立分店。我们吃肉也要给别人留一口汤喝，这是季董反复强调的理念，我们必须时时牢记。是。还有其他情况吗？我看看。真快，从禹州基地市市长8年任期到期，然后季董在新一轮的选举中以压倒性的选票当选，我就被安排到黑雾世界这边，负责探索者工会在这里的分部。到现在已经半年了，而高少离开也有1年多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徐总，3天前有人看见黑凤山脉里的怪物窜出，跑到了千溪之地。黑凤山脉，黑凤山脉的面积是千溪之地和荒芜平原加起来的整整5倍，里面黄级怪物为数不少，甚至有流言说里面有地级怪物，都部署一些无人机，加强警戒吧。是。什么？这是黄级怪物！警报！快来警报！警戒！新兴警戒！黄级怪物！怎么回事？前方聚集地为什么没有发出警报？现在才收到聚集地的警报有什么用？黄级怪物已经在眼前了。聚集地肯定已经被摧毁了，我们怎么办？迷宫的防御力足够吗？基地室里没有黄级预哨，根本挡不住。没事，听说有人去喊大王了，实在不行再走吧。全体警戒！黄级怪物来了！预示队准备进攻！
贼快击碎，继续防范，不要让一颗碎石掉进基地。目标发动了，快组织防御！你们干得不错，把门打开，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是。尔等宵小，速速受死！来，学我一记杀手锏！秒杀！两位老师辛苦了，我们回去吧。你们看，有人出来了，原来是他出手的，难怪。这人是谁啊？他呀，他是南天那位神秘少董的得意门生，也是集团现在重点培养的明日之星，南天集团第2御史大队总队长李俊宗。九幽殿下，任务失败了，那你看清楚那些人类的底牌了吗？那只宗文帝敬雄被2只王级御兽瞬间秒杀了。原来如此，至少有2个配合默契的王级御史。看来，就算有底牌，也最多就是王级。2年前，人类刚刚出现在黑凤山脉时，九幽明确并未在意这些在他眼中蝼蚁一般的生物，因为九幽明确觉得自己是黑凤山脉的王，是这里当之无愧的霸主。多少年来，无数怪物想要争夺他的位置，但最终都成为了火山底被烧成黑灰的焦骸。人类御史的成长速度比他想象中还要更快，他们会使用各种陷阱，还懂得分工合作。黑凤山脉边缘的怪物不断被捕杀。这些讨厌的人类被赶出了黑雾世界，现在他们竟然又回来了，我就亲自飞一趟。谁让这些人类手伸得太长了？我出去一趟，你们就待在巢穴里，不要乱跑。知道了。少董，还合您口味吗？还不错吧。不过我带来的那些食材呢？怎么上的那么慢？小徐，你帮我去催催。老师，这地级怪物的肉太难处理了，只能用王级御兽的火烹煮。大火乱炖下，虽然能煮熟，味道却不尽人意。不必在意，这都是小事儿。倒是俊宗你进步不小嘛，南天集团最年轻的总队长级御史，不错，继续努力。施老师您教得好，虽然上次您回南天时我正好在出任务，没法亲自来见你，但您留给我的训练法，我时时刻刻都在练习，也算是不负老师教导。对了，老师，您这次专程来荒芜迷宫是有什么要事吗？这次只是在外面待久了，回来看看罢了，顺便看下荒芜迷宫的发展怎么样了。如果可以让胖大海放一块神性砖头在这里，得把这里变成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基地，才能放心呀。不过放置神性砖头之后，就只能用无尽轮回迷宫改造环境和地形，还是有点麻烦呀。少董，正要跟您汇报一件事。什么事？这迷宫以前好像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庇护，但是半年前不知道为什么，那股庇护的力量突然消失了。知道了，这件事我会跟进的。还是别让他知道，是因为胖大海把神性砖头拿走了，迷宫才……警报！怎么又响警报了？没事，昨天那只怪物不也是被杀了吗？走，
我们一起去城墙上看看，昨天还没看清楚呢。等下，警报这是响了几声了？8级警报，地级怪物！好啊！什么？鸟类地级，从黑凤山脉方向来的。少董，要不咱把地级怪物击退了再吃？哎，一只地级而已，你们都怎么了？小徐啊，你现在也是一方基地的领导层，不要老是毛毛躁躁的。知道。怎么说？这附近的地级怪物就是那只黑凤山脉的小麻雀吧？我记得你们关系不太好吧？哎，怎么说是不太好，不过也是老邻居了，得好好招待一下。记得这里曾是寒霜祭师的地盘，现在却成为了人类的聚集地。哼，有段时间没有看见那只小猫咪了，说不定已经成为人类的盘中餐了。啊！你 ，Hello， 好久不见！你居然成为了人类的走狗，丢尽了我们怪物的颜面！啊！你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受死吧！切，脾气还是和当年一样暴。房主，这家伙什么时候突破成地级的？正巧有段时间没有吃地级怪物的脑化了。啊！你怎么了？这是被冰封住了。不好，要裂开了！什么？消停点！我说了，把饭吃完再过来也来得及。你们不信？九幽明却就这么轻易被镇压了。不愧是少董，嘿嘿，小事一桩。这动静不对劲。啊！这么多年，他也变强了呀！九幽明却跑出来了。少董，我们快回去！不要惊慌，阿呆、小黄，暗中行动。这是什么？别过来！可恶，为什么杀不死？哟，看来不需要小黄动手了呀，阿呆就能玩死他了。哎，认清现在的局势了吗？黑凤山脉的王者居然就这么被拿下了！高手现在的实力已经是深不可测了。想让我对你们人类臣服，休想！哈，是吗？阿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认输。切，这小麻雀真是不中用，还以为能多撑一会儿，我还没出手呢。嘿，太弱了，这么多年你还是没什么长进。我都已经78级了，你居然才77级！要杀要剐直接来吧！这么侮辱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哦，那我就成全你。等等，我是黑凤山脉的王，我在黑凤山脉说话还是管一点用的。
我可以帮你们掌控黑凤山脉。你们重新培养一只怪物当黑凤山脉的王，费时费力，肯定不如有个现成的轻松。你们人类不都是以利益为上吗？哟，这只九幽冥雀还是挺聪明的嘛。行吧，我家开的酒楼里还差一个烧火的，你去烧火吧。啊！我堂堂地级，你让我烧火？怎么不乐意？阿呆，这家伙是圣级，我根本打不过他，孩子们可怎么办？等一等，我还有3只后羿在黑凤山脉的火山口内。哦，有幼崽，倒是可以培养一下。行吧，阿呆陪着走一趟。放我下来，我自己能飞。拜拜。少董，他刚才投降，也是因为还有小明雀才做的妥协。既然有了他的把柄，那为什么不直接？不用，威逼利诱那一套对低等怪物好用，对已经生出神智的高等级怪物，得把对方当人看。哼，还是有能力有傲气的那种人。先磨磨他的傲气，然后再用他。果然是少董，虽然听不懂，但肯定高瞻远瞩。哎呀，小宝贝儿长得挺胖乎嘛。孩子，可恶！别轻举妄动！哎，这只小明雀，你们有没有谁想要？你愿意跟着我吗？同意。怎么感觉我像个大恶人一样？这小家伙跟着我们南天，一点儿也不吃亏的好吧？不就是打打工吗？我们待遇又不差。都给我麻利着点！二狗子，你把这块血落蟒的肉洗干净，要把里面的寄生虫全部洗出来。小胖，你那边的白孔头鸟鸟蛋好没啊？对了，老蔡啊，先给我倒一壶。老三和厨师长签了血契，以后可能就是在厨房帮人类处理皇级、地级怪物肉里的各种寄生虫。虽然听起来有点窝囊，但起码安全又不愁温饱。老二跟那个人类的女下属签了血契，老大好像被那个人类带回给他的外公。总之，虽然还是有些不甘心，但至少比丢了命要强。厨师长，高少让我来把他带走。哦，哎，行，这种小事儿哪里要黄队亲自给我打招呼呀？嘿嘿嘿嘿。终于到了处置我的时候了。不过，至少我的孩子们找到了归宿，可惜都没有成为那个人类的御兽。最后一刻，我的念头竟然是这个吗？您可以走了。啊！你让我走？是的，您先回黑凤山脉，晚些时候会有人来跟您商议合作内容和方式的。那位圣界的御史没有别的要求？对了，高少还有一句话要转告您，快回去吧，你胃口这么大，都快把我们吃穷了，我可养不起你啦。禁锢解除了，是他转告那个人类，对他们3个好点儿。虽然他们有点笨，但还是很可爱的。事情就是这样。行了，我知道了，这趟辛苦了，接着忙你的吧。好的，高少。哎，行吧，时间到了，该给他们修复一下迷宫了。少董，
准备好了吧？就等您了。希望一会儿不会吓到你们。江江，少董，这只怪鱼是您新收服的玉兽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呢。小老妹儿，看好喽！嘿嘿，神专成型了，走你！这都是什么情况？快跑啊！震动变小了，少董，这就好了吗？啊，让你那只小麻雀攻击那边的迷宫墙壁试试。去吧。这种光芒，迷宫的那股神秘力量真的回来了。这下除非受到圣级以上的攻击，不然基本可以保证安全了。外公召我回去了，这里就交给你们俊宗了。不愧是少董，太不可思议了。哟，挺热闹嘛，人挺多。外公在举办夜会，看打扮像是部落的人。你回来了，小鹏。啊，回来休整一下。我这次又找到几个稳定的进化配方，正好给实验室，让他们运作一下。这就是你的外孙吧？这老奶奶是谁啊？气质不俗啊，年轻时候应该是大美人。等等，这气氛不太对劲啊。跟你很像，也跟他挺像的。我说了，我是季寒武，我不是他，我只是得到了他遗迹里的传承。你认错人了。外公，这位是？他是……我呀，来自白龙部落。白龙部落，就是那个3大顶级部落之一。这个部落只在部落大回归的时候来过渝州，与南天达成了一些比较平等的合约。据说白龙部落的人很少出现在外界，似乎对争夺地盘不太感兴趣。幽虎部落那次既没有帮忙，也没有落井下石，这时候怎么突然来南天找外公呢？你和他真的很像哦。这并不值得骄傲，我就是我，我不是任何人，我就是季寒武。啊，好，好，好，你就是季寒武，我相信你。我说真的。唉，天天催我，什么时候您也老房子找我一回啊？说正事儿，6天后有一场会盟在方化世界举办，所有中型以上的部落都会参加。这一次会晤将决定很多东西，包括对地星的态度。相信你也知道9天10地的事情了吧？到时候战争爆发，地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桥头堡。在黑雾世界的时候，曾经听说过上古部落是因为资源才被迫逃到其他世界的。桥头堡听上去不像是个好词啊。部落的人不会让战争在方化世界发生，那里现在是部落的大本营，所以就只有让地星成为战场，到时候他们会从这里发起反攻，杀入9天10地。不太妙啊！9天10地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倒没有这么夸张，只是现在9天10地的主人们不希望我们回去。睡不着？啊？外公，你也还没睡吗？再想以后地心会成为战场的事，老实说，这个消息太刺激了。一个是所谓的上古部落，一个是根本听都没听说过的9天10地的土著，人家闯到我们家里，要把这里当作战场，可是我们却无法拒绝。我只有一个人，
正面作战无论哪边都可以把我耗死。当然，我也可以趁两边开战无暇他顾，依靠阿呆他们守住渝州。但是长安区怎么办？其他地区怎么办？那就搬迁吧。搬迁？你能从全局的角度去思考，看来这几年黑雾世界的历练确实让你成长不少。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还得拥有跳脱出问题的眼界。既然这些上古部落的人躲在位面海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往黑雾世界里躲。位面海先不提，黑雾世界容纳10几亿人是不成问题的，但10几亿人的迁徙不是小事，仅靠我们……哎，不要总是想着一个人干完全部的事情，找联合政府，这正是他们该干的事儿。明天我会让你徐书通知联盟，让他们早做打算。至于部落那边，你和我一起去芳华世界，看看这些上古部落的人究竟卖的什么关子。外公，联盟那边情况复杂，还是得您亲自出马。芳华世界那边，我一个人能搞定的。去芳华世界那边，鬼知道会经历什么，不能让外公冒这个险。我的外孙的确是长大了，你安心去吧，早点回来。一头69级传说品质的纯血白龙，这女孩年龄看上去还不到20岁，就拥有了黄级巅峰的御兽，估计有些来头。穿过这个时空裂缝就是外龙群岛了。这里就是外龙群岛吗？这里龙族怪物数量繁多，有点类似于龙陨之谷，不过这里的怪物种类繁多，等级范围也更大。回去好好训练，诸族会晤的时候表现好点，不要丢了你哥哥的脸。请问这里是？这里是历代祭司居住的岛屿。早就看出来您身份不凡了。来，这是部落驯服的怪物，他们基本上可以当做部落的御兽，从小就被驯养在外龙群岛。如果有需要，这些怪物都能很快投入战场。大祭司这么看着我干嘛？难道是因为我之前灭了幽虎部落的事？冤枉啊，大祭司！我平时可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不会那样的。你应该也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对地星人有敌意，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猜是因为圣体。能想到这一点，你果然不是表现出的那么纯良。一方面，因为圣体极为少见，不过另一个原因你还不知道。史诗品质的孽海青椒，86级了。传说品质的斑山龙源，89级。等等，难道？没错，这2只都是我的御兽，我也是圣体。您是圣体，还是说大祭司都是圣体？真是十分聪慧，竟然又一下子猜到了。事实上，每一代大祭司都是圣体，只有圣体才能获得白龙部落大祭司竞选的资格。或者说，只要是圣体，就有资格竞选大祭司。没想到你这年纪能有这般头脑。或许部落现在的颓势，并不是圣体太少的原因。我们固步自封太久了。地星上人人都是圣体，但是能让部落忌惮的强者却没有几个。
像幽狐部落那样惹得人神共愤的部落，当然是极少的。但是其他部落本质上对地星人都是一样的企图。没错，这就像是一个抱着黄金的小孩独自走夜路，对方拥有对我来说很宝贵的东西，同时力量相差悬殊，那我为什么不动手呢？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的事。你不需要想太多，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刻意针对地星。这一次会晤的重心也是要商讨如何对付9天10地背后的异族人。根据推算，庇佑地星的屏障遮挡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地星会彻底与9天融合。与9天彻底融合吗？到时候到了方化世界，你也能见识到各个部落年轻一辈的天骄。你能多结交一些同辈也是好的，说不定还能认识几个朋友。交朋友？我可太喜欢交朋友了。哦吼！又输了，每次海上竞速比赛都比不过杜哥。杜哥，5天后的猪族聚会上，你肯定能大展神威，好好给那些小部落展示一下我们白龙部落的威严。杜哥的御兽已经突破地级了，26岁的地级御史，那些小部落里谁能是杜哥的对手？还行吧，不过天外有天，这点天赋也算不得什么，厉害的人多了去了。杜哥说的对，天外有天。这次跟大祭司去祖地，就看到一个叫高鹏的人，也是地级御史，20来岁。真的，好厉害！切，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前面不就是大祭司的岛吗？岸边那人难道就是……总感觉对面那些人不太欢迎我呢。这么年轻的地级御史，还是圣体，也就是说，他大概还有其他御兽，而且实力不会低。哼，鬼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地级御史。大祭司他老了，老糊涂了，说不定就给骗了。哥，我去试试他的斤两，不就是个地级御史，咱们也有地级的。海哥，别乱来啊！切，放心，我才不会傻乎乎的自己动手。傲天，作为鱼颈龙族群的王，他确实也有地级的实力了。傲天，等会儿你叫。算了，就让傲天去试试。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都是地级，难道我还怕了他？傲天，去吧。不会又是那套试探一二的套路吧？真无聊，不管他们了。小黄，多2只鱼来当晚餐，干好了给你奖金啊！什么？晚上吃鱼？嘎嘎嘎嘎！包在我身上，一定给你抓个大的。让我看看。抓到你了！还想攻击我？禁魔领域！抓个鱼而已，动静也太大了吧？这个情况好像不对呀。小哥，怎么回事？哥，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让傲天弄出这么大动静啊！不行，我得去看看。你给我安生点！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得被老爹打死。可是哥，傲天……让你的御兽吼一声，招呼傲天回去。兄弟们，我们先撤！好，我们走。走啊！还愣着干什么？但是哥，傲天他一点回应都没有。别管了，20多岁的地级御史也代表不了什么，地级而已。前面路还很长，我倒要看看我和他的御兽
谁先进入圣级？哎，他们怎么走了？高鹏，高鹏，好大的鱼！我抓了好大的鱼！啊，辛苦了，辛苦了。这是鱼颈龙王。高鹏，听我说，我看见这家伙在水下鬼鬼祟祟，而且我一下去他就攻击我。哼，只可惜不是大爷我的对手。快快快，我们是吃烧烤还是清蒸？小黄，你知道你犯了大错吗？吃鱼怎么能不喝鱼汤呢？赶紧去生火架锅。我去。刚刚是白龙部落的年轻人吗？哼，这下真是有意思了。小黄，还没好吗？你看这肉块多大，着急你就喝点汤。得了，还是我自己来看吧。啊，鱼汤的味道真香。阿准，给我拿点葱花来。嘿嘿。哇！高少，白银，怎么是你？昨天听说有贵客来自地心鱼州，我一猜就是你。只是想到昨天你舟车劳顿，我就没马上过来打扰。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咱们可是好朋友，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没错没错，我们是好朋友，好朋友。嘿，你来的正好。我的御兽今天抓了只海鲜，这刚开锅呢，你就来了，快喝两口。这个我还没喝呢。你看，你看，这个火候刚刚好。这鱼肉等级怕是不低，至少也是黄级以上。高鹏从哪里弄来的？算了，就给个面子，浅尝一口。嘿，好喝吗？这味道非常鲜美啊！在地心也没听说高鹏他厨艺惊人啊。觉得好喝就再来一碗吧，肉也来点。来都来了。话说于景龙，哎呀呀，看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给你去拿点纸巾。对了，我记得于景龙不是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御兽，对吧？是啊，这个高鹏到底在卖什么关子？我还以为自己记错了呢，想着你们部落养得多，一定很熟悉。于景龙虽然力量强大，但是生性温和，而且被我们部落长期豢养，很亲近人类的，绝不会无缘无故。等会儿，难道说这个鱼翅的形状？我就是觉得奇怪才问你的，因为他主动攻击我的御兽。高鹏，你哇，好厉害！高鹏，你这个混蛋，是故意拖我下水的吧？果然和传闻一样阴险狡诈。哎呀，话不能这么说，你就说这味道好不好？好吃。哎，要不要比比谁吃的更多啊？比就比。我手艺有这么好吗？这俩人吃的也太夸张了吧！那肉怎么少了那么多？你们给我留点啊！哪里冒出来的家伙，吃了那么多？光顾着吃，都忘了问你，你和白豆他们怎么回事？谁知道，我都不认识他们。哼，我大概也能猜出来。白豆那小子虽说是个地精，可实力比你差远了。不过他爸白吉远是部落狩猎的大队长之一，算是个高层了。听说他的御兽水龙龟早已达到地级巅峰，随时能突破圣级。再加上一些联姻的家族，倒是一股不小的势力。那些人我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倒是这家伙
一副自来熟的样子。卖的什么药？你放心，如果他们找你麻烦，我肯定帮你兜着。毕竟这肉我也吃了一番。对了，明天部落的交易会，你去不去？交易会？不是你们部落的人也可以去吗？事实上，这个交易会是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不只是我们白龙部落，附近一些其他部落的人都会过来。所以，但你当然没问题了。嘿嘿，那我就跟着去看看吧。别，你不要对我露出这种笑容，你这个人真是坏得很。那我们先出发了。你去吧，小银那孩子心思多，你注意别被他坑了。啊？也不知道谁心眼多。哼。好了好了，是我还不行吗？走了。哎，白影，你上次说的那个交易会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部落每个月月初都会在一座小岛上举办交易会，基本上就是出售怪物尸体、幼崽以及材料。如果你有东西想卖，也可以参加。交易会上最硬通的货币就是怪物晶核。要不要交给大切块祭坛，在交易会上收购怪物尸体，分解加工后再高价卖出？还是算了，太显眼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况且血肉精华和灵魂精华的消耗都是需要时间的，赚太多这东西也不能加快消化速度。不过最重要的是，咱又不缺钱。这家伙是不是又在想什么怪招？高鹏，虽然不知道你在琢磨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这里是众部落共同监管的区域，出了岔子，我们白龙部落也不好交代，你还是老实点为好。放心放心，我是大大的好人，我家里还有长安和渝州送我的3好市民锦旗呢。下面就是目的地了。人流量可真大呀！卖水浒罗了，滋阴补阳，保颜圣品。来自黑水海域的虎纹螺旋角鲸的粪便，培育水系灵芝的极品材料。卖豆蔻云草的花息，对水系异兽有一定几率触发变异。有意思，有意思。小说里的主角总是在批发市场这种神奇的地方捡到宝贝，我都有系统啊，算不上主角也能是个主要配角吧，说不定也能有什么奇遇呢。外面都是普通货色，我们去店铺里看看吧。对了，你会我们部落的文字吗？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放心，在黑雾世界已经学过你们的通用文字了。还有，这里大多数我们部落或者其他部落有地位的人开的，价钱是贵一些，但东西的品质也相对好不少。知道了。这种品质的玉兽出现在地星会被各大势力疯抢吧？好东西，这不就来了吗？1颗地级怪物晶核或20颗黄级怪物晶核。按道理说，这价格不算低，毕竟地级怪物晶核不是能随便拿出来的。但店主肯定不知道这东西的真正作用，不然绝不会卖这么便宜。不过以我这身明显来自地星的打扮，随手就能拿出地级晶核，应该会引起骚动吧？嘿嘿，有了！白银兄，你帮我个忙呗。你想干什么？有话直说。那，嘿嘿，懂。我的好朋友，我在外面等你。哎呀，9天10地的交易会果真不错，还是能淘到宝的。高鹏，搞定了。不过这玩意太重了，店员小哥说可以租给我们驼兽运到港口那边，你要不要？无妨。
这个碑你买去是做什么的？镇宅。信？你看我信吗？我很好奇他花大价钱买这么个石头干什么。唉，但还是不问了吧。我只是怕自己知道答案，会忍不住动手做某人。嘿嘿。小黄，我们回来了哟！你们回来了。这个有，这个有吧？还有这个。你把我叫来就是看这。之前我已经和大祭司打过招呼了，毕竟这次晋级可能会有点动静，有大祭司的庇护，也能替我们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小黄，你准备好了吗？什么晋级？谁晋级啊？别闹！这次晋级过程比较血腥，也很痛苦，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小黄，生火！小黄，过来帮我把碑架在篝火堆上。哎呦！高鹏是要把这个石头烤熟了给我吃吗？看起来好像味道还不错。差不多了，流光，出来吧。你这是在干嘛？流光，瞄准这里，切开。爸爸。很好，流光，你把碑塞到小黄肚子里。快，阿纯，你和我一起缝合伤口。好嘞。晋升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等会儿可能会有强烈的睡意，睡一觉就好了，别压着伤口就行。万万没想到，我这是怀了一个大石头嘛。要是小燕知道了，我的一世压名可就毁了。这玩意儿还硌得慌。你放心，我不把小燕叫出来。本山，你怎么看？我也没看懂这种操作。不过那只鸭子虽然肉身不弱，但消化一块石头应该没问题。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到他。是。是小黄的声音。小黄，你怎么了？还好，没什么问题。看来是要蜕变了。现在的后辈突破传说品质都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吗？我还以为是搬山你突破准神了呢，动静居然闹这么大，居然是下面那个秃毛鸭子境界惹出的动静。我还没有达到极限，突破准神需要不少时间。加油啊，小黄！只要你熬过这关，就能晋级为神话品质。怎么了，阿纯？就是这样。很热闹嘛。现在已经顾不上会不会暴露底牌了，保护好小黄才是最关键的事。什么？水柱冲散了龙群？附近的怪物都被驱逐了吗？难道是大祭司出手了？干得不错。放心吧，既然您说了，我就不会让那些小不点靠近的。哇，真是没有取错外号。小黄现在是真正的铁头娃了，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再也不用担心在叠 buff 之前就被秒杀了，还增加了对魅惑控制的抗性，这波不亏啊！现在只需要把体内的状态稳定住就行了。哎，还是有点可惜，只是提升意志，而不是增加灵魂强度。如果能够把灵魂强度也增加就好了。这气息是神话品质吗？有意思。等他突破圣级后，我想和他打一场。江山代有人才出，岁月不饶人呐。能提升到神话品质，可不只是运气好这么简单，否则也不会被称作神话品质了。好了，都回去吧。今夜怕是很多人都睡不着了。嘿嘿，你这一身羽毛哪里来的？傻大个喜欢用元素之力幻化出斗篷穿在身上，我也学了一手。怎么样，帅不帅？那你头上为啥不也幻化点儿？光秃秃的，很奇怪。你以为我不行？脑袋上就是幻化不出毛。高鹏，你说为什么我进化后还是没有头发呀？因为你是铁头娃呀。没关系，回头我让南天那边送点假发来，给你遮一遮。好主意，我可以定制发型吗？你会有一卡车不同的发型。昨晚多谢大祭司您出手。这不算什么，没被打扰，顺利晋级就好。我们白龙部落对朋友都是很热情的。这就是昨晚那只玉兽吧？不错，你昨晚闹的动静是真的不小，族长都被惊动了。刚才传话说想请你们见一见。老妪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几只神话品质的怪物或者玉兽，今天见了一只，倒是欢喜。这个算是贺礼，你拿着。这是？这铜牌多少能代表老妪我几分颜面，带着它能让人有所顾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天赋不错，我可不希望你夭折了。再见。没想到大祭司会对我这个没见几次面的外人如此照顾。前辈，受您颇多照顾，还不知道您的名讳。不明白牙，牙字的牙。睚眦为龙的第二子，性格刚烈，嗜血好斗。大祭司这么温和的老人，名字竟然这么凶残。别说，手感还挺好的。我想要头发。没事儿，秃着秃着就习惯了。下面应该就是族长所居住的岛屿了。你就是高少吧？这边请。好。族长脾气不太好，一会儿他要是说什么你就听着，别插话。到了，我先走一步。这位老人就是白龙部落的族长吗？这就让我走了？这老头什么情况？说要见一面，还真是见一面，还没说上话呢，真是古怪的老头。高鹏，呀，白银，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的御兽突破，已经见到我爹了吧？你胆子真大，和我爹说话居然没有感到压力。我爹的脾气可不算好。脾气不好，总觉得你们是在骗我。哦，对了，大祭司给了我一个铜牌，说能在宝库里取一件东西，这个该怎么用？大祭司居然把这个给你了，看来你是真的受到大祭司的喜欢啊。这是大祭司的身份令牌，也代表和我们白龙部落的友谊，很少有人能得到。
到了，宝库就在前面，我不能进去了，只能送你到这儿。里面有监察者，你到时候把令牌给他看就行了。监察者？啊？这哪有什么监察者？连个鬼影子都不见。啊，附近也不像有什么类似宝库的建筑啊。啊！传说品质吗？难道这就是监察者？哎，赶紧把牌子给他看。哎，这就走了？监察者看了一眼就离开了，这么智能的吗？这打开的就是宝库，藏的挺好啊。哼，原来是纯手动，好黑啊。这该说是智能呢，还是真龙果？嘿，没错，能够让龙属怪物的血脉纯度提升的极品圣物，对传说以下的龙属怪物都有作用。服用后有很大的概率血脉提纯，品质提升。哟，极品水波龙焰草、万天黑龙角残片、红天宫龙鳞。哎呀，不愧是大部落，宝物真的不少，只可惜对我有用的不多。胖大海巅峰时期是永恒品质，但目前才恢复到传说品质。大紫、阿呆、小黄是神话品质，阿斑、小燕、阿蠢、白皮、祭师都是传说品质。除此之外，流光和招财还有七小只都是史诗品质。这薅不到羊毛的感觉真是难受，看样子只能选真龙果了。这样外公的白龙马上就可以晋级传说品质了。高鹏，你外公托人送来的物资到了，还有一封给你的信。哈哈，多谢多谢，还让你专程跑一趟。看样子白龙已经顺利进阶了吧？也不算是专程，就是我刚看到白豆和白哥跟着他们老爹来找大祭司了。哦，都快把他俩忘了。找就找呗，这是大祭司的岛，又不是我家，不需要跟我说。说的没错，这里是白龙部落，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这几位是？白石老爹，您怎么来了？我们去找大祭司，但大祭司这会儿不太方便。什么不方便？大祭司是不想见我们。不过没关系，我们自己过来。早就听说祖地来了一位少年天才，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御师了，真是把我们家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比下去了。老头子，我年纪大了，还是坐不住，就想过来见识见识。这老头说话夹枪带棒的，还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白石老爹，高鹏是部落的客人，更何况住在大祭司岛。黑银小子，你爹是族长，你可不是。今天这事儿轮不到你出来说话，你也不用狐假虎威，拿大祭司压我。打天下的时候，我们这帮老骨头舍生忘死，族长也好，大祭司也罢，大家都是万事好商量的兄弟。可这时间一长，白石老爹，什么事情都要讲跟你说。这里是大祭司岛，高鹏是大祭司的客人，咱们白龙部落从来也没有主人不在家上门刁难客人的事。您是部落里的长辈，就更要给我们小辈做个样子，不是？白银这小子一番话软中带硬，这个老头但凡要点脸就不能硬来了。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啊？哼，你大哥一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你二哥倒是有几分城府，可又贪好求全。我还以为你老奸巨猾的爹后继无人了，没想到以前竟是小看你了。也是，不能让人说咱们倚老卖老，欺负小辈。白哥，你过去替爹问问咱们族长的好儿子，问问咱们大祭司的客人，
主人家砸下去多少好材料，花了多少心思感情，辛辛苦苦养育的玉兽，客人随随便便就大杀了，又是什么礼数？这犹豫什么？还不快去！爹，这事儿大祭司不在家，咱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啊，玉兽，老人家说的难道是前几天我在附近猎到的鱼颈龙？等等，高鹏，哎呀，味道真是不错，多谢款待。望之极。之前听说这位少年天才是大祭司老情人的孙子，还当作是笑话听。哼，据说祖地的玉石都是圣体，这位少年天才难不成真的是大祭司看中的继承人？老头子真是……那真的，白石老爹，您这是打算在大祭司地盘上动手吗？没想到这老头一把年纪还这么冲动，看来部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倒是这个白银，从矛盾开始就一直把我护在身后。算你过关了。白洞，那天你也在场，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跟白石老爹说清楚吗？放肆！老头子我还在这儿，还轮不到你教训我的儿子。什么？大祭司？哎呦，我就知道不需要动手。白石，我不见你，只给你一个关起门处理家丑的机会，可惜你不要。白哥的心虚你看不见，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一直不甘心、不服气，这些怨愤让你视而不见。白度，你应该有机会跟你父亲解释清楚的，是什么阻止了你呢？我对你很失望。大祭司，我……高鹏，这回是他们有错在先，不能怪你。但就像我之前说的，白龙部落绝不允许受到威胁。哈哈，放心吧，大祭司，我高鹏受过您的恩惠，必定知恩图报。白姨，这次你表现得不错，跟你二哥一起去会盟吧。是。都散了吧。会盟结束之前，我不想看见部落里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大祭司。会盟啊，大概又是一场苦战。还真是送了一封信来啊，外公还挺老派的。信封装数据卡。白龙已经晋级为传说品质了，勿念。同时迁移行动已经开展，与政府达成合作，华夏人民正我黑雾世界迁移。真是外公的一贯语气，简单粗暴，言简意赅。那怎么会有12000页？奇怪，每一页都显示同一句话，可是错误。不，外公做事不会有这样的失误。外公这是……这里就是会盟地吗？高鹏，别看了，快跟上。白龙氏族的大人们，这边请。三弟，你们自由活动，别惹事就行。好的，二哥，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分开行动。走吧，这种大会肯定不是1天2天能够谈完的。他们谈他们的，我们去逛我们的。就是。蓝河原上居住的部落是蓝河氏族，镇族玉兽是一只地级巅峰传说品质的巴比袍下雪巨人，品质极高，据说品质已经位于顶尖行列。你们看我干嘛？
又在暗示我。都说了多少次，我不是那种冲动的人，人与人之间都没有点信任。这次二哥过来参加会盟，看样子我爹总算是有卸任的意思。说实话，我爹这个族长都做了700多年了，我二哥也算要熬出头了。700年的族长，哼，官营可真够大的。3大顶级部落应该都有准神，但就像核武器一样，准神只是武力威慑，不会轻易动用。所以这次会盟，各部落出动的最高战力，应该就是圣骑。哎，那么理论上来说，拥有圣级玉兽的我，在话语权上和七王部落是同一个层次的喽。啊？那是北青岩，他被缠住了。咦，高鹏！哎呦，这是你朋友，挺漂亮的呀。啊？呵呵，希望你在知道他辈分后，还能笑得出来。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跑到这儿来！你这边才危险好不好？哼哼。青岩，他是谁啊？怎么着？看样子这位小美人儿遇上事情了。这么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不上？我不是英雄啊，而且人家也不需要我来救。放肆！当着其他部落的人，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们的家教是可以直呼长辈姓名的吗？叫老祖宗！老祖宗！哎，高鹏，这什么情况？北青岩是他们那支部落留在地心的人，辈分极高。这位老祖宗嘴太毒了。长幼尊卑不分，你爹平时都是怎么教育你的？怎么不愿意教吗？我们走。好了，能来参加会盟，你们就是这代白龙部落的年轻天骄了吧？那什么，老祖宗你们聊，我和白喜先去继续逛了。哎，你给他们的压力也太大了吧？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白龙部落的长辈，你还是小心一点。地级御史虽然很强，但上古氏族里地级御史不少，妖虎部落这种小部落，真的算不了什么。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那你来这里是？听说地心会成为战场，所以我过来想看看能不能拖延一下时间。原来是这个，我还以为是因为……啊，你刚刚在说什么？没什么。其实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爆发，不是取决于部落，而是看地心上的屏障什么时候消失。屏障消失，就算他们不开战，那些异族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异族二字了，这些异族到底是什么？啊！什么情况？好奇怪啊！我记得会盟没有这个环节吧？看这架势，我怕来者不善啊！这些顶级部落不是说好了不派准神御兽过来吗？结果3家都偷偷带了准神，全是一群不要脸的！快跑！我没听说3大部落谁家有准神飞廉，小心受到波及。两位，趁着贼子还没冲出空间，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来得好，9天必逃狱。对面有3个准神，我硬着领域对拼消耗，最终吃亏的绝对是我，得先击毁一个。好快！是千手无面佛。
这千手无面佛太暴力了，纯粹的暴力美学，各种类型的敌人，无论是否拥有实体，都是通杀。这千手无面佛不会是先天的传说品质吧？否则怪物特性会这么契合他。咱们的准神太猛了！就是。等一下，脑袋被打成这样了，居然还只是轻度伤势，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飞廉的生命力很强，这点伤势一会儿就能愈合，不要给他愈合的机会。明白。他逃了，舍弃了身体绝大部分，如今他的真身力量百不存一，能维持到准神初期不掉落圣级，就很勉强了。能够在战前折损他们一员大将，还算不错。可惜没有杀死他。世尊无量，飞廉生命力顽强，想要杀掉他很难。刚才那只飞廉是异族的准神，异族知道我们在举办会务，还知道我们举办会务的地点。各位，有内奸暴露了我们。不是我们青神部落的人。这次我们青神部落就派了我和小外孙女儿过来。我们部落来的都是嫡系。老白龙，听说你们部落里来了一个地形人。这个人我可以担保不是内奸。我信你，那应该就是七王部的了。在这里猜来猜去有什么意思？查这种事，青神部在行，让他们去查就行。确实，那就麻烦青神大长老了。查出来后，不管是谁，杀无赦。大家按照部落有序排好队。哇，这参加会盟的人基本都来了吧？别东张西望的，你看那边。哦，谢志，又称刃法兽，传说中拥有明辨善恶能力的瑞兽，所以他也经常出现在法堂等代表法律秩序的地方。但谢志的公平和善恶，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长期接近的生物的影响。那作为与人类签订了血契的御兽，会影响他的生物，又会是什么呢？